张伯端着茶点过来，见袁泽家和冯凌霜过来了，也是一愣，随后高兴的让几人进屋坐。虽然今天外面没风，这会儿有太阳晒着暖和，但毕竟是冬天，待长了不好。几人坐在一起又聊了一会儿，陪着袁老爷子吃了顿饭才回去。第二天，冯凌霜就让袁泽家陪着去了冯家。袁泽家提前和冯文斌通了气，让他在家里待着，万一冯家舅舅冯凌志见到冯凌霜发火，冯文斌也能在旁边帮着劝劝。冯家人倒没有拦着冯凌霜进门，不过一向从容自信的冯凌霜一进冯家，却像一个犯了错不敢回家的小女孩，下来车一步步走得极慢。但从大门经过庭院再到里面，本就没有多远，即便冯凌霜走得很慢，也很快走完。进了客厅，看到坐在沙发上看似平静，实则手死死按着沙发背的大哥，冯凌霜嘴唇动了几下，喊出一声大哥，喊完眼泪便涌了出来。啪！一声来的突然又响亮的耳光，让在场的众人一惊。是冯凌志突然站起来，狠狠打了冯凌霜一巴掌。冯文斌想上前，被袁泽家拉住了。袁泽家对着冯文斌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插手。冯凌志扇冯凌霜巴掌的手放下来，却一直抖着，哑声道：“你还知道回来？哥，我错了。”一把年纪的冯凌霜哭得像个孩子，冯凌志也掉下泪来。当年谁不知道冯家的老大最疼妹妹了？谁能料到冯凌霜会为了一个男人和家里人决裂？冯家两兄妹都是性子傲的人，当初冯家人不同意他和袁庆良在一起，冯凌志发狠说了句：“你要是和他在一起，就滚出冯家。”冯凌霜也在气头上，便道：“走就走，总要一天我会让你知道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说完愤然离开冯家。冯凌志没想到自己疼爱的妹妹居然就这么为了一个男人和自己和家人断绝关系，气得仰倒的冯凌志硬是忍着，再也没见过冯凌霜。而冯凌霜也憋着一口气，想向家人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所以才会想和袁庆良一起努力奋斗，才会在知道袁庆良出轨后气得中风瘫痪。袁庆良的出轨像一个巨浪，将他所有的努力都冲击成散沙。那时冯凌霜真的是绝望了。当初一句气话让冯凌霜离家30几年，冯家二老也早在几年前去世了。如今时隔30年，年过半百的兄妹两人抱在一起痛苦失声。冯凌霜没跟袁泽家回去，冯凌志让冯凌霜住了下来。袁泽家便把冯凌霜的行李也送到了冯家这边。冯凌霜还是住的自己未出嫁前的房间，冯家的老宅翻修过一次，他的那间屋子也早就不是以前的样子了，颇有些时过境迁的感觉。袁泽家给冯凌霜在冯家安置好，也在冯家吃了顿饭，因为下午还要回公司处理事情，没过多久就要走。冯凌志道：“那泽家你路上小心点。”他虽然讨厌袁庆良，但对这个侄子还是很满意的。袁泽家点点头。爸，我去送送表哥。冯文斌借机出来。刚刚他一个兄弟约他去城南新建的赛车场赛车，自从他冯家的家业有阵子没出去玩了，现在半下午的，冯文斌也懒得再回公司，就想出去浪一把。冯文斌出了门就去车库开着他那辆无比烧包的蓝色跑车跑了。跑到半路接到了公司秘书的电话，冯文斌不耐烦的戴上蓝牙耳机：“怎么了？”“没什么大事，就往后推推，我今天没空。”那边秘书考虑着这件事算不算大事，犹豫着该不该说的时候，在秘书身边的助理小刘用口型跟他道：“说。”秘书也觉得该说，现在被训一顿，总比到时候万一误了事再被训强，那时候可能就是丢饭碗的事了。秘书道：“咱们公司接下的康德地产装修项目刚刚接到了业主的投诉，康德地产的吉总已经过去了，您要不要过去看看？”“说清楚，怎么回事？”冯文斌一脚刹车，把车停在路边，纪明德都亲自去了，出的肯定不是小事。好像是有2个业主去检查装修时发现咱们用的油漆气味很刺激，检测后果然甲醛严重超标。房子分为毛坯房和成品房2种，毛坯房就是建成后没有装修的，成品房则是装修好可以入住的。
一般买房的人买成品房会怕房地产商为了压缩成本粗制滥造，不信任装修质量，而买毛坯房后期自己装修又嫌太麻烦太累，因此好多人都犹豫不决，而康德地产独辟蹊径，在楼盘建成时就以成品房的价格出售，卖房时打出广告，说支持购买者在装修时监督装修质量，这才有了今天这一出。纪明德闲的吗？这点小事都自己跑一趟。冯文彬很是不理解，堂堂一个总裁，什么事都亲力亲为，还不得累死？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纪明德都去了，这是要真像秘书说的那样，那就是他们公司的责任。依纪明德这个较真的架势，要是终止合约，那事情就大了。冯文彬方向盘一打，改到朝正装修的楼盘开去。冯文彬到了售楼处，根本没看到想象中一群人闹哄哄嚷嚷这要说法的场景。来晚了。冯文彬疑惑的下车走进去。冯文彬的助理在确认他要过来这边后，便匆忙赶了过来。站在门口等着的助理小刘见到冯文彬来了，忙上前给冯文彬带路。总裁，吉总和来投诉的业主们在里面呢。小刘为自己的预见能力暗自得意，他就说嘛，总裁牺牲那么大拿下的项目，出了事总裁肯定会过来的。冯文彬大步推门进去，只见纪明德坐在一边的沙发上，装修项目的负责人在他身边站着，隔着茶几对面沙发上坐着的三人应该就是来投诉的三家业主。冯文彬一进来，屋里的人都朝他看去，一个个神色平和，像是正在进行一场友好的交流会晤，反正是一点没有受害者来讨说法的感觉。冯文彬估摸着是被纪明德给安抚好了。在场脸色最差的就是项目的负责人了，没能想到一个小小的失误能让两大公司的总裁都过来。冯总，负责人战战兢兢地喊了声冯文彬。冯文彬和纪明德打了个招呼，坐到他身边问负责人道：怎么回事？在知道纪明德过来时，负责人就火速查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采购部门赵经理的儿子出了车祸，受伤严重，在医院光呼吸机这一项一天就要花好几千，赵经理实在没办法了，铤而走险购进了一批便宜的劣质油漆，想要谋取中间的差价给儿子治病。装修刷油漆要刷3遍，他想着第一遍用劣质的油漆没事的，后面用好的油漆盖上也看不出来，他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在这一阶段不被人发现。赵经理干采购也有些年头了，一向没出过问题，没料到这回负责人对纪明德道：他虽然同情赵经理，但赵经理是他的下属，赵经理犯的错害的他都自身难保了，他也不敢帮人求情。冯文彬听完负责人的汇报后，对那3位户主鞠躬道歉道：对不起，确实是我们的失误，给您带来了损失，还请原谅。过来的3人都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而且听说那个负责人也是有苦衷的，倒是没有最初以为开发商赚黑心钱时那么生气了。在知道来和他们商量解决方法的人既然是公司的总裁时，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足够的尊重，现在已经心平气和了。2家公司的大老板都亲自过来了，态度还这么诚恳，3人见好就收，都是谁都想不到的意外，我们也能理解，但你们得给我们处理好，要不然我们辛辛苦苦攒钱买的房可怎么住啊？冯文彬看向纪明德，想知道他怎么给这些户主许诺的。纪明德会意道：我们还没商定赔偿方案，事情出在你这边，我们都在等你过来。刚才冯文彬的助理给纪明德说了冯文彬在过来的路上，纪明德也就只是安抚众人说会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没有越俎代庖做出什么决定。确实如纪明德所说，应该他这边处理。冯文彬道：大家放心，购买的劣质装修材料我们会全部处理掉，已经刷了劣质油漆的房子会重新装修一遍，我们会让专业的评鉴人员进行鉴定，对已造成损失的户主进行赔偿。我们以后更会严格的进行质量把关，欢迎大家继续监督。等把事情处理好，3位户主满意的走了。冯文彬对纪明德抱歉道：劳烦纪总跑一趟了。纪明德面无表情道：我过来是因为这关乎着康德的利益，也希望冯总以后能更加认真的对待这个项目，否则我会考虑终止与贵公司的合作。见气氛有些尴尬，负责人插嘴问道：总裁，赵经理怎么处置？
冯文斌回身，这还要我教你吗？不。项目负责人慌忙道，是我昏了头了，我马上就辞退他。给他20万，让他离职吧。冯文斌道，不管理由是什么，犯了错就该受到应有的惩罚。看在赵经理为公司辛苦工作这么多年的份上，也不追究他的责任了。刚刚纪明德说的话很不客气，冯文斌却并不生气。虽然这次的事故看似一个意外导致的采购经理犯错，但也暴露了他们管理松懈的问题，算是给他敲响了警钟。纪总放心，以后不会再出意外了。冯文斌道，会让您知道您选择和我们公司合作是无比正确的决定。但愿如此。去赛车的计划泡汤，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冯文斌送纪明德到停车场，他自己也要取车回去。纪明德的车也是一点都不花哨的黑色，稳重大气的款式。纪总再见。再见。等纪明德走了，冯文斌走到停在一旁的自己的那辆蓝色骚包跑车跟前，拍了一下车前盖，边上车边道，还是你好看。冯文斌的车刚出了车库，速度都没提上来就停了下来。纪明德的那辆车停在路边，车前盖打开着，他的司机正在检查问题。冯文斌把车停到纪明德的车前头，下车问道，纪总，车坏了，我送你回去吧。纪明德的司机也道，纪总，燃油泵线路烧了，没法给油，车暂时没法开了。冯文斌讨女生喜欢习惯了，这会儿说完话，习惯性的去打开车门，等着纪明德过来。纪明德本来是想打电话让人过来接他的，可现在冯文斌这样做，他拒绝也不太合适。最重要的是，他不想在这干等着，不想让自己闲下来。司机留下来联系拖车公司，把车拉去维修。纪明德上了冯文斌的车。冯文斌问道，纪总是要回家还是去公司？送我到公司就行，给你添麻烦了。纪明德疲惫的靠在椅背上，右手手肘抵着车窗，手掌撑着头，身子微微侧歪着。没休息好啊？冯文斌随口问道。今天刚见到纪明德时，他就注意到纪明德眼底的青黑了。本来不想多管闲事，但想想因为纪明德及时赶过来处理这件事，给他们公司省去了不少麻烦。冯文斌还是好心的提了一句，纪总再忙也要注意休息啊，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其实说句实在话，像今天这种事，你就没必要过来，交给可信的下属过来了解了解情况就行。康德这么大一公司，你要事事都管着，还不得累死？管好你自己就行。纪明德语有些头疼，又听冯文斌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在他耳边说个没完。纪明德烦躁的脱口一句语气很冲的话。纪明德说完就意识到自己不该朝着冯文斌发脾气，他也是好意。可还没等他道歉，冯文斌就将车顶棚降下来，一踩油门，跑车提速很快，轰的一声窜了出去。虽然前方有挡风玻璃，但跑车的急速行驶还是裹挟着冬天的冷风打在脸上和颈部，像是冰冷的利刃划过。纪明德却意外的觉得舒畅，像是长久压抑的情绪找到了宣泄的途径，连头疼都减轻了。不过冯文斌很快又减速，将顶棚升了上去。怎么关上了？冯文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这是这个死人脸会说的话吗？他突然开了敞篷，这人不是应该生气吗？车里的空气太闷了，我就是想换换气。冯文斌道，大冬天开敞篷不是傻吗？再吹一会儿你就得感冒了。车都是有空气循环功能的，要换气怎么也不用开敞篷啊。冯文斌不会承认他刚刚听纪明德说管好你自己就行时，一种好心被对方当成驴肝肺的憋屈感，让他幼稚的想报复一把，一时冲动才开的敞篷。纪明德道，对不起，刚刚不该那么说你的，我确实是心情不好，还请你见谅。冯文斌确实是什么都不清楚，只是好心的要劝自己，反倒无辜的承受了他的怒气。没事。冯文斌被冷风一吹，也恢复冷静，觉得自己刚刚的举动真傻。两个堂堂公司总裁今天突然集体不理智了一把，两人对视了一眼，尴尬又释然的笑了笑。经过刚刚那么一出，两人的关系莫名比单纯的合作伙伴近了一点。
敞篷不能开了，天太冷了，不过还是能飙一下车的。见刚刚开敞篷时纪明德心情变好了些，冯文斌加速道：心情不好就别逼自己工作了，我带你去个地方。冯文斌语气带着询问，征求纪明德的意见。纪明德没有说话，他有些贪恋刚刚畅快轻松的感觉，但又觉得不该放任自己。那我当你同意了。见纪明德不说话，冯文斌道：纪明德声音不大的嗯了一声。得到纪明德肯定的回复后，冯文斌的车越开道路越偏僻，路上的车辆渐渐变少，冯文斌的车速越来越快。一开始冯文斌还怕车速太快纪明德会觉得不舒服，偏头瞥了他一眼，看到这人正闭目一脸放松的靠坐在椅背上，享受着速度带来的酣畅快意。20分钟后，车子下了高速，拐了2个弯，冯文斌把车停到江边。到了。纪明德问道。下来吧。冯文斌说完，没管纪明德，自顾自的走到江边，手撑着江边的栏杆扶手，对着江面大喊了一声啊！纪明德走到冯文斌身边站定，看着江面，现在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天正是刚要黑的时候。江对面是一幢幢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江水中倒映着对岸明灭的灯光，水流和晚风使水面泛起粼粼波光。冯文斌转身斜倚在栏杆上，对身侧的纪明德道：偶像剧里的也不都是骗小姑娘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对着空旷的地方大喊，确实能减压，你试试。纪明德扶着栏杆，身子向前倾了一下，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想尝试一下，但他好像张不开嘴，嗓子也紧得打不开。他能想象得出，就算他喊出声，也不会如冯文斌刚刚那样肆无忌惮的吼出来，他会不受控制的压着自己的嗓音，就像一个人不会在公共场合这样大喊一样。纪明德也做不到放开嗓子喊出来，虽然知道这个地方可以让他自由的发泄，但纪明德约束自己约束的太厉害，导致他习惯性的去压抑自己。怎么？不好意思啊？冯文斌勾着嘴角痞气的一笑，身子一转，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搭在纪明德左侧的肩膀上，这里又没有别人。啊！冯文斌说完就对着江面又大喊了一声，近在耳边的喊声让纪明德的耳膜产生震动。一阵冷风吹来，两人都打了个冷战。他们平时不在家里就是在公司都是有空调暖气的，两人身上穿的很少，一件薄线衣套着一件外套。纪明德的西装外套还厚实防风一点，冯文斌的休闲外套根本不顶用。冯文斌跺了一下脚道：太他妈冷了，我记得车里好像有个毯子，我去拿过来。冯文斌说着朝停在几米外的跑车走去。纪明德回头看了一眼冯文斌的背影，犹豫了一下，对着江面喊出声啊！虽然声音还是压着的，但喊出一声后，接下来再喊好像不是什么难事了。纪明德又放开了喊了2声。冯文斌很快就找到了毯子，本想快点拿过去让纪明德披上，结果就听到了纪明德的喊声。冯文斌干脆坐到车里磨蹭了一会儿，才披着毯子出去。冯文斌两手抓着毯子的两角，右手长臂一伸，用毯子把他们2个人都裹住，看起来像是把纪明德圈到了怀里。抓着这边。冯文斌说着，把右手捏着的一角给纪明德，然后收回那只手。怎么样？喊出来感觉舒服一点了吗？冯文斌问道。确实有用。纪明德点点头。冯文斌也不问纪明德为什么心情不好，他们并没熟悉到可以交心的地步。冯文斌笑道：心情不好就该放松一下，要跟你似的拼命工作，还不得越来越郁闷。纪明德无奈的笑笑没说话，眼底无尽的落寞隐藏在黑暗中，自有他自己清楚。毯子并不厚，在外面待久了还是很冷。纪明德抽了抽鼻子道：回去吧，要不然真得冻感冒了。坐进车里，纪明德歉疚道：抱歉，让你跟着挨冻了。没事。冯文斌不甚在意的笑笑发动车子，他也是想吼2声，疏解一下工作压力才过来的。下班前1分钟，秘书黄婉柔把今天最后一份要总裁签署的文件交到袁泽家办公桌上。
行了，你可以下班了，通知大家今天不用加班。袁泽家接过文件道。黄婉柔内心高呼一声，连着加了快1星期班了，总算能轻松一下了。走到门口的黄婉柔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她转身对袁泽家笑着道：董事长，今天晚上有圣男神的综艺节目哦。袁泽家心情很好道：知道，不会忘的。啧，黄婉柔心里一阵感叹，圣男神都没在，董事长就这么宠溺，真不知道他们两人私下里相处是什么样的。想想就能撸3万字的同人小说。黄婉柔脑洞满满，一脸淫笑的打算回去给认识的写耽美小姐姐提供脑洞，让她加更圣宠倾国陛下。袁泽家回到家，打开电视，调到盛堂上的综艺播出的台。节目要在8点半播出，袁泽家先洗了个澡，然后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看着电视机右上角距离节目播出还有多长时间的倒计时，袁泽家笑了笑，没想到他还有守着电视机等播出的时候。热热闹闹的开场舞过后，盛堂最后登场。舞台上的盛堂光芒四射，吸引着众人的眼球。看着电视里那个游刃有余、表现得体的帅气男人，再想想会孩子气的朝他撒娇，会软软地暖心的哄他开心，起床时会头发乱糟糟、犯迷糊的堂堂，只有他能看到他家堂堂的那一面，这让袁泽家心底升起巨大的满足感。节目中间，盛堂在一边休息时，袁泽家打电话给盛堂。盛堂洗完澡刚要上床，很快接通了电话。喂，朕的大宝贝，想不想朕啊？盛堂坐在床上笑嘻嘻道。袁泽家带着笑意道，正在看你上次回来去录的综艺。对啊，田喵喵提醒过我是今天播出，等会我还得转发一下他们官方发的微博。盛堂道，哎呀，你不要看了，好尴尬的。尴尬什么？挺有意思的。盛堂道，不会很傻吗？一堆年龄那么大的人玩那么幼稚的游戏。袁泽家笑他，更幼稚的你我都见过，早就有免疫力了。袁泽家，你不许老是揭我短。盛堂哼哼道。没听到袁泽家说话，盛堂问道：喂，泽家你在听吗？袁泽家道：在，刚刚电视里你又出场了。盛堂，真人跟你打电话呢，你居然还看电视？好想砸电视哦，抢我男人。盛堂简直要吃自己的醋了。盛堂不满的把电话给挂了。袁泽家还不知道把人给惹醋了，正意外着就接到了盛堂微信视频通话的邀请。袁泽家快速点了同意。不许看电视了，看我。袁泽家一接通，盛堂就语气强硬道，还对着手机屏幕用手扒了扒头发，让自己看起来更帅气一些。袁泽家失笑，看电视也是因为有你在啊，居然还跟自己较劲。盛堂道，那你看去吧，别管我了，去吧去吧。一副既然你不爱我了，那就走吧的眼神看着袁泽家，说的跟我是个负心汉一样的。袁泽家笑道，不看了，陪咱们家大宝贝聊天，等想你的时候再看一遍。盛堂傲娇的哼了一声才道，过几天我的那个电影上映，我会回去参加首映礼的，到时候我们就能见面了。好不容易谈个恋爱，还弄成了异地恋，盛堂很是无奈。好，等你回家给你做好吃的。袁泽家道，要锅包肉、油焖大虾、鱼香肉丝、蒜蓉茄子，还有蚝油生菜。盛堂掰着手指点菜，最后叹气道，哎，想吃的太多了。袁泽家笑着道，小馋猫，都给你做。盛堂上次为了宣传电影上的几个节目都陆续播出，电影《翡翠》的热度居高不下，粉丝和影迷们纷纷期待着电影的上映。自从上次被盛堂的粉丝怒对了之后，曾毅的粉丝一直夹着尾巴，直到星期天游戏播出。玩游戏时，盛堂每轮都很努力的群抢气球、抢跑道等等，而曾毅则是一有人跟他抢，他装模作样的争2下就避开，一副很绅士不计较得失的样子。曾毅的粉丝跟抓住了盛堂的把柄，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似的开始炮轰。盛堂好过分啊，就这么把男神挤开了，
还好男神没有扭到脚。盛唐这个人一看就是功利心太重。上次我们曾毅只是用词不当就被黑心糖粉喷，现在有图有真相，见人品了。男神好绅士啊，每次都谦让女孩子，要是参加节目的是我就好了。男神把盛唐当朋友不和他抢，他可是一点都不让着男神，什么人啊？男神以后交朋友要慎重啊，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善良的。盛唐的粉丝也是被他们的颠倒黑白的能力气笑了。盛唐和曾毅只在星期天游戏中同过框，但两人跑的宣传可不止这一个。盛唐的粉丝开始反击，有人剪辑了盛唐和曾毅在不同节目中玩游戏的对比视频。盛唐在参加的几个节目中，无论是和主持人谈话还是玩游戏都很认真投入，反观曾毅就明显是端着架子，明明是自己不放开了玩，居然还能说是所谓的谦让，真是呵呵了。背着1万吨的偶像包袱吧，真把自己当回事儿。曾毅今年3岁吗？全世界都要让着他，可能是演霸道总裁演习惯了吧。本总裁怎么会屑于和你们这些渣渣玩游戏？曾毅粉来搞笑的吧？第一次听说玩游戏还要你谦我让的，干脆不要玩了，奖杯让给你好了。快别在这丢人了，你妈喊你回家看喜羊羊呢。曾毅的粉丝再次完败。这次盛唐根本没关注，身为明星，喜欢你的人多，不喜欢你的人同样不会少。他们可能是因为和你存在竞争关系，也可能是妒忌你，甚至是毫无理由的，就是看你不顺眼。不可控的因素太多，而他不可能面面俱到。盛唐知道他只要做好自己该做的就行，你的付出会让你收获应有的回报。几天后，盛唐飞回帝都，知道袁泽家挺忙的，盛唐不想让袁泽家再跑一趟接他，所以就告诉袁泽家让他下了班做好饭，等他回来就行，不用去接他。盛唐连自己家都没回，一下飞机就直奔袁泽家而去。飞机没晚点，盛唐到家的时候刚好7点半，这个时间袁泽家肯定下班在家呢。盛唐想也没想的就敲袁泽家的门，敲了2下门从里面打开，盛唐两手张开想要扑上去，结果手刚抬起一半就僵住了。嗨，你好。盛唐将僵硬的左手继续上抬，对着门内的人尴尬的挥了挥手打招呼，然后不着痕迹的放下被门板遮挡住的右手。开门的女人眉眼和袁泽家有几分想象，估量着这人的年龄，盛唐猜出这怕不是袁泽家的妈妈吧？怎么就这么猝不及防的跟她未来婆婆见面了？袁泽家不是告诉他他妈是住在他舅舅家的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伯母您好，您是泽家的母亲吧？看起来真年轻。盛唐怔愣过后，随即应便面带笑容的和冯凌霜打招呼。你好，你是泽家的朋友吗？盛唐长得是真帅气，化妆前后人差别并不大，所以冯凌霜一眼就认出来这个年轻人应该是他最近喜欢的那个演员。我是他的朋友。盛唐顺着冯凌霜的话道。其实准确的说，我是你儿子的男朋友。盛唐心里的小人默默道。进来坐吧。你是不是叫盛唐？冯凌霜侧开身让门口让盛唐进来。泽家和您提过我吗？盛唐身子一僵问道，也不知道袁泽家怎么给他妈介绍的他。冯凌霜道，我刚回国没几天，没和他住在一起，他也没机会和我说说话。我是看过你演的电影，演得很好。听冯凌霜对他的评价还不错，盛唐稍稍安心了一点。进了门，盛唐熟门熟路的要摸拖鞋换上，弯腰到一半，意识到不能这么做，就算是朋友也不在意熟到进门自己拿拖鞋啊。盛唐余光一瞥，果然看到冯凌霜有些异样的眼神。盛唐干脆在鞋架下层拿出拖鞋换上，然后转身笑着对冯凌霜道，我和泽家是邻居，我就住对面，我和泽家差不多是同一时间搬到这边来的，就这么认识成了朋友，我们都是一个人在家，所以经常会聚在一起吃饭。没想到您还认识我，真是好巧啊。冯凌霜点点头表示了然，笑道，是吗？那真是巧了。盛唐看了看袁泽家好像不在家，伯母，泽家不在吗？
冯凌霜道：“出去买东西了吧？我也是刚过来，我看厨房还炖着东西呢。”餐桌上已经有几道做好的菜了，冯凌霜还猜着儿子是不是交女朋友了，才花心思准备这么丰盛的饭菜，原来不是啊。你先坐。冯凌霜说着要给盛唐倒水。盛唐哪能让冯凌霜伺候他啊？伯母，我来就好。盛唐说着就听见开门声，是泽家回来了吧？盛唐快步走到门口，袁泽家一开门就看到了盛唐。唐唐，你回来了，你妈在家里呢。盛唐脸皱成一团，压低声音道。袁泽家一愣，进来把门关上，半揽着盛唐的肩往里走。妈，你来了，这是我朋友盛唐，刚刚你们认识过了吧？冯凌霜笑着点点头，有朋友要过来，你还不在家，要不是正好我过来，不得让人家小唐在外面等着。盛唐心道，我不会被关在外面的，因为你儿子给我录入了他家门锁开门的指纹。盛唐无比庆幸，他刚刚为了让袁泽家来给他开门而敲了门，没有直接用指纹解锁。袁泽家道：家里的糖不够了，刚刚去楼下超市买，没想到这要巧你们俩都掐着点过来。袁泽家又道：妈，你吃饭了吗？没吃就一起吃吧。冯凌霜道：我吃完饭了，过2天你舅舅60整寿，你弟弟明天要回来给你舅舅庆寿，我打算明天和你一起去接他回家，想着今天在这边住。也是因为和家人几十年没见，从回来他就住在冯家，现在想回来照顾照顾袁泽家。袁泽家这才想起来，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泽瑞明天回来。袁泽瑞是和他说过，只是他这2天太忙，就显得时间过得快，没想到舅舅的寿辰这么快就到了。冯凌霜指了一下餐桌问道：你这是还有客人要来吗？他看做的挺丰盛的，以为除了盛唐还有人要来。袁泽家的手压在盛唐的肩膀上，这不是来了吗？做这么多菜干嘛？随便吃一点就好了。盛唐是故意说给冯凌霜听的，要不然谁家经常聚在一起吃饭的好朋友见面还准备这么丰盛。袁泽家会意，配合他道：你在外面拍戏，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冯凌霜还挺高兴儿子有一个这么要好的朋友，想到盛唐刚进门时说的他们2个都是一个人在家吃饭，心疼儿子的同时爱屋及乌的对盛唐这个朋友也带了一些怜爱。小唐，待会你多吃点，泽家的手艺挺好的，瞧你瘦的。袁泽家看冯凌霜对盛唐还挺满意的，笑着道：厨房里还有一道菜，马上就好了。盛唐忙道：我去给你帮忙。也跟着袁泽家进了厨房。进了厨房把门关上，盛唐抱着袁泽家的脖子跟他蹭着脸求安慰，刚刚一开门看见你妈，快把我吓死了。袁泽家摸摸他柔顺的短发，真吓到了，真的腿都软了，差点喊声皇额娘就给跪了。盛唐委委屈屈道。袁泽家很不厚道的闷笑了几声，我妈有那么可怕吗？你还笑？我不是没有心理准备吗？我以为只有你在家呢，结果一开门不是想象中的人了不说，还换成了男朋友他妈。以为要好久才会见到袁泽家的家里人，没想到这么猝不及防。你摸摸我，现在心脏还跳得特别快。盛唐把袁泽家手拉过来放到他左胸口，扑通扑通，心脏有力跳动的感觉传到袁泽家的掌心，袁泽家另一手捧着盛唐的脸在他脸上亲了亲。不亲了，你快做饭，要不然你妈该怀疑了。盛唐推开袁泽家，让他赶紧做菜。因为冯凌霜在家里，盛唐跟个见到猫的小老鼠似的，也不敢和袁泽家亲近了。袁泽家又在盛唐嘴唇上亲了一下，才将他放开。盛唐食指弯曲，蹭着被袁泽家亲过的嘴唇，指尖关节压在下唇上，看袁泽家做饭。袁泽家利落的将腌制好的排骨倒进锅里煎炸，不一会儿，肉香味和煸炒的材料香就散发了出来。盛唐揉了揉肚子道：好饿啊，想吃。袁泽家毫无压力地边翻炒边分神捏了捏盛唐的脸颊，再等等，很快就好了。
要是他们2个人在家，就让盛唐先吃了。几分钟后收支关火，袁泽家把红亮诱人的糖醋小排装盘端出去。盛唐早就拿好了碗筷等着呢，紧跟在袁泽家身后出了厨房。盛唐还以为有袁母在，他肯定会拘谨的不敢放开了吃，没想到冯凌霜见他们出来道：“你们吃，我先回房间，小唐多吃点啊。”“伯母再见。”盛唐露出让他看起来最得体、最好看的微笑。事实证明，看脸不是年轻人特有的权利。看着盛唐英俊的笑脸，冯凌霜对盛唐的印象又好了不少。吃饭中途，冯凌霜出来了一趟，袁泽家正夹着一筷子菜要放到盛唐碗里，刚好被冯凌霜看见。盛唐听见开门声，转头朝客房门口看去，看到冯凌霜站在门口，顿时心里一惊，袁泽家的筷子已经伸到了他碗前。千钧一发之时，盛唐一秒发挥出影帝级演技，淡定的对冯凌霜打招呼：“伯母好。”冯凌霜道：“你们吃你们的，我去倒点水。”冯凌霜面上带了点疑惑，泽家居然会给人夹菜。儿子虽然看起来随和，但和别人相处从来都是保持距离的，什么时候跟人这么亲密过？盛唐应着，回头无比自然的对袁泽家道：“不用给我夹菜，我又不会跟你客气。”袁泽家笑了笑，低头吃饭没说话。盛唐的背绷得紧紧的，等冯凌霜又回屋了，才舒了一口气。袁泽家又给盛唐夹了一筷子他不爱吃的胡萝卜丝，安抚道：“没事，吃饭。你别给我夹了，刚刚差点让你妈发现。”盛唐都没在意袁泽家给他夹的什么，就往嘴里塞，等嚼了2口，才皱着眉把胡萝卜吃下去。那你好好吃饭。见盛唐有些拘谨，袁泽家道。最终盛唐还是满足的留下一桌的骨头。吃完赶紧要收拾，不能让伯母知道我这么能吃。袁泽家笑道：“不怕，咱们家还是养得起的。快点起来。”见袁泽家坐着不动，盛唐过去用脚背踢了踢他的小腿。袁泽家起身和他一起收拾。收拾好，盛唐也不敢多留，就要回去。“我送你。”袁泽家跟上盛唐，帮他打开门。回到自己家，盛唐才真正放松下来，往袁泽家身上一扑，抱着他的脖子，懒洋洋的挂在他身上。袁泽家也不动，手揽在盛唐腰间，享受着独属于2人的静谧时刻。一会儿，盛唐道：“你回去吧。”这么说着，却丝毫没有放开的意思。他们2个好不容易才见一次，他哪里舍得让袁泽家走？袁泽家答应着，也没有将人放开，反而偏头用侧脸蹭了蹭盛唐的头发，短发。盛唐为袁泽家有着和自己一样不舍的心情而高兴，轻笑了2声，把人放开，回去吧。袁泽家揉了揉盛唐的短发，回去了。袁泽家走后，盛唐一个人在家，顿时觉得家里空荡荡的。以前一个人住了那么多年，也没觉得什么，现在居然静的让人感到害怕。走到厨房想倒杯水，却发现他这么长时间不在家，家里连水都没有。盛唐拿着杯子在厨房晃悠了一圈，找到了烧水的壶，放下杯子，把壶里灌上水，插上电，坐在沙发上把电视打开，任广告播放着。盛唐根本没看进去，仿佛只有这样才觉得家里不那么清冷。爹，水烧开的报警器响了。盛唐到厨房拔下插头，倒了一杯开水放在茶几上冷着，等喝完水才关电视去睡觉。明知道袁泽家就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却没法见到，也不知道他们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盛唐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盛唐觉得他和袁泽家简直比牛郎织女还可怜，人家最起码还能一起待上1天。盛唐拿出放在床头的手机看了看，差1分钟到11点。虽然知道袁泽家现在应该已经睡觉了，但盛唐还是没忍住给袁泽家发了一条消息：“盛唐，泽家你睡了吗？”袁泽家很快给他回复过来：“帅帅的袁先生，没有。”盛唐，睡不着。帅帅的袁先生，等我。盛唐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袁泽家要过来？想到这个可能，盛唐激动的抱着被子在床上打了个滚。虽然知道不该让袁泽家过来的，这很容易被袁母发现他们的关系，但他说不出拒绝的话来。他期待着见到袁泽家。更加睡意全无的盛唐干脆打开灯坐起来，怕袁泽家进门的时候看不清路。盛唐还专门到门口去把墙上的小夜灯打开。刚开了灯门就被打开了，袁泽家穿着睡衣，手中还拿着什么。灯光太暗，盛唐没看清，他也没在意。盛唐突然笑道：“咱们这样好像偷情啊。”不过袁泽家明明干的是偷偷摸摸的事，却丝毫没有猥琐窘迫的姿态，依旧是气质轩朗。胡说什么呢？袁泽家关了门，拥着盛唐和他一起进去。你怎么也没睡？盛唐边走边问袁泽家。袁泽家道：“应该和你没睡的原因一样。”盛唐眨了下眼，直白道：“我不睡是因为想你，你也在想我吗？”“很想你。”两人进了卧室，盛唐听袁泽家这么说，直接就把袁泽家扑倒在床上吻上去。袁泽家任盛唐毫无章法的啃咬着他的嘴唇，不一会儿就反客为主，翻身将盛唐压在身下，舌头探入盛唐口中，有力的扫过盛唐的上颚，顶弄着盛唐的舌头，两人互相啃咬舔舐着对方。盛唐的手不老实的在袁泽家身上游走，很快就把他的睡衣掀开，他自己的睡衣也被揉搓的半遮半掩的。两人的接吻短暂的终止，帮对方把碍事的衣物褪去。温热的肌肤触碰在一起，盛唐喉咙里溢出一声舒服的喟叹，奶毛般软乎乎的声音像一根轻柔的羽毛侵掠过袁泽家的胸口。袁泽家目光暗沉的再次吻上盛唐泛着水泽的嘴唇。盛唐被袁泽家热烈的亲吻惹得情动，双目微合，眼神看起来很是迷离。趁着袁泽家的吻转到他锁骨的间隙，盛唐一手搭在眼上，一手推了推袁泽家，用气音道：“把灯关上，刺眼。”袁泽家的动作一顿，他还以为盛唐眯起眼是因为很舒服，没想到是因为灯光太刺眼。袁泽家有些挫败的抬手把卧室的大灯关了，只留床头一盏发着橙黄暖光的小灯。袁泽家问道：“明天还要工作吗？”“要。”盛唐不情愿道，怕袁泽家就此打住。盛唐立刻拉过袁泽家的一只手，放到他已经勃起的下身，表情委屈道：“可是好难受。”袁泽家拿朝他撒娇的盛唐一点抵抗力也没有，俯身亲了亲盛唐的额头，手上移了几寸，把盛唐的内裤扯下。小糖糖没了束缚，立马挺翘起来，成了棒棒糖。袁泽家的大手握上去，帮盛唐疏解。泽家，盛唐喊着袁泽家的名字，舒服的用绷直脚背勾着袁泽家的腿上下磨蹭。盛唐的手沿着袁泽家小腹上结实的肌肉线条一路摸到袁泽家的那处，袁泽家被他勾的也早硬了起来。摸到鼓鼓囊囊的满把，盛唐咽了咽口水道：“你的好大。”虽然两人已经互助过一次了，但再次触摸到袁泽家的那处，盛唐还是忍不住叹道。袁泽家额头因为忍耐绷起的青筋一跳，盛唐还犹不自知，苦恼道：“太大了，做的时候疼怎么办？”盛唐没说，他其实还是很期待和袁泽家做的。虽然小说里都是太大，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受方会疼，但慢慢的就会很舒服了。糖糖，不要说话。袁泽家无奈道。盛唐见袁泽家一脸无奈，突然就想逗逗一向无比正经的这人。就是啊，你的太大了，能进得来吗？你轻点，好舒服。袁泽家抱紧盛唐，在他耳边喟叹道：“糖糖，你再这样，我会忍不住的。”那就不要忍了。盛唐缓了一口气，恶劣的用拇指摩擦，带来强烈的刺激感，让袁泽家也发泄出来。袁泽家拿干净的那只手捏了捏盛唐的鼻子：“你明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那是哪个？”盛唐抱着他直笑。没等袁泽家说话，盛唐又放开袁泽家，本来侧卧的身子往后面一趟，舒展着身子，平躺在床上，做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闭着眼睛道：“来吧，你想怎么蹂躏我都行。”袁泽家被他逗乐了，笑着挠他脖子：“
你就仗着我舍不得吧。盛唐明天还要去参加电影的首映礼，一整天不是站就是坐的，袁泽家怎么舍得就这样要了他？盛唐脖子一痒，哈哈笑着蜷缩起身子，又滚到袁泽家怀里，抱紧他，不让他的手再伸出来挠自己，反过来咬袁泽家的脖子报复。袁泽家任盛唐在他脖子上使坏也不制止，只是道：去洗澡吧，快点睡觉，明天你还要早起呢。盛唐满意的在袁泽家的脖子侧下方种了一颗草莓。洗完澡，两人躺在干净的床上，袁泽家伸手把灯关了，搂着盛唐正要睡觉，盛唐突然想来袁母还在袁泽家那儿呢。盛唐推推袁泽家道：你不用回去吗？万一被你妈发现你不在家。袁泽家道：没事，明天早上回去就行，现在回去要是把我妈吵醒了，更说不清为什么半夜从外面回来了。袁泽家又道：我是想让我妈慢慢的接受咱们在一起的事，不是要一直瞒着她，所以总要透露出蛛丝马迹，让她产生怀疑，这样她才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听着袁泽家沉稳的声音，盛唐心里安稳不少，但还是不忘提醒道：那你定上闹钟，别明天早上睡过了。盛唐说完，怕一个不管用，拿过自己的手机也定了一个闹钟。行了吧，快睡觉。袁泽家把手机闹钟给盛唐看了一眼，然后将盛唐按在怀里，不让他再折腾。第二天一早，两个闹钟一起乱响，两人同时起床。盛唐一开始还迷迷糊糊的，突然想起的让袁泽家赶快走，忙不迭的催促袁泽家起床。乖，别担心。袁泽家在盛唐脸上亲了一口，把昨晚拿过来的运动休闲服换上，一会儿直接到下面小区跑几圈，回家如果冯凌霜已经起了，就说他下去晨跑了。盛唐这才知道袁泽家昨天晚上拿的东西是什么，笑道：你早就想好对策了是不是？以前也没见你晨跑过呀。袁泽家道：以前也是晨跑的，不过你在的时候就不想起了，所以你不知道。盛唐一听这话，高兴的压不住笑意，抱着袁泽家也在他脸上亲了一下。从此君王不早朝吗？袁泽家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盛唐道：好了，快走吧，早饭我就不和你一起吃了，曼姐会给我送过来。袁泽家点点头。等袁泽家在下面跑了一圈回家的时候，冯凌霜果然刚起没多久，正在厨房准备早餐呢。见袁泽家回来，也只以为他是在他还没醒的时候就出去锻炼了。冯凌霜道：我看你这边也有健身器材是，这么冷的天在跑步机上跑跑就行了，还出去干嘛？袁泽家道：外面空气挺好的。袁泽家正要进浴室洗澡，冯凌霜又问道：早上盛唐还过来吗？要不要做着他的饭？冯凌霜也不知道袁泽家是不是早餐也会和盛唐一起吃。袁泽家握着浴室门把手的手一顿道：不用，他早上不和我一起，我们平时都有空才会约在一起吃饭。袁泽家觉得还是不要一下子表现得太过明显的好。盛唐那边吃完郭曼给他带的早餐，就跟着郭曼去了影院。先是和甄红导演还有其他参演人员一起接受邀请来的媒体记者的采访，然后一行人和一些电影投资商、制片人等进了放映厅，一起看电影。灯光关闭，前面偌大的幕布上出现一个喧闹拥挤的古玩长街，镜头一路朝前拉近，形形色色的人快速消退在后面。最终镜头定格在一家和周围其他店铺没有什么不同的古董小店，翡翠两个翠青色的大字出现在幕布上，电影正式开始播放。古董店里不同于街道上的拥挤热闹，显得很是冷清。店里除了拿鸡毛掸子清扫灰尘的中年老板，就只有一个耄耋之年的老者。老者一手拄拐棍，一手颤抖的拿着一块翡翠玉佩端详。镜头由枯槁苍老的手中的玉佩转到老人浑浊的双眼，从老人瞳孔里变换了视野，雪花稀疏的飘落着，地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白雪。一个大户人家门口，一男一女两个小童在佣人的帮助下，正兴奋地堆着雪人，笑笑闹闹的，正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转眼10年，流鼻涕的小屁孩已经成了挺拔少年，拿着家传的翡翠玉佩送给一脸羞涩的少女。
等我参军回来就娶你。少年不知诺重，你能不能……什么？几经犹豫，女孩还是没能说出那句你能不能不要去，低头捏紧玉佩，我等你。这一去便隔了流离颠沛，家亡国破。再次相遇，他是意气风发的年轻将领，而他是妓馆头牌。满眼痛色的青年要给女人赎身，女人不肯。青年认为女人自甘下贱，像许多电影里一样，两人争执中发生了一场半强迫的关系。女人曾掩护过一个共产党人，后来加入共产党，现在自愿被一个日本军官包养，为了获取军事情报。女人送出了情报，但很快被人发现，乱枪击毙。青年率领部队和赶来的援军一起歼灭了当地日军，战后清理战场，找到女人尸身时，发现女人手里紧握着当初他送她的那块翡翠玉佩。青年看着周身还冒着硝烟、满目疮痍的家国，一脸麻木的抱着女人满是干涸血迹的尸首，回想起当初那个天真烂漫的少女，眼泪一滴泪也没流出来。再后来，为了给受伤的同志们买药品，青年把玉佩当了。几年后抗战胜利，而当年的当铺早就消弭在战火硝烟中。影片的最后，老人没有买下那块玉佩，而是把玉佩放回柜台，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离开了，背影在夕阳中拉长。电影全国同步上映，期待已久的粉丝和影迷们第一时间去了影院观影。爆米花明明没有多么宏大的设定，但看的人好揪心啊。琉璃堂，陛下抱着晚清尸体的时候，眼神好让人心疼啊，好想冲进去抱抱他。青色红枣明明感觉没有特别虐，可就是在影院哭成智障，眼泪控制不住的往外流。麻花不甜，楼上你不是一个人，友情提示将要去看的妹子们带好纸巾。橘子糖，只有我在意陛下有床戏吗？柠檬树，我虽然只露了背，但陛下的腰好细，性感。想捂嘴烤鸡翅，还好我眼疾手快，拿出手机就拍了一张。蜜汁烤肉饭，已到图，哈哈哈。叮当喵，陛下穿军装帅到炸裂。陛下万岁，跪求陛下拍一套军装写真吧，我们可以众筹。皮一下就开心。小伙伴问我翡翠好不好看，我告诉他超级棒，他们说虐的都是骗人的，我可以陪他再看一遍。没错，我不能一个人哭成傻逼。盛唐回到家里时已经下午了，他要坐晚上的飞机回片场。昨天听袁泽家和冯凌霜说要去接袁泽瑞，袁泽家的舅舅过寿，盛唐还以为他们都要去冯家，他走之前没法和袁泽家见面了，结果等他到家时，袁泽家正在他家里做饭呢。盛唐积累了一整天的疲惫都没了，惊喜道：泽家你怎么回来了？你在家我去哪？袁泽家切着菜道。盛唐被袁泽家这句无意的话撩了一把，开心中竟带了一丝害羞。我是说，你没和你家人在一起啊？你弟弟不是今天回来吗？他们都在我舅舅家呢。袁泽家道：和他们在一起一天了，现在想在家陪陪你。我都没见过你弟弟呢，他长得和你像吗？不是很像，我手机里有他照片，手机在外面桌上呢，你自己去拿。袁泽家叮嘱道：在外面休息会儿，就别进来了，一会我炒菜厨房有油烟。盛唐到客厅茶几上拿过袁泽家的手机，按亮屏幕，发现需要解锁密码。盛唐拿着手机要去问袁泽家要密码，走了2步停下来，试着输入了几个数字，不对，再输入，解锁。盛唐对着袁泽家的手机咧开一个笑，密码是他和袁泽家那次在酒店相遇的日子。虽然盛唐觉得情侣拿对方生日当手机密码特别没有安全性，但就在刚才看到解锁界面的时候，他突然就想试试袁泽家的密码会不会是他的生日。显示密码错误的时候，他用就说泽家不会做这么傻的事掩盖了心底淡淡的失落。又想起他们2个初见的日子，6年前的那一次，他根本不知道，相信袁泽家也不会记住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见面的日子，所以盛唐输入了他们在酒店遇见的那一天的日期。那天正好是翡翠杀青的日子，
而且在袁泽家抱着他，跟他讲他们当初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时，他就牢牢记下了他们这次遇见的日子。其实也没有刻意的去记，但就是忘不掉了。这一次果然是正确的。盛唐打开袁泽家的手机相册，找到了一张袁泽家和一个比他矮上半寸的青年的合照。青年的袁泽家不是很像，但仔细看会有几分神似，应该就是袁泽瑞了，看着是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子。照片里袁泽瑞穿着黑色宽大的学士服，手里的学士帽要往袁泽家的头上戴。袁泽家一身黑色西服，应该是去参加弟弟的毕业典礼。手机里两人的照片没有几张，但能看出他们兄弟两个感情很好。看完这个相册，盛唐正要退出来，袁泽家的手机没有手机壳，盛唐一时摸不习惯，手一滑，差点给掉到地上，还好给捏住了。再看时，手机上的一张照片正是他自己的。刚刚盛唐手一滑，把下面的相册给划出来点开了。照片应该是袁泽家趁盛唐睡觉的时候拍的，照片里盛唐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整个人陷在被窝里，只露出一个脑袋，被蓬松的棉被遮着，显得他的脸格外的小，不长的头发向上撩起，露着光洁的额头，嘴还微微嘟着，看着就让人想亲一口。盛唐立马拿着手机跑去找袁泽家，不是不让你过，你偷拍我。盛唐把手机伸到袁泽家面前，打断了他的话。袁泽家还以为盛唐生气了，但他也不能解释什么，这确实是他在盛唐不知道的时候偷拍的。谁知盛唐道：“这张照片我发型好丑啊，你不许让别人看。”袁泽家笑了，他家堂堂关注的点从来都很奇怪。袁泽家把盛唐圈在身前，从盛唐背后搂着他道：“不丑，很可爱，不给别人看。”盛唐纠正道：“不是可爱，是帅。”盛唐说着，拿自己的手机翻出拍翡翠10照的军装照，是不是超级帅？盛唐拿着让身后的袁泽家看，合体的衣服显现出盛唐的宽肩长腿，武装带收束在劲瘦的腰部，穿着军装的盛唐挺拔俊逸，像是一柄收在剑鞘内的利刃。袁泽家宠溺的看着盛唐道：“帅。”那是，对，我还得发个微博呢。盛唐想起来这茬，打开微博，看到他上午发的电影首映里的微博下的一条评论，于是编辑了一条：盛唐 V 不用众筹，爱你们，比心。电影在拍摄的时候，郭漫就很有先见之明的让盛唐穿着笔挺的军装照了几张照片存着，现在正好发出去。前2张是盛唐穿着军装英姿笔挺的照片，最后一张是盛唐突然比心卖萌，两相对比，铁血柔情，萌的糖粉们不要不要的。袁泽家道：“把我手机给我。”盛唐把还拿在自己手里的手机给袁泽家：“你想干嘛？”袁泽家没说话，拿着手机继续圈着盛唐，手机放在两人身前，盛唐能看到袁泽家做什么。袁泽家先是学着盛唐手指比心的动作，一手拿手机，一手做手势，拍了个照片。你到底要干嘛啊？盛唐见袁泽家这样，笑问道。袁泽家还是不答，然后打开自己手机上的微博，转发了盛唐刚刚发的那条。袁泽家 V 请全体员工看电影，盛唐 V 不用众筹，爱你们，比心。袁泽家刚发完，盛唐就在他怀里转了个圈，捧着袁泽家的脸亲了他一口，带着笑道：“你才是天下第一大可爱。出去玩，我做饭。”袁泽家亲亲他，把他往外赶。盛唐嘿嘿笑着出去刷微博。和盛唐整个人的照片不同，袁泽家只是拍了手部比心的动作。不过即便这样，堂堂一个大老板做这样的动作，也萌翻了不少因为盛唐而关注他的网友。冷漠脸，袁董你这样就犯规了，也太萌了吧。吃鸡大战，脑补我们老板有一天给我们卖萌比心，虎躯一震。小黄不白，弱弱的说一句：“袁董就是我老板，票都发好了。”电脑后披着马甲的黄婉柔默默晒出董事长早就让他包好的50场翡翠的电影票。曾经他想过，等他有钱了就包男神电影的场，如今他还是没有钱，
却成功给男神包了场。汤圆还是汤圆，袁董你和男神是在比谁更萌吗？黑芝麻汤圆，嘘嘘嘘。层主注意隐蔽，我们要低调。网友汤圆还是汤圆这一层下面全是让他注意隐蔽的。原来自从盛唐和袁泽嘉被爆出举止亲密、疑似包养关系后，虽然有不少人站他们这对 CP， 但怕给盛唐招黑，带来不好的影响，都不敢像以前一样在明面上歪歪了。现在就算正主发糖，也只敢偷偷舔舔嘴，在他们自己的小团体里跟过年一样庆祝。盛唐还纳闷怎么回事呢，都没看到刷他和袁泽嘉 CP 的。往常他莫名的就能被拉着和哪个男明星组个 CP， 一有风吹草动，粉丝们就能脑补出一场大戏，他都习以为常了。如今怎么反倒没动静了？他和袁泽嘉就这么没有 CP 感吗？看到这一层，盛唐才隐约明白了这么回事，既暖心与这些粉丝这么为他着想，又有点淡淡的忧愁。和真正喜欢的人一起暗搓搓秀恩爱，反倒没人站，好气啊！帝都一处豪华酒店专门宴请宾客的宴会厅内，衣香鬓影、各色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协同家属来参加冯凌志的寿礼。冯凌志在门口招呼来宾：“赵总啊，贵公子年轻有为啊！”来的人不是生意上的伙伴，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冯凌志作为寿星，也不能轻慢了来宾。冯文彬能言善道地，也跟着在门口招呼着来客：“王总来了，王夫人这么漂亮，王总可真有福气，您先和夫人去里面坐。”“哎，纪总你过来了，自己一个人来的？”冯文彬见到纪明德孤身一人前来，带着他进去。他们两人不光有内项合作，帝都的商业圈子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在各种商业酒局的餐桌上，两个人偶尔也会遇见。因为那次冯文彬带着纪明德去江边之后，两人之间的称呼没边变，但却比其他和他们一起吃饭的老总多了一些亲近。“一个人来的。”纪明德道：“怎么，一个人来还不让上礼了？”冯文彬开玩笑道：“哪能啊，给钱就让来。”来的人多是有家眷的中年人，或带着自家夫人，或带着要继承家业的儿子，任人见世面的。“给你介绍个人。”怕纪明德一个人进来，一时找不到说话的人会尴尬，冯文彬带着他进来，走向正端着酒杯和一个老板聊天的袁泽嘉。“薛总好啊。”冯文彬先跟和袁泽嘉聊天的那人打了个招呼，然后对袁泽嘉道：“表哥，这是康德公司的纪明德纪总，你们认识认识。”“纪总，这是我表哥，袁氏集团的总裁袁泽嘉。”冯文彬回身跟纪明德介绍。回身看向纪明德的那一瞬间，他好像在纪明德眼底看到一闪而过的痛色，不过一瞬，快到冯文彬以为自己看错了。怎么会呢？纪明德和他表哥应该不认识吧？难道是表哥没出国之前认识的？可那时候他们这些人应该都还没怎么接触家族的商业事务，经常见面的也就家里关系近的几个玩伴，那些人都是他和袁泽嘉共同认识的，他可不记得有纪明德。“纪总好。”袁泽嘉把手里的酒杯放到身后的桌上，和纪明德握手。纪明德很快调整好情绪，伸手：“袁总好。”两人如同初见的陌生人一样，礼貌的握手打招呼，让冯文彬以为是他想多了。“你们聊，我先失陪了。”冯文彬说完，又忙着接待宾客去了。冯文彬走后，袁泽嘉问道：“不知我以前是否和纪总见过面？”袁泽嘉同样没有忽略纪明德刚刚的眼神。“没有。”纪明德否认道。“袁总为什么会这么问？”袁泽嘉眼神暗了暗道：“没什么，只是觉得纪总有些眼熟，我去和一个朋友打招呼。”纪明德没法再和袁泽嘉待在一起。“纪总请便。”袁泽嘉伸手道。纪明德转过身，眼中像是结了寒冰的深湖，冰冷刺骨，却又笼罩着寒雾一样淡而朦胧的哀伤。知道盛唐可能和袁泽嘉在一起的时候，纪明德就控制不住的调查了袁泽嘉的资料，自然是知道袁泽嘉和冯文彬是表兄弟关系，便料到今天不出意外的话，袁泽嘉会在。其实他本人没必要一定亲自过来，特别是知道袁泽嘉在，
他应该找个什么借口不来的，可他还是过来了。他想看看和盛唐在一起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人很好，有能力，配得上盛唐。很好，很好，你该高兴的。如今盛唐有了爱他的人，你应该为他高兴的。纪明德默默的在心里告诉自己，没有什么可难过的，这不是你早就预料到的吗？就算没有袁泽家，也会有别人，不是吗？是你自己没有选择盛唐，努力的避开盛唐，让自己不去见到他，用超负荷的工作塞满自己的行程，不让自己去想他，可还是难受的无法言喻。以为慢慢就会放下那个人了，可知道了那人和别人在一起，明白以后他们两人是真的不可能再有关系了，心里绝望的感觉压得他要窒息一样，比他想象的还有痛苦。谢谢诸位百忙之中来参加冯某人的生日宴会，感谢感谢。人到的差不多了，冯灵志在宴会厅前的主持台上发言道：冯某年纪大了，趁着这老胳膊老腿还能动，享受一把人生，以后冯家就交给年轻一辈的了，还请各位老伙计多多照顾全子。冯灵志说着，拍拍站在他旁边的冯文斌的肩膀。冯灵志这次大办寿宴，主要就是为冯文斌接管冯家的公司造势。接下来，冯文斌跟着冯灵志和那些叔伯长辈们敬酒，一圈下来，冯灵志不俗的谈吐和见地，让这些商场上的老狐狸对冯文斌改观不少。主要是冯文斌以前就跟个混日子的二世祖一样，外面虽然没他什么过分的传闻，但总归让人没什么好印象，让他们以为冯家的这个独子没什么能力和作为。如今看来却绝非如此，这冯家少爷说起话来滴水不漏，是个聪明的人。传言果然听听就行，不能真信。等冯文斌终于清闲了一会儿，想找个地方坐下休息一下，环顾了一圈，冯文斌发现了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喝酒的纪明德。冯文斌跟那些人说话说的嗓子都干了，暂时不想让人打扰，便朝纪明德走去。被人看到他身边有人，那就少有人过来跟他闲聊了。冯文斌走近了才看清，纪明德身边摆着一个空的红酒瓶，还有一瓶已经下去了一半。都是你喝的？冯文斌坐到纪明德对面，见纪明德看起来还很清醒，拿起那个酒瓶晃了晃，问道：纪明德点点头，端起手中的杯子，把玻璃杯中剩下的酒液一饮而尽。你这是想把李金都给喝回来啊？又心情不好？冯文斌问道。冯文斌觉得有点无奈又好笑，纪明德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老是被他碰上？他都快成了专门安慰纪明德的知心大姐姐了。不对，是大哥哥。纪明德没说话，要继续倒酒。要是其他人在这，纪明德肯定会注意礼仪，即便心里不痛快，也会隐忍着。可不知是不是在冯文斌面前狼狈的次数多了，还是怎么，冯文斌过来了，他也没什么感觉的，放任自己喝酒。冯文斌夺下纪明德拿到手的酒瓶，别喝了，再喝下去，我们家老头办寿宴的钱都收不回本了。纪明德一直低垂的眼皮抬起，看了冯文斌一眼，也不跟他抢，又垂下眼皮，就那么安静的坐着。冯文斌被他那一眼惊到了，这人眼底浓浓的哀伤，像是化作实质要溢出来一样。挺高大的一人，这个样子竟格外的惹人心疼。宿醉醒后的感觉并不好，但冯文斌这回却心情不错，半睡半醒的回味着昨晚酣畅的情事，那紧致的让他头皮发麻的舒爽快感。宝贝儿，冯文斌翻身往身边捞了一把，准备再来个晨起活动。空窗期太久，好久没有这么舒服过了。冯文斌迷迷糊糊的，也没想他床上怎么会有个女人。冯文斌的手搭到身边人的腰间，感觉手感不对，腰有点粗，身上硬邦邦的。冯文斌猛地一睁眼，看清身旁的人时，彻底清醒过来，吓得弹坐起来。怎么回事？历史惊人的相似，却又有不同。冯文斌这么大动静，床上的另一个人也醒了过来。纪明德眼神空茫，没有焦距的看了冯文斌一秒，意外的有点呆萌，但纪明德很快就面色冷峻，眼神冷的能来射出寒冰一般。纪明德坐起来，身上的被子滑落，冯文斌看着纪明德脖颈、胸前各处布满的斑驳吻痕，触目惊心。冯文斌不敢细看，
忙低头，结果就看到自己身上同样没一处好地方。不管两个人多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一切都明晃晃的告诉他们，昨晚他们两个做了。怎么会是你？冯文斌震惊又懊恼不已。他从来没和男人上过床，更重要的是，这个男人还是纪明德。冯文斌从没想过自己会和纪明德这样看起来就禁欲刻板的人上床，他喜欢的都是温柔懂事的女孩子。冯文斌无比希望这次和上次纪明德在他家过夜一样，两个人是盖着棉被纯睡觉。可这一回，两人身上刺眼的鲜明痕迹，还有脑海里挥之不去的紧致舒爽的记忆，都明明白白的昭示着他们是真的睡了，成年人那种睡，动词那种睡。冯文斌脑子里一片混沌，说完那句话，又觉得不管怎么说，自己把人家上了，结果起床就说这话太伤人了。对不起。冯文斌也不知道该怎么道歉，更何况事情已经发生了，再多的道歉又有什么用？纪明德已经收回了看向冯文斌的冷冽目光，一声不吭，面色暗沉的下床穿衣服，两个人的衣服都被随意的扔在地上，扔的到处都是。他的裤子半搭在床上，衬衫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满地凌乱的衣衫，不用想也知道他们两个昨晚有多激烈。拿起床角的内裤，纪明德抬起光裸的长腿要穿上，可抬腿的动作扯到身后的那个地方，引起一阵撕裂的疼痛，原本的钝痛突然变成强烈的痛楚。纪明德闷哼一声，脸色煞白，坐在床上低垂着脑袋，无法直视纪明德。冯文斌闻声紧张的抬头看向纪明德，纪明德正背对着他，抬起的腿将纪明德红肿的那处暴露无遗。想到那都是自己干的好事，冯文斌脸上一涨，恨不得给自己一耳光。纪明德强忍着难堪和痛意，很快穿上衣服。冯文斌留意到纪明德腿根处还有干涸的暗红血迹，你受伤了。冯文斌嘴比脑子快，说出了这令两人尴尬不已的事情。纪明德身子僵硬，没有回头。我下去给你买药。冯文斌身上不疼不痒的，穿衣服比纪明德方便多了。没脸再看纪明德，冯文斌眼神闪躲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快套好衣服，冲出门外。纪明德捡起地上的衣服，仿佛没有了洁癖一样，面无表情的默默将衣服穿上。等冯文斌拎着要回来的时候，房间里已经空无一人了。看着雪白的床单上醒目又刺眼的一小块血迹，冯文斌皱着眉，无力的倚靠床边，曲着一条腿坐在地上。怎么会这样？冯文斌手撑着脑袋，揉着隐隐作痛的太阳穴。他不是会酒后短片的人。冯文斌回想昨天的事情，昨天他看纪明德要醉了，就在酒店开了间房，把人送了过来。他要走的时候，纪明德不知抽什么风，拉着他跟他说起了心里话。当时纪明德也不看他，就扯着他衣服的一角跟他说话，也不知道当时的纪明德自己知不知道他在跟谁说的话，或者只是在自言自语。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一开始明俊让我照顾他，所以我对他关注比其他人多，越来越欣赏他，可后来怎么就变了呢？纪明德眼里露出一些迷茫。我会关注他的行程，看他社交软件信息，不知不觉的就超过了照顾的限度。纪明德说话时逻辑很清晰，言语也流畅，根本不像一个喝多的人。可冯文斌知道他其实醉了，要不然怎么会和他说这么隐秘的心事？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他和别人传绯闻，明知道那不是真的，知道是炒作，可我还是生气。那明明是很寻常的事，我为什么要生气？我才意识到我喜欢他。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喜欢上一个男人，这是不对的，我不该喜欢他的，那样是不对的，我和他都应该想像他人一样娶妻生子的。可是我没办法让自己不再喜欢他，所以我开始躲着他，控制着自己不去见他。我不能害了他，不能毁了他正常的人生。纪明德不想扰乱盛唐的正常人生，从没告诉过盛唐自己的心意，还为了躲着盛唐，提前把新康娱乐交给了纪明俊全权管理。纪明俊后来虽然知道了盛唐的性向，但这不是能随意宣扬的事，即便纪明德是纪明俊的大哥，纪明俊也没必要告诉他。况且因为纪明德一向比纪爸爸对纪明俊还严厉，在纪明俊的心里一直把纪明德和他爸当成一辈的人，
因为怕纪明德不能接受盛唐是同性恋，会对盛唐有偏见，纪明俊还一直特意瞒着纪明德，也是阴差阳错。对纪明德的做法，冯文彬只想说扯淡，喜欢就去追啊，你不说怎么知道人家不喜欢你？如果真是直男的话，人家也不能因为你的一句话就弯了，还说什么害不害的，要是人家本来就是弯的呢？以后要是他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了，你还不得后悔死？看纪明德一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的样子，冯文彬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他能不能听进去，也就没说话，听纪明德继续说。现在他有喜欢的人了，是个男人。得，还真让他猜准了。冯文彬有点乐了，他们很般配，我该替他高兴是不是？可是我真的很难受，这里难受。纪明德揪着心口的衣服，一脸痛色，还是放不下他。本来还觉得纪明德难受，也怪不了谁，都是自己做出来的。可看到平常都是冷漠强大的人这么脆弱的一面，冯文彬不由地心生同情，原本想骂醒他的话也说不出口了。听着纪明德说他这段无疾而终的初恋，冯文彬也想起来自己上学时那段苦逼的初恋了。那个时候冯文彬还是个有点害羞的小青年，一点不像现在这么风骚浪荡。喜欢一个看起来安静文雅的小姑娘，追了好久，结果那姑娘和一个小流氓一样的男生在一起了，那个男生还找人把她堵在胡同里打了一顿。冯文彬越想越觉得那会儿太憋屈了，再看看纪明德这个丧样，冯文彬烦躁的想喝酒。这家酒店的总裁套房里是有酒柜的，冯文彬拿出4瓶红酒，连杯子都不用，直接把木塞拔出来，两手拿到纪明德身前，还是不是爷们了？为了情情爱爱要死要活的，不是要喝酒吗？今天小爷就陪你喝。冯文彬记得两人喝完了1瓶，还一起去了趟厕所放水呢，然后回来像他现在这样瘫坐在地上背靠床沿继续喝，后面的记忆就不是很清楚了，估计他们两个都醉迷糊了。冯文彬隐约记得两个人贴得很近，他在宴会上就喝了不少酒，后来2瓶红酒下肚，迷迷糊糊的往身边纪明德身上靠，还是纪明德先亲了他一下，然后他就抱着人啃上去了。再后来啃着啃着就啃到了床上，然后就都说酒后乱性，哪成想他和纪明德两个大男人也能乱在一起啊！看着扔在手边的药膏，冯文彬懊悔的同时又无比担心纪明德的身体。昨晚上他喝醉了，下手没轻没重的，只顾着自己舒服，也不知纪明德受了多大的罪，都把人弄出血了。可他又不能去看纪明德，这个时候纪明德肯定不想看见他。换位想一想，要是背上的是他，看见纪明德早就揍死他了，怎么还会想见到他？还真得感谢今天早上人家的不杀之恩。冯文彬一脸苦笑。冯文彬又坐了一会儿，准备回去，站起来走了2步，感觉不太对，内裤有点松。刚刚脑子都是糊的，根本没注意，现在才感觉到不对劲。冯文彬松松皮带，翻看了一下内裤边缘的牌子，果然不是他一向穿的那个牌子。也就是说，他和纪明德慌乱之中错穿了对方的内裤。昨天两人刚好都穿的黑色的，纪明德看到床角的那个，首先就以为是自己的，身体的不适和昨夜的荒唐，让看似冷静的纪明德没有多余的精力注意更多。而冯文彬也穿得匆忙，逃似的出去给纪明德买药，又急匆匆回来，一路上都在纠结怎么面对纪明德。回来见人不在了，担心的同时，他也确实舒了一口气。想到自己的内裤此刻正穿着纪明德的身上，冯文彬心情复杂，像是他和纪明德之间还有着什么牵扯和羁绊。心里对纪明德的愧疚和对自己上了的男人的震惊，让冯文彬一整天一直精神恍惚。可能是心理压力太大，一直惦记着这事儿，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梦到那天晚上荒诞不经的种种片段，把模糊不清的记忆像放电影一般重现出来。他和纪明德拥抱着亲吻，啃咬着对方，像一对陷入热恋中的情侣，要在对方的身上留下自己的烙印，疯狂而热烈。在梦里，冯文彬清晰的看到被他压在身下的纪明德刚毅的脸色，似痛苦又是欢愉的难过表情，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严肃与死板。梦醒的冯文彬像经历了一场无比艰难的斗争，疲惫的舒了一口气。
腿间黏腻的感触提醒冯文斌他做了什么，他居然对纪明德梦遗了。羞愧和羞耻掺杂，冯文斌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他明明不喜欢男人，那晚都是误会，可他心底又带着一股隐秘的骚动，是因为纪明德而起的。一想到一向严肃的那人在他身下露出那么极力克制又沉沦放纵的表情，冯文斌心底就涌起他自己虽然不想正视，但却强烈到无法忽视的波动，像是一种征服那人的满足，又像是他自己欲罢不能的沉沦，又或者两者兼有。冯文斌说不清这是什么感觉，还是说他只是贪恋那天晚上身体上所带来的快感。冯文斌知道不单是这样，要不然他也不会对纪明德担心中带着一丝占有欲，想把那晚的纪明德藏起来，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占有欲。可是他一向喜欢的是善解人意的温柔女孩，怎么都不会是纪明德这样冷冰冰看着就没情绪的大男人。一座生情也太扯了，因为那意外的一次能让他的性向和喜欢的类型都改变。即便是万花丛中过，一向活得肆意明白的冯文斌，这回遇上纪明德这根草，也开始迷茫困惑了。想想昨天频繁出错、基本为负的工作效率，冯文斌干脆给秘书打了个电话说今天不去公司了，他得好好静静。可是在家不工作，脑子胡思乱想，更静不下来。他很想知道纪明德现在怎么样了，那个地方的伤口他会处理吗？冯文斌越想越觉得依纪明德的性格，他就算隐忍着也不会放下脸面去买药。实在不放心，冯文斌拨了一个号码，喂，江儿，问你个事，你们纪总这2天看起来心情怎么样？冯文斌的一个熟人在纪明德公司工作。怎么问这个？这是跟我打听商业机密，窃探敌情吗？对面的于江开玩笑道。不跟你开玩笑。听冯文斌的语气不太好，于江了解冯文斌的人品，而且就问问纪总的心情也不是什么大事，就照实说道，纪总昨天早上比较晚，脸色不怎么好，我昨晚下班的时候他好像还没走，不知道加班了多久才回去。不过今天他还没来上班。纪总是出什么事了吗？于江有些好奇，要是纪总加班是常事，但迟到不来可真是难得一见。没事。冯文斌说完就沉着脸挂了电话。都那样还去工作，还敢加班，就这么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吗？今天没去上班是出什么事了吗？能让那个工作狂不去工作，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冯文斌又气又担心，想去看看纪明德，又怕他不愿意看到自己，在家里坐立难安的转了2圈，最终还是拿起车钥匙出门。那天被冯文斌拉着去江边发泄完，冯文斌送纪明德回去时，纪明德不想太麻烦他，纪家距离那太远了，纪明德就让冯文斌把他送到距离比较近的一处别墅区。纪明德偶尔加班晚了，怕回去影响家人休息，就会住那。估摸着纪明德现在也不会回家，冯文斌一路踩着油门开到那天送纪明德去的那个别墅区。也不知道纪明德是不是有其他私家房产，冯文斌不知道，别处只能期待着纪明德能在这，要不他真的找不到人了。虽然距那天过来有还几天了，别墅区的保安倒还记得冯文斌，主要是他那辆跑车够骚气，这片开跑车的人不少，但纪总会坐这样的车就让那保安很意外了，就这么记住了冯文斌。而且这别墅区的住户不多，每天进出的也没几个人，所以保安也没忘了冯文斌。听冯文斌说是来找纪明德的，保安让他登记完就把人放了进去。保安也有点担心那纪总是不是出神妖事了，虽然人家是偶尔住这儿，但他可记得这个纪总可是从没上班迟到过的，都是准时出门的，而今天都这个点了还没见出来。保安热心提醒冯文斌道，纪总昨天晚上10点多才回来，今天也没出去，不是生病了吧？谢谢，我知道了，我这就去看看。冯文斌心里更急，匆忙跟保安道了声谢，就开着车进去。到了纪明德住处，冯文斌按了2下门铃，也没人来开门，急得他砸门。给纪明德打了个电话，也没人接听。不知道纪明德到底怎么了，冯文斌心里沉沉的，怕纪明德一个人在家里出了什么事。冯文斌退出门口，抬头往上看着
围着别墅转，想看看有可以进去的地方吗？一楼的门窗都是紧闭的，冯文斌突然看到2楼一处窗口的窗帘随风飘出窗外，那儿的窗户没关。冯文斌把外套一脱，连着手机扔在地上，退后几步，然后助跑，弓着身子在墙上蹬了几步，然后身子猛地往上一窜，手抓住了窗沿，蹬着有花纹凸起的外墙砖，冯文斌一使力爬了进去。这个窗口正是纪明德卧室的窗户，冯文斌一进去就看到纪明德躺在床上。纪明德双眼紧闭，眉头皱得死紧，一脸不正常的潮红，连冯文斌翻窗进来都不知道。冯文斌一看就知道纪明德肯定是病了，果然一碰纪明德就被他身上滚烫的温度给吓到了。这得烧得多少度了？人都迷糊了。冯文斌连纪明德身上的睡衣都没来得及给他换，在他家里胡乱翻了一通，找到药品箱，还好有备着常用药物，捏着纪明德的下巴给他喂了退烧和消炎的药，然后扛起人就往外冲，把纪明德塞到车里，调好空调的温度。因为是那个地方受伤引发的高烧，为了纪明德的颜面不方便带他去医院，冯文斌又给家庭医生打了电话，让医生赶紧带着退烧的针剂去他那。可能是冯文斌喂的药起了作用，等到冯文斌的住处时，把纪明德抱下车时，冯文斌感觉他身上不是那么热了。很快家庭医生也赶了过来，给纪明德量了量体温，38度5，还是很高，但应该不是很严重了。为了确保降温，给纪明德扎上点滴。等一瓶水吊完，纪明德才清醒了。有水吗？纪明德声音嘶哑道。有。听见纪明德的声音，低着头坐在床边也不知想什么的冯文斌猛地抬头，见纪明德醒了，双眼一亮，忙起身去给他倒水。纪明德看着冯文斌的背影，又闭上了眼。其实冯文斌去他家时他是知道的，但烧得太厉害，浑身没一点力气，连眼都睁不开。冯文斌端着水回来要扶纪明德起来，纪明德扶开他的手，自己撑着床坐起来，冯文斌忙给他背后塞了个枕头，让他能靠得舒服点。纪明德喝完水，冯文斌把杯子接过来，两个人都不说话，一时陷入尴尬的境地。还喝水吗？冯文斌抬抬手里的杯子，勉强的笑问。不了。纪明德淡淡道。谈话终结，空气又安静下来。纪明德本就不是话多的人，这个情况下和冯文斌更没什么可说的，而一向能言善道的冯文斌也说不出话来，低头紧握着那个杯子，跟和杯子有深仇大恨要捏碎他一样。半晌，等第2瓶药水滴完，纪明德拔了针头，对冯文斌道：多谢你照顾我。起身要走，冯文斌一把拦住他：你去哪？回去。回你住的那个地方。你那个住处不安全，为了好看连防盗窗都不装，很容易被人翻进去。你那儿也没人照顾，万一再烧起来怎么办？像今天要不是我去找你，你是不是得烧？傻了。对生病的人说那个字不吉利，冯文斌改口道。冯文斌一着急，各种理由都说了出来，想让纪明德留下，唯独没有说出心底那个最隐秘的念头。说到发烧，冯文斌又道：还有你这么大个人了，这么冷的天睡觉连窗户都不关，我能放心你一个人回去吗？纪明德从那天早上去了公司，没多久就开始低烧，但他自己不愿意去细想，想用工作麻痹自己，却总是对着电脑放空出神。正常一天的工作量被他拖到晚上10点才完成。持续低烧了一天，纪明德还一直以为是自己心烦意乱才会感觉不舒服，不想回家里，就去了那个住处。睡前在窗口吹了会儿冷风，因为发烧头脑不清晰，就忘了关了。冷风吹了一晚上，低烧也变成了高烧。不过这些纪明德都没告诉冯文斌，也没必要告诉他。纪明德面无表情道：我们没什么关系，那天的事你就当没有发生过，不用因为愧疚对我做这些。那种事怎么是说当没发生就能真能心无芥蒂放下的？冯文斌看了纪明德一眼，好，但你病成这样还是因为我。冯文斌声音低下来，又道：就算是普通朋友生病了，我知道了也不能不管，你要是真的当没发生，那就留下来，最起码等烧退了再走。见纪明德不说话，
冯文斌干脆耍无赖道：“除非你回家里去，有人照顾，要不然你走哪我跟你到哪。”纪明德没料到冯文斌会这么不顾及形象的耍无赖，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好。确实如冯文斌说的，他不会回家去，不想让家里看出什么而担心，他更不会因为那个难以启齿的原因让别人照顾他。明明他们两个之间发生了那样的事，这人怎么还能如此坦然的让自己留在他家？纪明德无法理解冯文斌的想法，直接道：“你不会觉得尴尬吗？”“怎么会不尴尬？”但冯文斌强撑道：“是你自己说要当什么都没发生的，现在你又一个劲的提起来。虽然那天晚上我们都喝多了，但我还是要跟你道歉。”“对不起。”冯文斌又道：“咱们以后工作上总会见面的，不能每次都躲着对方，或者不尴不尬的见面也不说话吧。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不能以后一直尴尬下去。你得学会重新正视我，我也要重新面对你。”“这是什么歪理？两个人每天面对面的把脸皮磨厚吗？那样以后见面就自然了。”纪明德一边觉得胡扯，一边竟又觉得可行。“所以你在我这住几天吧，等你身体好了再走。”冯文斌一脸的期待。纪明德没说话，算是默认同意了。为了让纪明德心里能平衡一点，冯文斌还胡扯道：“你也得给我道歉。”“我记得那天是你先亲的我，然后我们才那什么的。”冯文斌低着头说起来，还时不时掀起眼皮看一眼纪明德，活像个受了欺负又有些娇羞的大姑娘。“我还是第一次和男人那个，总之那天早上我看到身边的人是你，我都吓萎了，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你是不是得给我道歉？”纪明德同样不是酒后断片的人，那晚荒唐的回忆他记得清楚，确实是他先亲了倒在他身上的冯文斌，然后这人就跟被碰到什么开关似的，抱着他发起疯来。被冯文斌这么一说，纪明德也觉得那晚的导火索是自己。冯文斌一个直男和男人发生那种事，心里肯定不比他好受多少。纪明德知道那晚两人都醉了，他本就不怪冯文斌，于是真的向冯文斌道歉：“对不起。”连道歉都是这么面无表情，看着好欠打呀。冯文斌不禁又想起那晚纪明德脸上出现过的其他表情。对了，你等等。冯文斌联想到另一件事，快步走到客厅，拿起客厅茶几上的药。那是他那天出去卖给纪明德的，等他回去的时候，纪明德已经走了，他后来浑浑噩噩的把药拿到家里来了。冯文斌把药给纪明德，纪明德疑惑的接过来：“什么？就是你那里不是受伤了吗？这是抹那个地方的药。”冯文斌也不好意思细说，但又怕纪明德碍于面子不去管：“你不能讳疾忌医，你就当得痔疮了。行了，我知道了。”纪明德打断了冯文斌的话，面无表情的转身进了浴室，只是脚步有些仓促，但满怀内疚和小心的冯文斌并没有注意到。几天相处下来，纪明德发现冯文斌和他的生活习惯差不多，都是不喜麻烦的人。冯文斌也没有丝毫的少爷脾气，就是有时懒散一些，但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冯文斌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和他相处会让人感觉很舒服，并没有纪明德想象中的难堪。冯文斌则觉得纪明德这人虽然看起来很严肃，但绝不是那种专制独断的人，相反，他的严肃认真会让人有安全感，给人一种很可靠的感觉。但看纪明德老是板着一张脸，冯文斌总想逗逗他，想看这人露出不一样的表情，但因为两人目前微妙的关系，又不敢太过分，这让他心底跟藏了个不老实的猫似的，痒痒的很。不知是两人的神经太粗还是什么，本应无比尴尬的二人组，竟意外的相处的不错。从来不生病的人一旦病起来就不容易好，纪明德的体温升升降降，一直也稳定不下来，吃药打针都不管用。医生说没什么大碍，注意休息就行，但纪明德坚持每天去公司上班。冯文斌虽然很想让他休息，但又没有立场管这么宽，于是非要下了班去接纪明德，说是监督他按时下班养好身体。康德公司的员工首先注意到他们经常加班的纪总开始每天按时上下班了，然后注意到每天都有人在公司门口等着接纪总下班回家。康德公司2楼茶水间玻璃正对着公司门口，
两个留下来加班的职工借着煮咖啡的时间闲聊，那是谁啊？居然让咱们工作狂纪总都开始按时上下班了。其中短发的一人道：不认识，不过长得挺帅的。哎，快看，他摸吉总的头发了。留着大波浪的女人一脸惊讶，不是吧？你说他们不会是啊？他又摸总裁额头了。很有可能。短发的女人狂点头，咱们总裁30多了，据说都没有女朋友呢。很可能是，后面的话没说出来，但朝同伴使了个心照不宣的眼神。车里冯文斌捏着刚刚从纪明德头发上拿下来的一根非常细小白色的绒毛给他看，怎么弄头发上的？纪明德思索了一下，估计是谁羽绒服里的羽绒窜出来了，到处飘，最后飘到我这了。冬天这种事很正常。今天没在发烧吧？冯文斌说着要摸摸纪明德的额头。纪明德的体温不稳定，这几天他每天晚上都要起来2、3次去纪明德房间里摸摸他的额头，看他有没有夜里发烧，都摸顺手了。没有。不习惯被人触碰，纪明德身子往后仰了仰。其实中午的时候有烧过一回，不过没过多久就退了。冯文斌讪讪的收回手，那就好。纪明德从未把自己和冯文斌往情侣关系上想过，而冯文斌虽然送人上下班的事做过不少，但他接送纪明德可真没存什么歪心思。车内的两人浑然不知他们的行为让别人误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盛唐主演的《翡翠》虽然是借用了历史背景，但基本算是文艺片，还是一个悲剧。就算有盛唐这个影帝加持，票房也肯定比不过那些贺岁喜剧片，这是真岛和盛唐早就有的心理预期。不过令他们没想到的是，翡翠居然得到了官方的大力宣扬。现在追星的群体日趋年轻化，官方想借用盛唐在年轻人中的超高人气，号召青少年向革命先烈致敬，学习他们在特殊时期为了大我舍弃小我的牺牲奉献精神，增强青少年的爱国情怀。盛唐给袁泽家打电话的时候好笑道，那些媒体报道可真能瞎扯，解读的也太过了，其实真岛最初想拍的就是个戳泪点的文艺片。真岛还给我打电话诉苦，说他整天被记者堵着，要他说对翡翠的个人看法，为什么想拍一个可能票房会不高的战争片，是想向革命先烈致敬吗？干导演的人大多都有颗搞艺术的心，但多数都屈从于现实，选择迎合大众口味能挣钱的商业片，而像真岛这样的大导已经有足够的资本让他任性的搞艺术了。没想到搞到最后竟被人给强行掰成了跟郑苗红。盛唐学着真红的语气给袁泽家学真红怎么给他说的，小盛，你说说，他都这么问了，我能说不吗？我只能高深莫测的说，这是历史进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类影片。哈哈哈，不行，我想想真岛一本正经的在媒体面前故弄玄虚胡说八道的样子，我就想笑。盛唐学着学着忍不住笑出来。袁泽家客观分析道，你和真岛都是有足够高度的影视工作者，你们合作的电影都是有口碑的，你在电影里一个无意识的动作都可能会被放大解读。翡翠里面可是有床戏呢，他们也不怕教坏小孩。盛唐吐槽的正带劲，突然意识到他刚刚说了什么，慌忙捂住了嘴。果然袁泽家道，有床戏？不是。盛唐摇着头忙对着屏幕摆手，就一点点镜头只露了1秒，2秒钟的背，真的一点都不过分的。盛唐一脸懊恼的给袁泽家解释，恨不得把自己这张嘴给拿针缝上，让你什么话都说。因为怕袁泽家看到自己和别人的床戏心里会不舒服，盛唐还专门给袁泽家说，让他先不要去看，等他回来的时候他们一起看，然后等他回去的时候电影就下架了，到时候袁泽家就忘了这个电影。计划的好好的，没想到就这么让他自己给说出来了。其实袁泽家早就知道了，虽然没看电影，但网上盛唐的粉丝热议，他怎么会不清楚？原本很少登录社交网站的袁总，因为自家老婆已经能熟练的掌握了各种网络流行语了。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再有这样的戏了。盛唐右手举起来，想做一个发誓的手势，还觉得一只手不足以表诚心，2只手一起上了。
举着两只手面对平板电脑和原则家视频的盛唐，意外的发现拇指压着小指，然后其余三指分开放在脑袋边的动作有点好玩。眼神左右瞟了自己脸边的两只手，盛唐干脆手一横，把中间三根手指抵在脸上，你看可不可爱？盛唐歪着头，企图和原则家卖萌好蒙混过去。原则家在盛唐转着眼珠看自己手的时候就想笑了，觉得盛唐跟个玩着游戏被自己的爪子吸引到的小猫似的。原则家笑道，可爱，跟个猫一样。喵！盛唐歪着脑袋学猫叫了一声，然后笑着把手放下。原则家被盛唐可爱的样子惹得心痒，想抱抱他。每天都期待着和盛唐视频，但视频时看得见摸不着，又是另一种煎熬。原则家问道，过年确定不回来了吗？盛唐道，虽然还没有准确消息，但估摸着是不放假了。这部剧虽然投资的钱不少，但后期预算太多，演员还是得赶进度。说到这个问题，盛唐情绪也有些低落。这是他和原则家认识后的1个年，他都不能回去。可就算他能回去，他们两个也不能在一起过吧？原则家的家人都回国了，他肯定是要和他家里人一起过年的。和盛唐通完视频，原则家给秘书韩瑞打了个电话，找盛唐正在拍的电视剧建新的制片人，问问对方还需不需要投资。纪明德在冯文彬那儿住了4、5天，等身体完全好了，冯文彬才放人。道别时，两人看起来神色自然，就像是一般朋友那样。好像真的如冯文彬所说，他们共同预期的一样，两人能不再尴尬的和对方见面相处。表面上皆大欢喜，如同把沾染了墨水的地板用地毯盖上，看不见了就能自我催眠的说没有了。其实两个人都明白墨迹永远都会在那里，但又不得不这样自我催眠，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临近年终，公司年终总结，各种繁杂的事情很多，两人都无心也不愿再深究和多想这件事。时间在忙碌中过得飞快。腊月28，帝都温度零下10度，呼啸的北风刮在脸上刀割一样，又冷又疼。暗沉的天色丝毫不能影响盛唐愉悦的心情。电视剧追加投资，剧组的人都能松口气回家过年了。单乐将盛唐送到他家楼下，盛唐迫不及待的抱着傻黑田从车里出来，就要往家里走。盛哥，等等，U盘。田苗苗手持一个 U 盘从车里追出来。田苗苗转头左右看了看，有路人经过也假装没人，神秘兮兮道，差点忘了给你了，这可是我前一天晚上在我的珍藏里挑了好久才挑出来的经典。盛唐一只手已经够呛抱得动傻黑田了，把傻黑田放到地上，盛唐脸上不太自然的接过 U 盘，快速塞兜里，两人搞得跟地下党传递情报一样。盛唐拍拍田苗苗的肩膀道，好同志，组织相信你，组织放心，一定不辜负组织的信任。田苗苗脚跟一碰，腰板一挺，笑嘻嘻的朝盛唐敬了个礼，然后跑回车上。完全不知情的单乐看得云里雾里的，扭头问上车的田苗苗，你跟盛哥干什么呢？奇奇怪怪的，简直是两个神经病戏精。这是绝密信息，小伙子，你是没有资格知道的。田苗苗一脸贱兮兮道。单乐没有特别好奇，也不认为这两个经常性不靠谱的人能整出什么大事，对田苗苗道，别忘了咱俩谁才是前辈。说着发动车子离开。在公司处理完今年最后一点工作的原则家看看时间，估计着按从田苗苗那打听来的盛唐的航班时间，盛唐现在应该刚下飞机了。快步关上办公室的门，原则家准备回去。中途遇到点事情，等原则家回到家，盛唐已经提前到家了。盛唐没有提前告诉原则家他能回来过年，这次盛唐怕再出什么意外，没敢跑原则家那去，老老实实待在了自己家。而原则家也在和他视频的时候说过要工作到28才放假，盛唐也不知道原则家现在在没在家。给傻黑田倒好路上新买的狗粮，盛唐给原则家打了个电话，想问问他下班没有。喂，大宝贝，你猜猜我在哪？在哪儿？
袁总很配合的问道：“我在家，没想到吧？”盛唐迫不及待的想给袁泽家一个惊喜，也不卖关子了。盛唐又问道：“你现在下班了吗？你开门。”电梯门打开，袁泽家大步迈出，站在盛唐家门口道。盛唐突然就想起了那一次他从剧组回来见袁泽家时，他站在门口给袁泽家打电话让他开门。盛唐满怀期待的打开门，果真就看到他家俊逸的袁先生站在门外。袁泽家一手拿着一袋精致的甜点，一手抱着一只小白猫，让盛唐硬生生止住了自己向前倾着要抱袁泽家的身子。你去偷猫了？盛唐一脸惊讶的看着袁泽家手里干干净净的一只纯白的小猫。又胡说！袁泽家笑着进来，把手里的袋子给盛唐，买了你爱吃的抹茶味的马卡龙。盛唐接过来，头一次没有去管吃的，注意力全都在小猫身上。袁泽家把猫放下来道：“去甜品店买马卡龙，出来的时候这个小家伙就赖在我车轮上不走了。”袁泽家的车就停了一小会儿，从店里出来，引擎盖上就多了2个取暖的流浪猫，车轮上趴着这个小白猫。那2只大猫见有人来都蹭得很快跑了，只有这个赖在那一动不动，看了袁泽家一眼，继续趴稳稳的趴在那。袁泽家想起来盛唐说过想养只猫，便试着去抱那只流浪猫。那猫并不像其他猫一样有戒心，任袁泽家抱起来也不伸爪子挠人。袁泽家看这个小猫挺讨喜的，便把它带到宠物店里给它洗了澡，打了疫苗带回家了。袁泽家正是被这个小家伙拦路才回来晚了。好可爱啊！盛唐弯着腰看了小猫一会儿，忍不住蹲下来想摸摸它。小家伙好像也知道他以后也是有铲屎官的喵了，让盛唐摸了2下，就迈着优雅的小步子在屋子里转悠，像巡视领地一样，丝毫不胆怯。原本吃狗粮的傻黑田在袁泽家回来的时候朝门口看了一眼，可能是太饿了，都没跑门口接人，继续低着头吃狗粮。小猫迈着小步，这里闻闻那里嗅嗅，一步步朝傻黑田逼近。盛唐还怕他们会打架，早就在一旁预备着，如果他们动手，他就立刻把他们拉开。傻黑田突然闻到了陌生猫的气味，身子一顿，停下了吃狗粮的动作，一转头就看到在他屁股后面嗅来嗅去的小猫。嗷呜！突如其来的生物吓得傻黑田惨叫一声，撒蹄子就往自己狗窝里面跑，还因为跑太急脚底打滑摔了一下，又立刻爬起来飞奔，一头扎在狗窝里，自欺欺狗的把狗头藏到里面，露着屁股和尾巴。小猫也被傻黑田的大动作吓了一跳，不过小家伙显然比傻黑田有出息多了，很快就跟没事猫一样继续巡视自己的新领地。盛唐和袁泽家看得哭笑不得，蹲得腿麻的盛唐站起身对袁泽家笑道：“傻狗太没出息了，这么大个狗被一只小猫崽吓成这样。”虽然这么说，但盛唐还是偏向跟他时间长的傻黑田，说着去狗窝安慰受到惊吓的玻璃心小甜甜。费了好大劲才把傻黑田从狗窝刨出来，盛唐坐在沙发上抱着他安稳道：“摸摸毛，不怕，你说你怂不怂？”傻黑田被盛唐抱着摸毛才不怕了，哼哼唧唧的叫唤。还哼唧，说错你了，你也不看看你的个头，都能赶上10个他了。盛唐捧着傻黑田的狗头，让他去看还在到处溜达的小猫。傻黑田好奇的盯着小猫，脑袋扭着，随着小猫的移动跟着看过去。不怕了。盛唐说着，把傻黑田放到地上，去和新朋友打个招呼吧。袁泽家也没想到傻黑田能胆小成这样，本来还担心小猫会受欺负的，没想到居然颠倒了。袁泽家对盛唐道：“不用担心，让他们相处相处，熟悉了就好了，看他们对对方都没有恶意。”傻黑田被好奇心驱使着，小心翼翼的迈开腿，慢慢的朝小猫走去。可能是认为傻黑田对他没什么威胁，小猫无视的走自己的。见小猫不理他，傻黑田胆子大了一点，好奇的伸着鼻子在小猫身上嗅嗅，然后毫无防备的被小小的白团子迅速伸出的无敌喵喵拳一巴掌呼在了狗脸上，简直没有丝毫的尊严。傻黑田吓得直往后退，
耸唧唧，一脸委屈相。可一会儿又渐渐的凑过去，小心翼翼的闻毛团，结果又被赏了一爪子。几次下来，或许是见这傻狗对他没什么威胁，小毛团便懒得理狗，自顾自在家里巡视，任傻黑田围着他打转。盛堂看两个小毛孩的互动，看得津津有味。突然，盛堂笑容一顿，刚刚没看清楚，现在才发现这只看似通体雪白的小猫尾巴尖下面，盛堂心里咯噔一声，有局！看到小白猫尾巴尖下面一小撮橘色的毛毛，盛堂已经隐约预见到这只小猫的不可限量的未来了。怎么了？看盛堂表情不对，袁泽家问道。盛堂指给袁泽家，你看，它这里是橘色的。猫这种生物是一点橘都沾不得呀。盛堂觉得自己家的家具该换一批结实的了，得把现在如此娇小的你记录下来。盛堂拿出手机，对着小白猫抓拍了几张照片。袁泽家也是知道橘猫压他炕的笑话的，笑道：合理喂食，注意锻炼，应该不会长太胖的。但愿吧。盛堂道。小猫刚好朝两人看了一眼，不知是角度问题还是怎么回事，盛堂总觉得这眼神满是不屑。1年后看着白猫日渐发福的肥硕身躯，盛堂想起来他这一眼，那眼神明明就是愚蠢的人类，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橘猫。你给他起名字了吗？盛堂问袁泽家。袁泽家道：没有，你给他想个吧。叫什么好呢？白白的，叫大米。没有气势。盛堂很是犯愁。袁泽家道：不急，你慢慢想，先等我下去把给他买的猫粮和猫窝拿上来。盛堂和袁泽家一起下去。盛堂道：你没有料到我会回来过年吧？我也没想到我们会放假。梁导说是人傻钱多的投资商追加了投资，我们经费才充足了。打开后备箱，弯腰准备把猫砂盆拿出来的袁泽家手一抖，你拿着这个和猫窝。袁泽家把不重的猫砂盆和猫窝递给盛堂。哦，好。盛堂不自知道，多亏了金主爸爸有钱多的没地花，根本不知道他家袁爸爸为了能让他回来过年，投到剧组的钱比他这部戏赚的钱都多。本想深藏功与名，却没想到落得人傻钱多称呼的袁爸爸，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咽。哎，自己家这傻媳妇。袁爸爸一手猫砂，一手猫粮，脚步格外沉重。回到家，两人就看见小白猫在傻黑田的狗粮盆前慢条斯理的吃着狗粮，小尾巴向前把毛爪圈起来，看起来优雅又高贵。而傻黑田在一边看着，一副大哥您吃您吃。好吃吗？大哥给小弟留点呗的样子。想吃又不敢吃，怂得厉害。盛堂立马把猫粮拆开，给小猫倒了一点在他的小碗里，拿着碗在小猫眼前晃了2下，吸引到了他的注意力，然后把碗放在狗粮旁边。小猫试探着嗅了嗅，尝了一口，显然猫粮比狗粮更得他的喜爱。傻黑田看了一会儿，确定小猫不吃他的狗粮了，他才放心吃起来。盛堂道：这猫就叫王子吧，你看他那个傲气的小样。行。袁泽家自然没有异议，去我那边吧，这边家里什么都没有，没法做饭。好，你妈妈没在家吗？还有你弟弟不是也回国了？盛堂突然想起来这事儿。没在家，他们都去舅舅家了，别担心。袁泽家把盛堂揽在怀里，揉揉他的头发道：我妈今年应该是在舅舅家过年，他们30几年没过一个团圆年了。盛堂问道：那你过年的时候是去哪边？盛堂不自觉地带出一些期盼。我和泽瑞去爷爷那边陪他吃顿年夜饭就回来。袁泽家道：袁庆良那边他们肯定是不会管的，但袁老爷子没做错什么，更何况年纪大了，肯定希望儿孙陪伴的。早就预料到的结果，盛堂也没有很失望。要是袁泽家为了陪他不顾及家人，那就不是他喜欢的那个人了。盛堂只是期盼着明年能和袁泽家一起跨年。
本想把傻黑田和王子一起带去原泽家家里，但又怕小猫刚适应他家又换新环境会害怕，就没带去。虽然他看起来并不像是会害怕的猫。原泽家在厨房准备晚饭，盛堂在一边看着男人骨节分明的大手，突然想起他计划好的事情，伸手要摸衣兜里的 U 盘，却发现自己身上穿着薄线衣，外套早脱下来扔家里了。略一思索，盛堂对原泽家道：“我还是不放心那两小家伙，我回家去看看。”没等原泽家说什么，盛堂就转身出去了。回到家，盛堂拿起衣架上的外套，摸出 U 盘。即便知道没人看到，盛堂还是跟做贼一样，快速把 U 盘放到了裤兜里。虽说是借口，但盛堂还是真的有些担心一猫一狗并不是能相处和谐。在客厅没有看见他们的影儿，盛堂看傻黑田的房间门敞着，走过去一看，顿时笑了，这是吃饱了就睡啊。傻黑田趴在狗窝里，脑袋搭在向前平伸的前爪上，而王子居然趴在狗头上睡得正香。傻黑田听力敏锐，盛堂一过来他就睁开眼了，却丝毫不敢动弹，小眼神巴巴的瞅着盛堂。盛堂这个主人不帮忙不说，还拿出手机拍了个照。傻黑田跟着盛堂也是见过世面的狗了，拍照那是常有的事，一看盛堂拍照，立马嘴咧开，露出一个大大的笑来。要不是知道这是慢慢培养出来的条件反射，盛堂都要怀疑他是不是要成精了。没打扰小王子睡觉，盛堂悄悄的从家里出来，回到原泽家那儿。盛堂把照片拿给原泽家看了一遍，然后发了条微博。盛堂 V， 傻黑田也是一只有猫的狗了。焦糖布丁，怎么看傻黑田的笑我那么想打狗呢？这是红果果的炫耀吗？去抢猫吗？人家狗都有猫了，而我不说了，都是泪。丧气的咸鱼，我们不会有猫了。小哥哥，猫猫好霸气啊，直接在我黑头上睡着了。冷眼旁观，傻黑田你做狗的尊严呢？皮皮很开心，这就是传说中的丢尽了狗脸。笑哭彩虹糖，一个傻黑田就够萌了，再加上一只猫，不行了，萌到无法呼吸。路易猫皇，陛下猫猫叫什么？盛堂回复路易猫皇，王子。傻黑田和他的王子微笑。金砖面包，王子，好符合这个傲气的小猫啊。不过傻黑田和他的王子是什么鬼？逗猫棒，哈哈，这对 CP 有点萌。盛堂捏着兜里的 U 盘，刷微博都刷得心不在焉的。走神脑补了一下将要发生的事情，盛堂觉得脸有点热。呼！盛堂呼了一口气，那手在脸边扇了扇风，起身把 U 盘插到家里的电脑上拷下来。干什么坏事了？原泽家刚好端着菜出来，见盛堂一副紧张的样子，笑问道：“没有，我是会干坏事的人吗？”盛堂矢口否认，还否认的理直气壮：“你不能随便冤枉我。”盛堂的反应更让原泽家确认了他肯定干什么坏事了，要不然不会这么欲盖弥彰。原泽家也不急着拆穿他，想慢慢看他到底想干什么。好，不冤枉你，去洗手吃饭。盛堂逃过一劫，快速去洗手，现在还不能让原泽家知道。等快吃完饭的时候，原泽家发现盛堂明显的紧张和走神。原泽家夹了一块肉到盛堂碗里，咱们家还吃得起肉，不用一直啃骨头。啊！盛堂回神，放下那块被他啃了快1分钟，已经干干净净的鸡腿骨头。盛堂强行辩解道：“我这是尊重你的劳动成果，不浪费一点粮食。”好不容易吃完饭收拾完，盛堂和原泽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盛堂坐立难安，而原泽家神态自若的看着新闻联播，等着盛堂坐不住。挨到新闻联播结束，盛堂一副突然想起来什么的样子，对原泽家道：“对了，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的电影，他说很不错，不过我没看过，要不我们一起看吧？”好啊。原泽家有些意外，堂堂纠结了那么久，就是想和他一起看的电影。原泽家家里专门有一间房间装修成了家庭影院，看电影效果很好。去卧室吧。盛堂拉住原泽家，
把电脑抱到床上。盛唐快速上了床，在里侧坐好，电脑放腿上，拍拍身边空出的床位，让袁泽佳也上床。上来，这样看电影才有意思。袁泽佳把盛唐腿上的电脑拿下来，放到床头柜上，道：“先换上睡衣，要不然在床上不舒服。”此举正合盛唐的心意，盛唐麻利的起来，把衣服一脱，只留一个内裤，对袁泽佳道：“你这里没有我的衣服了吧？那我穿你的睡衣。”上次在袁泽佳家里意外的见到冯凌霜后，保险起见，盛唐让袁泽佳把他的东西都给拿了回去。袁泽佳家里也没有了盛唐的衣服，盛唐正好借机要穿袁泽佳的睡衣。换衣服的袁泽佳一转身就看到脱得干净的盛唐，盛唐那修长的躯体在灯光下更显白皙莹润，袁泽佳的视觉受到猛烈的冲击，回身给盛唐挑了一件睡衣递过去，视线低垂不去看他，穿这件吧。盛唐满意的套上，钻到被窝里。袁泽佳和他并排坐在床上，把电脑放到自己腿上，屏幕朝盛唐那边倾斜。你会不会看不清啊？盛唐拉起袁泽佳的一只手搭到自己后面，然后靠到袁泽佳怀里，美滋滋道：“这样。”袁泽佳调整了一下手臂的位置，让盛唐靠得更舒服。盛唐刚刚已经打开了电影，放到暂停上，直接又点了一下，电影就开始播放了。开始还挺正常的，画质也非常清晰，镜头先是由远及近掠过一片风景，然后转移到近处两个穿着短 T 恤的外国男人身上。盛唐也没看过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视频里的两人就会，盛唐紧张的心脏跳动加速，咚咚咚，跟打鼓一样，感觉怎么都不舒服。盛唐一会儿挪动一下身子，袁泽佳的身子和盛唐是紧贴的，自然感觉到了盛唐的紧张。只是袁泽佳不知道他为什么看个电影会突然紧张，不就是两个男人笑着谈论他们喜欢吃的食物吗？不过有点奇怪，一般很少有电影是这样的开场吧。不过袁泽佳也没有放太多的注意力到电影上，盛唐在他怀里不老实地动来动去，沐浴露和洗发水的淡淡香味萦绕在鼻尖，让袁泽佳无法做到心静如水。电影里两个人没聊多久就进了屋，屋里窗帘都是拉上的，两个人突然拥抱在一起开始接吻，并聊起对方的衣物，手在身上胡乱的触摸。盛唐身子完全僵硬了，强烈的羞耻感加上身后紧贴的袁泽佳传给他的身体的温度，让盛唐的脸色爆红，感觉身上比洗澡的时候都热。盛唐羞得不好意思看袁泽佳的表情，不再乱动，保持一动不动的姿势看着屏幕。那两人已经把对方的 T 恤衫脱掉了，正在解皮带，眼看着裤子都要被脱了的时候，电脑被一只大手合上。唐唐，袁泽佳声音有些低沉，我也不知道会是这种东西。盛唐羞耻到不敢承认，眼巴巴的看着袁泽佳，真不知道。联系盛唐从晚饭就开始的紧张，袁泽佳怎么会猜不出盛唐是故意的？知道。看袁泽佳把电脑拿走，放到床头柜上，盛唐心一横，跨坐到袁泽佳身上，搂着他的脖子，脸埋到袁泽佳的颈间，不和他对视了才不那么羞耻。我是想和你一起进行准备学习，你不是说你都没谈过恋爱的吗？我听说男人和男人之间做，如果技术不行的话，第一次有可能会很惨烈。盛唐说的委屈像都是袁泽佳的错一样。你以前也看过。袁泽佳头一次没有心软，声音里带着一丝气恼，一想到盛唐看过别的男人赤裸的身体，他就克制不了升腾的怒火，又气自己没有考虑这么多，居然让唐唐找这些东西。没有，我都找不到资源，想看都没法看。盛唐解释道，真不知道田喵喵那个腐女到底从哪儿弄来的这些东西，他一个真 gay 都不知道哪里能看到。袁泽佳都被盛唐的坦诚气笑了，简直拿他没办法。你呀，虽然是打算和袁泽佳一起观摩学习的，但看袁泽佳似乎不喜欢他看这么东西，盛唐也不再提，他自己也觉得太尴尬了。为了转移袁泽佳的注意力，盛唐就着跨坐在袁泽佳身上的姿势，歪头舔咬着袁泽佳的肩颈处，故意带着鼻音小声哼道：“我怎么了？”
盛唐随即又含住袁泽家的喉结处，男人这里都很敏感的吧？盛唐回忆着小黄文里的内容，虽然他没看过小黄片，但还是阅闻无数的。袁泽家闷哼了一声，堂堂别闹，我会忍不住。家里润滑剂什么的都没有，袁泽家怕伤到盛唐，就闹了。已经能明显的感受到袁泽家的欲望，盛唐一副大义凛然道：明天没有工作，来吧，我让你为所欲为。乖，家里什么都没买，你会受伤的。袁泽家忍的难受，却还是不愿让盛唐受到一丁点伤害。其实盛唐今天也就是想和袁泽家一起提前预习一下，没打算做到底的，所以也没有准备那些东西。但现在看着袁泽家为他隐忍的性感模样，盛唐突然就想和袁泽家真的做了，想彻底的占有这个男人。盛唐快速从袁泽家身上下来，光着脚就跑了出去。袁泽家一愣，没反应过来，唐，还以为盛唐因为自己的拒绝生气了，正要追出去，盛唐就又跑回来了，一下子扑到袁泽家怀里。盛唐把从浴室拿来的沐浴露塞到袁泽家手里，用这个也行的吧？盛唐还是有些害羞的，脸埋在袁泽家的胸膛，声音闷闷道。袁泽家不再说话，翻身把盛唐压在身下，吻上盛唐的嘴唇。盛唐的手搭在袁泽家肩上，热烈的回应。袁泽家的吻慢慢下移，细密的吻落在盛唐的下巴、脖颈、胸前，流连片刻，又转移到盛唐的耳根。以往两人亲热的经验让袁泽家记住了耳朵是盛唐的敏感点，果然盛唐嘴里溢出微弱的呻吟声音。窗外有雪花飘落，今年的第一场雪悄然落下，冷冽的北风将雪花吹到窗上，晶莹的雪花落在温热的玻璃上，转瞬即化，在窗上留下一抹水痕。屋内温暖如春，一夜沉浮放纵。盛唐早上迷迷糊糊醒了一次，一翻身浑身酸痛，特别是腰部酸的厉害，身后的某处因使用过度也泛着胀痛，不过身上感觉很清爽，袁泽家已经帮他清理过了。腰疼，盛唐委屈的哼了两声。袁泽家醒了有一会了，静静的看着盛唐恬静的睡颜，眼底是无尽的爱意与宠溺。过来，我给你揉揉。看盛唐醒了，袁泽家拂开搭到盛唐额头一绺的碎发道。盛唐又翻到袁泽家怀里，让袁泽家的大手在他后腰用适中的力度揉捏。被揉按的舒服的盛唐再次睡了过去，昨晚折腾的太厉害了，让盛唐疲惫不堪。等盛唐再次醒来，发现袁泽家已经不在床上了，转头看了看，窗帘拉着，屋里有些昏暗。盛唐找到手机看了看时间，已经11点了。虽然身上还很累，但已经睡饱了的盛唐还是爬了起来，身上清清爽爽，除了那个隐秘的地方有点疼，还有他这老腰因为过度的活动有点酸之外，也没有什么。也没下不来床啊。盛唐撇撇嘴，鄙视了一下小说里的小弱兽。唰，走到窗边拉开窗帘，阳光一下子照射进来，盛唐反射性的眯了眯眼，用手挡了一下，等适应了才惊喜的下面这个世界都是白茫茫一片。下雪了，隐约听见门外有动静，袁泽家应该是在家的。懒洋洋的洗漱完，盛唐在厨房里找到了袁泽家。厨房案几上有已经擀好的椭圆饺子皮，袁泽家站在案板前，放了馅的面皮被袁泽家修长灵活的手指快熟捏合在一起，一个饱满多馅的水饺成型了。听到盛唐的脚步声，袁泽家看向门口，眼神温柔，醒了。把手里的饺子和已经包好的放在一起，袁泽家2步走到洗碗槽去洗手上的面粉。饿了。盛唐走到他身后，伸手环住袁泽家的近腰，撒娇的在袁泽家身上蹭了蹭道：你还会包饺子啊？想吃？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不行。袁泽家道。盛唐一下子就想到拔屌无情这个词，放开袁泽家，一脸震惊道：睡完黛玉就降成这样了吗？连饭都不给吃了。睡完了，只能喝粥了。袁泽家听了，偏头亲亲盛唐的嘴唇，笑道：乖，你那里有点肿，先吃半流食会好一点。
昨晚帮盛唐清理完，袁泽家给盛唐抹了对皮肤黏膜没什么刺激的消炎药，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还是要注意的。袁泽家这么一说，盛唐顿时觉得那个已经被忽略的地方开始隐隐作痛。你都学坏了。盛唐不好意思的推开袁泽家，做出不在意的样子。好，快吃饭吧。知道盛唐嘴馋，袁泽家也跟他一起喝粥。袁泽家熬的粥盛唐也是喝过的，红豆粥软糯中带着微甜，很好喝。糟了，我把傻黑甜和王子给忘了。填饱了肚子，盛唐突然想起来，他家还有2个小毛孩呢。他们我已经喂过了，没事。袁泽家淡定道。我真是给他们找了个贤惠的娘。盛唐放松的笑道，嘴上占袁泽家的便宜。袁泽家只是看了盛唐一眼，也不说话。到底谁是娘，不是用说的。说到贤惠，盛唐又道，这么早就要包饺子吗？不是明天晚上才吃吗？袁泽家揽过盛唐，歉疚道，明天我去爷爷那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可能不能陪你吃晚饭了，先包点水饺给你冻冰箱里。盛唐从没觉得袁泽家对他有什么亏欠，就算是夫妻，还有分开回家过年的呢。盛唐捏着袁泽家修长的手指玩，把指节一根一根的压下去。你好厉害啊，居然连水饺都会包，我也要学，你教我。盛唐小时候也跟他妈妈学过，但一直没学会，包出来的非常难看，还没多少馅儿，所以盛唐一直觉得包饺子是特别难的事情。盛唐说完，拉着袁泽家洗手去厨房教他。放这么多馅吗？不会太多包不上吗？盛唐看着袁泽家弄的馅料，弄了相同分量的放在饺子皮儿上。没事，你先试试。馅料出来了，都说太多了，怎么办啊？盛唐向袁泽家求助。明明学着袁泽家的动作，放了馅料，一点点把面皮边捏起来，结果袁泽家的捏完饺子肚鼓鼓的，非常好看，而他的扁扁平平，捏到一半馅料就要溢出来了。袁泽家拿筷子把盛唐手里饺子的馅料挑出来一点，然后手把手的帮盛唐把他手里的饺子捏严实，还是好丑啊。盛唐一脸嫌弃道，虽然包上了，但和袁泽家包的一比，他的这个就跟得了重病要死不活一样。别急。袁泽家手上动作没停，继续把着盛唐的手给那扁平的饺子捏了一圈花边，本来摊平的饺子顿时好看了很多。这样就好多了，简直给他整了个容。盛唐觉得他可以放少一点馅，然后捏个这样有花边的，于是道，你放开我，我自己再弄一个。袁泽家放开盛唐的手，自己又拿起面皮继续包，手里动作着，眼睛却是看着盛唐。盛唐这回弄了一点馅，基本是将面皮对折捏上边，然后就要捏花边。成品出来后，信心满满的盛唐跟戳破了的气球一样，失望的把手里又一个濒危病号交给袁泽家，无力道，袁大夫再给抢救一下吧。袁泽家早就看笑了，一边给饺子做整形手术，一边给盛唐说他的问题，花捏的太大了，看起来不密实。好难啊，不包了。再试试，多练练就好了。袁泽家鼓励道，我包出来要是难吃都给你。我吃。你还是手把手教我吧，要不真没法吃了。盛唐弯腰从袁泽家的肘下钻到他怀里，袁泽家的骨骼要比盛唐大一些，将盛唐相对纤细的手包裹住，两个人腻腻歪歪的解锁了包饺子新姿势。盛唐的心思哪里还在饺子上，任袁泽家握着他的手动作，时不时偏头看袁泽家一眼，在他脸上亲一口，然后能傻乐半天。两人发自心底的愉悦显露在脸上和看着对方满是爱意的眼睛里。第二天上午9点多，袁泽瑞就过来这边，要和袁泽家一起去原来爷子那儿。袁泽瑞一直想见见能让他看起来像是性冷淡的大哥动心的大嫂，来之前还专门问了袁泽家盛唐是不是在他那儿。因为怕盛唐没必要的紧张，袁泽家没有提前告诉盛唐袁泽瑞要来的事，等袁泽家人到楼下了才和盛唐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啊？我穿这件衣服是不是显得太不成熟了？现在回家换一件还
还来得及吗？果然如袁泽家所料，盛唐开始紧张。虽然袁泽瑞和他们是平辈，还是弟弟，盛唐没有见冯凌霜那么紧张，但还是想给袁泽家的家人留一个好印象。不用换，你穿什么都好看。袁泽家安抚他的情绪。记得袁泽家给他说过，他弟弟是知道他们的关系，还帮他在冯凌霜面前刷过好感度的。叮咚，叮咚，门铃声响起，袁泽家去开门，盛唐紧张的捏着自己的手。大哥，盛哥在吗？袁泽瑞还没进门，站在门口就问道。在家呢。袁泽家和他一起进来。盛哥。袁泽瑞看到盛唐，立刻和他打招呼。大嫂看起来好年轻啊，感觉跟他年龄差不多一样。虽然在心里喊着大嫂，但怕盛唐会不喜欢别人这样喊，袁泽瑞还是稳妥的喊了盛哥。第一次见面，他也想给盛唐留一个好印象。你好。盛唐笑着道，袁泽瑞真人比他在袁泽家手机相册里看到的成熟一些。见盛唐比他还拘谨，袁泽瑞倒是先放松了，笑道，盛哥，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就都别这么客套了。你们两个都过来坐。袁泽家喊道。两个人都是脾气很好的人，很快就熟悉了，发现对方都比自己想的好相处多了。袁泽瑞也没坐多久，就要和袁泽家一起去袁老爷子那。大嫂再见。临走的时候，袁泽瑞和盛唐道别，一没注意，直接喊了大嫂。再见。盛唐脸一热，一句再见堵在嘴里，不知道该不该接了。袁泽瑞说完，心里暗道糟糕，居然把心里对盛唐的称呼喊出来了。站在门口带着小心看盛唐的脸色，见他只是有些羞意，并没生气，袁泽瑞才放心下来，对着盛唐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盛唐并不生气袁泽瑞对他喊大嫂这样女性化的称呼，他听得出袁泽瑞没有瞧不起他的意思，是把他当成他大哥的伴侣才这么喊的。但突然来这么一句，盛唐真的很是羞窘。袁泽家就在旁边一脸宠溺地带笑看着盛唐，盛唐一看袁泽家这么看他，脸上更热了，没什么威慑力的瞪了袁泽家一眼，对两人道，你们快走吧，别去太晚了。说完转身回家，把门给关了。看着他大哥和大嫂眉目传情，袁泽瑞觉得他一个单狗被狠狠虐了一把。哥，大嫂人很好啊。电梯里，袁泽瑞对袁泽家道，既没有清高的明星架子，也没沾染娱乐圈里谄媚的虚假风气，很真实有趣的一个人，也不怪他大哥能喜欢了。一个没什么背景的人，在娱乐圈走到现在的高度，依然能保有率真的品性，真的很难得。那种率真不是说天真傻气，而是在通晓各种世俗规则的情况下，依旧保持本真，保持不卑不亢的待人接物的态度。这还用你说？袁泽家也是实力老婆吹了，知道是你喜欢的人，不过咱们就不能客气一点吗？哥，从小你就叫我做人要谦虚的。看自家大哥一脸的理所当然，我老婆当然好的表情，袁泽瑞心里默默吐槽。见过盛唐后，和冯文斌一样莫名担心大哥感情生活的袁家弟弟心放肚子里了。大哥就是大哥，怎么可能会被人骗的？即便30才脱单，那也是大哥。兄弟两人一起去了袁老爷子住的地方，没有管袁庆良那边。虽然不管，但袁泽家估摸着袁庆良也是会来的。袁庆良虽然在和冯凌霜的感情方面处理的不好，但还是有孝心的。当年袁庆良让杜依林和袁立辉母子进门，老爷子负气一个人搬出来单过，袁庆良每年都会自己早早过来陪老爷子过年。结果今年等到中午要吃饭了，也没见袁庆良过来。虽然老爷子嘴上说不待见袁庆良，但终归是自己的儿子，老人又怎么不期望孙都在身边呢？今年袁泽家兄弟都在，袁振国还想着父子爷孙在一起吃个团圆饭呢。张伯跟在袁老爷子身边最久，很清楚袁老爷子心里的想法。张伯上楼偷偷给袁庆良打了个电话。张伯啊，我先不过去了，你们吃吧，我这边有点事，实在不能过去。
你帮我给老爷子说说好话，别让他生气。那边袁庆良语气焦灼道：大过年的你不来，他能不生气吗？他能怎么劝？张伯叹了口气，下去跟老爷子说。见张伯过来，袁老爷子冷冷的问道：他什么时候过来？张伯这点小动作自然瞒不过袁老爷子，说是有事，不过来，他不来就不来，我还不稀罕他来呢。袁老爷子没等张伯说完就生气的喊道：有事？能有什么事？整天屁事不干，现在过年了，倒忙了。过年都不回家吃顿饭，国家领导人都没他这么忙。爷爷，您别生气，注意身体。袁泽瑞劝道，他对袁庆良也是早就不当父亲看待了，本就不抱期望，更不会因为见不到他失望。袁老爷子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平心气和一点，对袁泽家两兄弟放轻了声音道：咱们吃饭。这回倒真不怪袁庆良，他那边是真的焦头烂额。庆良这可怎么办啊？呜，可怎么办啊？立辉要是出什么事，我可怎么活啊？第一人民医院里，杜依林正在袁庆良身边哭哭啼啼，惹得袁庆良心烦意乱。行了，闭嘴，别哭了！袁庆良烦躁的怒喝道。路过的小护士训斥道：你们小声点，这里是医院，没看见那儿写着禁止大声喧哗吗？小护士指着墙上的标语牌。袁庆良讪讪的不作声了，杜依林被袁庆良呵斥的也只敢小声抽泣了。自从袁立辉借助女友于彤家的实力和袁泽家争夺袁氏集团董事长的位置失败后，本就觉得袁立辉没什么出息的于光淼更看不上袁立辉了，根本不想让唯一的孙女嫁给这样一个一事无成的窝囊男人。可孩子都怀上了，极其疼孙女的于光淼也没办法。对于于彤和袁立辉商量着出国办婚礼的计划，于光淼却是极力反对的。在于光淼的思想里，在国外让个外国人主持婚礼，那哪里叫结婚？再说了，袁立辉又不是什么有脸面的人，到时候哪来这么大脸，麻烦亲朋好友都跑国外参加他们的婚礼？要是不宴请宾朋，那跟没名没分有什么区别？现在再过那办又太仓促，于光淼不想孙女在终身大事上受委屈，所以于光淼宁愿让孙女把孩子生下来再办婚礼，也不同意他们跑去国外。袁立辉风流惯了，和于彤交往的时候，为了在于彤面前塑造浪子回头好男人的形象，一直忍着没有偷腥。现在于彤怀孕了，他极其重视这个孩子，开始注意养胎，不再经常和袁立辉出去约会了。这就给了袁立辉可乘之机，让他忍不住趁于彤怀孕期间偷腥。昨天晚上他就是和一个约过几次的女人上了床。袁立辉泡妹子时一向出手大方，在接收了袁庆良给他的股份后，花钱更是大手大脚。和袁立辉上床的那个女人看中了袁立辉的钱，渐渐不满足于两人炮友的关系。可他是知道于彤的存在的，这人认为只有除掉于彤，他才有上位的可能。于是早上的时候故意匿名把酒店房间号发给了于彤，然后估摸着时间故意勾引袁立辉和他亲热。知道袁立辉以前的光辉事迹，于彤当即起了疑心，穿上衣服自己开着车就杀到了酒店，怒气冲冲的砸门，结果捉奸在床。预想的和真实发生的终归不同，即便于彤看到短信时有了怀疑，但心里还是一直在告诉自己袁立辉已经为了他浪子回头了。可房间门打开，看到裹着浴袍来开门的袁立辉和他身后床上捂着被子坐起来的女人，于彤自欺欺人铸造的美梦一瞬间破灭。于彤发疯的冲进去和那个女人辱骂厮打了一番，袁立辉没想到会被于彤知道，忙上去拉架。啪！于彤一巴掌打在袁立辉脸上，哭喊道：你还帮着这个贱女人！立辉床上的女人捂着被子缩着身子，看起来无比可怜。于彤，你冷静点！袁立辉被狠狠抽了一巴掌，原本被发现的愧疚全都化成了恼羞成怒。见袁立辉对他的态度如此恶劣，于彤的情绪更加激化，一番哭闹过后冲出酒店。而袁立辉还是不想放弃于家庞大的家产，犹豫了2秒追了出去。立辉，
床上的女人喊都喊不住，算计来算计去，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赶在于彤发动车子前，袁立辉强行拉开于彤的车门上了车。自小家庭的原因，于彤很渴望找一个爱人组建自己的家庭，原本就要实现的美梦一遭破灭，于彤受到的打击太大，情绪有些失控。袁立辉解释的话他也听不起去，看出于彤开车越来越快，方向盘也握不稳，马上就到了拐弯的路段，也不见他减速。袁立辉怕出事，正要踩刹车夺方向盘，结果拐弯处一辆大货车驶来，两人争夺间，方向盘打偏了，车子斜斜的朝货车开去。即便双方都拼命的踩刹车，但由于车速过快，还是撞在了一起。货车车身重，底盘稳，货车司机只是轻微擦伤，而袁立辉和于彤就没这么幸运了，小汽车直接被撞翻，飞出事发地点10几米远。再好的车也扛不住这样的冲击力，车内的两人直接当场昏迷，被卡在车里，还是货车司机打电话报警和叫的救护车。救护人员根据两人身上的证件信息，第一时间通知了双方家属。接到消息，匆忙赶过来的余光淼看到浑身是血，气息微弱的孙女颤着手签了手术同意书。虽然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但孙女早上急匆匆开车出去，现在变成这样，肯定和袁立辉脱不开关系。当即指着同意赶过来的袁庆良道：如果彤彤出了什么事，我让袁立辉陪葬。余光淼年纪大了，突然遭受了这么大的打击，在手术室外站了一会儿，竟晕厥了过去，被送去救治休息。手术室外只剩袁庆良和杜依林焦急的等着，怕老爷子知道车祸的事，连年都过不好。袁庆良还特地瞒着没告诉，只是说有事没法去。原来爷子年龄大了，身体不好，肯定是不能守岁的。中午爷孙们一起吃了顿饭，刘元泽家他们坐了会儿，就让他们回去了。冯林双以为袁泽家他们是要和袁老爷子一起过年的，而袁老爷一是身体撑不住，二是怕年轻人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就没让他们陪着。这么一来，袁泽家倒是可以和盛堂一起守岁跨年了。不过袁泽瑞就尴尬了，哪边都不好去。冯林双是要在冯家过年不回来的，他作为一个外甥，却不好跟着在舅舅家过年，而他大哥肯定是要和他大嫂在一起的，他当电灯泡也太没眼色了吧。袁泽瑞正犹豫着是不是找个酒店自己凄凄惨惨的过年，反正他10几岁就在国外上学，习惯了国外的生活习惯，对过年的习俗并没有特殊情节。想什么呢？还不上车？袁泽家没给袁泽瑞反抗的机会，跟小时候一样，大手掐着他的后颈，直接把人给塞车里了。袁泽瑞扑倒在后座，简直委屈，看大哥对大嫂那个温柔劲，对他这个亲弟弟就这么搓磨，很怀疑真是亲哥吗？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你不哥就别怪我不弟。被粗暴对待的袁家弟弟心安理得的要回去当电灯泡。后来袁泽瑞无比后悔自己一个单身狗为什么想不开要去找虐。倒不是说他大哥和盛堂两人有多腻歪，两人估计碍于他这个大灯泡在，一点亲密的举动都没有。但就是明明什么都没做，偏偏两人之间就是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和谐温馨的氛围。不经意的一个眼神触碰都能看出两人很相爱，简直是土狗现场，让单身狗没活路。特别是吃饭的时候，他哥给盛哥夹菜，看得出盛哥不喜欢吃芹菜，以为他看不见，就朝他大哥撇嘴，他哥就一脸宠溺地面带微笑看着盛哥，把人家看得不好意思了，把菜吃了才算完。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娘不管爹不爱的，敢挑食，直接被自家大哥没收了小饭碗，不吃就饿着。再看看眼前，哥，你对得起你亲弟弟吗？袁泽瑞觉得自己委屈，想哭，自己点的狗粮，哭着也要吃完。吃完晚饭，袁泽瑞道：我昨天没睡好，先去睡觉了，就不陪你们守岁了。溜了溜了，不要看你们秀恩爱了。袁泽瑞说完，扎进客房不出来了。盛堂对袁泽家道：那你去我那边吧，省得咱们看电视吵到他睡觉。回到家，盛堂撸完狗又撸猫，人生巅峰也不过如此了。
王子懒懒的躺在地上，乖乖露着白肚皮的任盛堂摸。过了一会儿，估计又想吃东西了，爬起来朝猫粮盆走去，不让盛堂摸了。盛堂意犹未尽的站起身问袁泽家：“现在几点了？春节联欢晚会要开始了吧？”袁泽家坐在沙发上，看的却不是电视，而是撸猫的盛堂。听盛堂问他，低头看了一下手表，道：“还有3分钟。”盛堂走到袁泽家身边坐下，苦着脸道：“吃的有点撑，肚子难受。”他吃了满满一碗的水饺，还有好多菜。多大人了，吃饭还没个分寸。袁泽家皱眉道：“家里有消食片吗？”没有，不用吃，过一会就好了。盛堂道。袁泽家不放心：“你胃不好，我还是下去买点药吧。真没事，就是有一点撑。这大过年的，附近的药店都关门了吧？再说外面还下着雪呢，车都不好开。那你过来，我给你揉揉。”盛堂又凑近了袁泽家一点，紧靠在袁泽家身上。袁泽家手掌附在盛堂的肚子上，摸到隆起的弧度，道：“馋猫。”袁泽家一手按照一个方向轻柔的给盛堂揉肚子，一手食指弯曲在盛堂高挺的鼻梁上刮了一下，声音里满是无可奈何的宠溺。喵盛堂一把抓住袁泽家刮他鼻子的手，皱着鼻子装凶学猫叫。吃了2口猫粮的王子听见猫叫，一脸莫名的抬起头看向两人，以眼神里满是疑惑，也跟着叫了一声：“喵喵喵喵喵。”盛堂孩子气上来，和王子对视，一人一猫比着叫。傻黑田则蹲坐在地上，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谁叫就看向谁。傻不傻？袁泽家笑道：“喵。”盛堂对着袁泽家凶凶的叫了一声，呲着牙看似凶恶，实则轻轻的在袁泽家脸上咬了一口，留下一个浅浅的很快就消失的牙印。不傻。袁泽家纵容道：“好好，不傻不傻，晚会开始了，看电视。”哦。电视里熟悉的6人组满脸笑意的登场，给大家拜年，还是和往年一样，给人热闹喜庆感觉。只是这一次盛堂身边有个人陪他一起了。往年盛堂如果这天不在工作，都是自己在家看春晚的。可能是这些年各种娱乐节目多了，大家的审美要求也提高了，网上好多人都说春晚越来越没意思了。但盛堂觉得还好，从小30这天都是家人一起看春晚的。那时候家里冬天没暖气，都是裹着被子也要看春晚，熬夜守岁。盛堂还记得他妈妈给他说过，他小时候指着电视里跳舞的人说，他长大了也要上春晚。童言无忌，当时被拜年的大人们互相传着当个乐子，谁又能想到现在他真的能上这个全国观众都会看的晚会呢？虽然有能力上了，但想看的人已经不在了，与其站在舞台上表演，还不如现在这样和爱人依偎在一起看节目。想到小时候的事，盛堂道：“现在都不能放鞭炮了，小时候看春晚的时候，总会伴随着一晚上几乎不断的鞭炮声，特别是快到12点的时候，外面鞭炮声响的根本听不见电视里说的什么。春晚从来都不是用来认真看的，大多数时候都是家人一边吃东西一边闲聊2句，然后看几眼电视，遇到相声小品哈哈笑一阵。”盛堂一脸怀念的跟袁泽家说话，还有各式各样烟花，不过那时候放烟花的人还是很少的，都是家里比较富裕的才会买，我就仰着脖子看人家放的烟花，直到看的脖子都酸了。盛堂说着，像是又感受到那种酸意，忍不住手伸到颈后揉了揉自己的脖子。袁泽家听盛堂说话，也没在意电视里演的什么，两个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话。盛堂突然坐直身子，一脸好奇，满是兴味的问袁泽家：“哎，你小时候怎么样？你小时候是怎么过春节的？”“我和你差不多吧。”袁泽家想了道：“都是和家里长辈一起吃饭，守岁是自愿的，不过我们家一般都是按时睡觉的，过年也不例外，可能比你家要无趣的多吧。”“也没什么啊，跟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也没什么区别啊。”盛堂又靠回袁泽家身上，还以为你们有钱人能怎么样呢？盛堂很有阶级意识的把自己这个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和袁泽家这个资本主义家的大少爷划分开来。袁泽家笑了笑，
区别大概就是你看烟花，而我们放烟花吧。袁泽家又道：有钱人也不能怎么样啊，你现在也有钱了，感觉和以前过年有什么不同了吗？说的也是，除了吃的好点了，确实没什么不同。盛唐道：还连烟花都不能看了。袁泽家道：有钱有有钱的活法，没钱有没钱的活法。不同的人生活不一样，但他们所拥有的幸福和快乐，有时候却不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确实是。那你现在还是按时睡觉吗？盛唐问道。虽然他和袁泽家交往不久，但现在一想，和袁泽家一起住的时候，他们好像都是在10点之前就睡觉了。他和袁泽家通电话也一般是10点前就挂了，只是偶尔会忘了时间聊得久一些。果然袁泽家道：没有意外情况都是10点前睡觉。抬头看了看袁泽家既安全又英俊的发际线，盛唐脑补了一下他和袁泽家以后的生活日常，大概就是每天晚上袁大宝宝已经乖乖的按时睡觉，而他还在熬夜玩手机。昏暗的手机光线下映照着日渐头秃的自己。想到这个，可能盛唐浑身一激灵，担忧的摸了摸自己上存的头发。怎么了？袁泽家不解的问道。没事。盛唐摇摇头。我不能告诉你你对象要头秃这么悲惨的事实，我怕你吓得睡不着，然后也跟着头秃，这是为你好。袁泽家道：肚子还撑吗？站起来走走。我记得家里还有买的橙子，吃了能消食，我去给你拿过来。行。盛唐站起来在屋里转着圈走来走去，袁泽家回家拿橙子给他切橙子吃。一通折腾下来，盛唐总算舒服点了，但还不宜立刻睡觉，两人又继续看电视。坐下后，盛唐一脸严肃的对袁泽家道：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袁泽家不解，怎么突然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他们到底谁说的多啊？我有点渴了，但还有点撑，不能喝水，说话多了口干。盛唐说完闭嘴不言。袁泽家既无奈又觉得好笑，他家堂堂怎么这么可爱？可是一不说话，单看电视，盛唐就开始犯困。以前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看着看着就睡过去了，原以为今年有人陪着他能熬到12点，结果还是中途靠在袁泽家身上睡了过去。袁泽家小心翼翼的把人抱到床上，又回到客厅把电视关了，匆匆洗了个澡，上床搂着盛唐一起睡了。两个一向不守岁的人还是没能熬到12点。大年初一，他们那儿有习俗，说是不能出门的，要从初2开始才会陆续拜访亲朋好友。这一天什么事都没有，盛唐还打算睡到晌午的，结果8点多就被袁泽家喊起来了。袁泽家站在床边，弯腰捏着盛唐的鼻子，让他喘不过气来，自己憋醒了。起床吃饭了。不吃，要睡。困盛唐半眯着眼，迷迷糊糊的赖床，连袁泽家什么时候起床做饭的他都不知道。不行，不能不吃早饭。你是不是以前都这么饮食不规律，才胃不好的？盛唐含糊的应着，又要睡过去。袁泽家趴到床上，身子隔着被子斜压在盛唐身上，继续捏他鼻子。懒虫，起床了，都睡这么长时间了。盛唐被压得没办法，鼻子又被捏着，瓮声瓮气道：起，这就起床，你先从我身上起来。乖。袁泽家在盛唐脸上落下一吻。吃完早饭，盛唐突然道：泽家，我带你去跟我爸妈上坟吧。盛唐工作的特殊性导致他时间不固定，好几次过年都是在剧组拍戏，没能给父母过年上坟。在他看来，给父母扫墓上坟是一种心意，没必要非按着节日来，平日里多去几趟，有这份孝心，比节日里走个形式要好得多。袁泽家看了盛唐一会儿道：好。盛唐和袁泽家一起买了一些水果和点心，驱车前往墓地。墓园种着许多柏树，一排排墓碑静默地伫立在风中，看起来肃穆又凄清。不过今天来扫墓的人不少，倒是没有平日里的冷清了。盛唐前几年把父母的坟迁到这边墓园，把他们合葬了。
盛唐修长劲瘦的身材隐藏在厚厚的长款羽绒服下，整个人鼓鼓囊囊的，没人会联想到这个大明星。加上他还戴着大号黑色口罩，来目的的人都是一脸肃穆，不会晃着脑袋到处看，所有根本没人认出他来。带着袁泽家一路来到东南方的一座墓前，墓园管理的不错，很干净整洁。墓碑两旁分别种着2株杜鹃花，那是盛唐亲手种的，盛妈妈生前最喜欢杜鹃花。现在正值寒冬，不是花期，杜鹃被冻得蔫兮兮的，不过来年春天天气回暖，又会开出艳红的花来，陪伴逝去的人。盛唐把带来的东西放到墓前，盛唐跪下把照片上的浮灰擦去。爸妈，我又来看你们了。我这一年过得挺好的，你们放心吧。我这次给您俩大儿媳妇来了。盛唐指了指同在身边跪下的袁泽家道：你们儿媳妇长得好，挣钱多，对你们儿子还好，看看是不是很满意。袁泽家不在意盛唐的安给他的儿媳妇的称谓，认真的在坟前磕了2个头。叔叔阿姨你们好，以后我会好好照顾唐唐，一辈子爱护她，你们放心。袁泽家没说太多，但字字坚定。盛唐拿胳膊肘倒了倒袁泽家，刚刚我爸妈说了，看你长得帅的份上，就勉强让你进我们盛家的门了。袁泽家笑意温和的看着盛唐，然后又对着墓碑喊了声爸妈。这时和盛唐隔了几米远有一户人家也过来扫墓，但并没有过多的留意他们这边，他们以前都没和盛唐遇到过，所以并不认识，只以为是这家的兄弟俩一起来上坟了。生死有命，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一味沉浸于分别的哀痛，不如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过好自己的生活。盛唐来这里并没有很伤心难过，最难过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就当是陪着父母一起聊天。又低声在墓前向父母说了说自己的近况，盛唐和袁泽家一起离开。见了我爸妈，你就是我们盛家的媳妇了。回到家后，盛唐大爷似的往沙发上一靠，媳妇，给我倒杯水。袁泽家挑了一下眉，你刚刚还跟我爸妈保证要照顾我，对我好的。盛唐一脸得意。袁泽家揉揉盛唐的头发，去给他倒了杯水，喝吧，媳妇儿真好。盛唐喝完水，喊上瘾了，说完还一副调戏的架势，要亲袁泽家的脸。袁泽家刚好一转头，让盛唐很准的亲到了嘴上，盛唐干脆搂着袁泽家的脖子，加深了这个吻。袁泽家一手托在盛唐的脑后，一手轻抚着盛唐的后脖梗，舌头探入盛唐的口腔，每一处都不放过的扫荡而过。盛唐很快被亲得软软的贴靠在袁泽家身上。今天见了盛唐的父母，两人的关系像是进一步的确定和巩固了，说不出的微妙情绪涌动在两人的心间，全数交付在这热切的满是爱意的拥吻中。两人的唇齿分开片刻，互相抵着额头，感受对方呼出的温热气息。很快两人再次吻到一起，渐渐地两人都有了反应。盛唐贴在袁泽家耳边道：我想白日宣淫。盛唐回想起那天后半程让人头皮发麻的愉悦快感，很想再试一次。后面没事了吗？袁泽家还是以盛唐的身体为重。没事了。盛唐的手不老实的摸着袁泽家。袁泽家的呼吸加重，将撩拨的人抱起来进了卧室，有必要让嘚瑟的某人明白谁才是真正的媳妇。两人第一次的第二天，袁泽家就买了润滑剂和避孕套放在了家里。这次有了前一回的经验，两人很快就渐真加进。盛唐比上一次舒服了很多，并没有很疼的就享受到了。对此盛唐倍感欣慰，沉沉浮浮中想着，要都是那么疼的话，他说不定会变成性冷淡的。见盛唐这个时候还能走神，还怕他受不住的袁泽家加快了频率。破碎的呻吟声从盛唐口中溢出，盛唐觉得像一叶在波涛中起伏不定的扁舟，过多的快感让他完全沉浸其中，再无法顾及更多。冯凌霜初二从冯家回来，再加上袁泽家那边会有长辈、朋友、合作伙伴什么的要见，两人再次各回个家。盛唐5号才回剧组，难得有时间可以拜会亲朋好友。盛唐爸爸去世的早，妈妈是家里独女，两人都去世多年了，两家的老人也都不在了，这种血缘纽带断了，家里边的亲戚关系早就淡了。
盛唐不用去看望，只去拜访了一些关系好的，正好在家没工作的导演和一些演员朋友。那些人盛唐都是在他们家坐坐就走的，唯独纪明俊家，那可是他干爸妈家。盛唐早年和纪明俊一起拍戏认识的，季妈妈隐约知道儿子认识了一个对他不错的朋友。不过那时季妈妈对盛唐并没有什么好印象，季妈妈在事业上帮助继父很多，对娱乐圈也是很了解的，见多了险恶人心的季妈妈听儿子提起盛唐时，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所谓的朋友是不是知道儿子是新康娱乐的少东家，才刻意巴结讨好的。也不怪季妈妈恶意揣度，当时纪明俊隐瞒身份，又被导演刻意针对，旁人都避之不及，唯恐和他走得近了，连带着被导演拉进黑名单。娱乐圈里太过混乱，谁都恨不得多长几个心眼，唯恐被人算计了。偏偏这个时候出现盛唐这么一个热心的人，多半人都会有想法的。不过后来也没见盛唐有什么举动，吉姆就渐渐放心了，也忘了这个不起眼的小明星。直到1年后，盛唐出演的电视剧《一代天骄》播出，那时候网络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晚上看电视的人很多，盛唐扮演的少年天子干净俊俏又暗含阴贵之气，吸了不少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说的妈妈粉。而且由于之前的偶像剧《看星星的灰姑娘》，盛唐还给这部剧招来了一批女友粉。本来受众不太广的一个历史类电视剧，当年意外的拿到了收视率第2的好成绩。收视率好就有人买版权，当时《一代天骄》创下了3台联播的盛况。季妈妈看到盛唐演的那个角色，是也很是喜欢这个年轻的演员。那时季妈妈已经忘了盛唐是儿子提过的那个朋友了，还跟一起看电视的大儿子说，这个演员我看挺好的，年纪轻轻这演技跟他搭戏的老戏骨都没压住他。你看看他是那个公司的，能不能挖到咱们家来？这小伙子前途不可限量。同在身边的纪明俊搭话道，妈，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那个朋友盛唐啊，我跟你说的话你都没往心里去吧？你答应我要看的看星星的灰姑娘，你肯定也没看，要不然你怎么连盛唐长什么样都不记得？纪明俊越说越生气，虽然现在他恨不得把那部造型杀马特的偶像剧禁播了，但那时候他还臭美的觉得自己挺酷挺帅的。就一群小青年那大到辣眼睛的电视剧，季妈妈强忍着看完1集，再没打开过那部剧。季妈妈心虚道，怎么没看啊？这不是我经常看太多明星把他给忘了吗？我说怎么有点眼熟呢？哪天请你朋友来家里吃顿饭？季妈妈随口道。好。季明俊道。没想到随口一说，用来转移话题的话居然被纪明俊当真了，真的带着盛唐来家吃饭了。主要是继母经常说纪明俊身边的朋友没一个努力向上的，整天聚在一起就知道玩，跟长不大的孩子似的。纪明俊就惦记着带盛唐给他妈看看，他的朋友里怎么就没努力向上的了。盛唐的家庭情况被那时盛唐所在的公司未经盛唐同意故意披露出来，当成为盛唐博取同情和关注的工具，所以纪明俊知道盛唐父母都不在世的事。为了让他妈觉得自己的朋友很好，纪明俊还故意跟他妈添油加醋的说盛唐家里是多么困难不幸，盛唐又是多么努力，为盛唐在季妈妈面前塑造了一个身世可怜却奋发图强的可怜又倔强的小白羊形象。所以季妈妈见到高高瘦瘦看起来很乖巧老实的盛唐时，很是怜爱这个可怜的孩子。相处中发现这孩子待人很真诚，真是个没心机的。见惯了聪明伶俐满身心眼的人，季妈妈觉得盛唐的率真和善良的心性难得可贵，对比自家不省心的小儿子和太过省心的大儿子，他打心底里喜欢乖巧懂事的盛唐，再加上儿子难得有个能当正面榜样的真朋友，季妈妈就认了他当干儿子。不过并没有公开，私底下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一是盛唐是演员，一旦公开了，那他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很可能被人一句还不是他有背景有后台抹杀。二是季妈妈也担心盛唐的心性会因为有了他们家这个后台而改变。季妈妈也提过让盛唐和他们一起过年，但盛唐婉拒了，虽然他有空会来季家吃饭，
但过年却还是不一样，那终究是别人的家，盛唐不想自己一个外人打搅人家的天伦之乐。加上盛唐有时在外地工作不回来过年，吉姆也不再提让盛唐跟他们一起过年的事了。盛唐带着年礼去季家给他干爸干妈拜年，没想到在门口正遇上来拜年的冯文彬。哎，盛唐你怎么在这？冯文彬首先看到了盛唐。我给我干妈拜年，你这是？知道冯文彬和袁泽家表兄弟关系很好，盛唐也不瞒他。你干妈？冯文彬脸上的笑意僵住，转头看看这栋别墅门牌号，御苑27号，是纪明德家的没错。想起那天纪明德喝醉了说的话，那个让他借酒消愁的人一听就是明星，还能得到他的特别照顾，那除了是他们公司的艺人，他们之间肯定还有别的关系。现在盛唐这么说，冯文彬很难不将盛唐与纪明德口中的那个人联系在一起。冯文彬想确定一下，你干妈是纪明德他妈？对啊，怎么了？见冯文彬反应这么大，盛唐不解道：没事，就是有些意外。冯文彬收拾好震惊的情绪，尽管心里还是波涛汹涌，但面色已经变得自然。我和纪明德在生意上有合作，过来这边拜个年。盛唐道：这样，那我们一起进去吧。他怎么感觉冯文彬刚刚说话的语气有些冷啊？是他的错觉吧？应该是在外面站久了冻的。冯文彬心里一团乱麻，和盛唐一起往里走。他这段时间经常会想起纪明德，想起他们那个意外的荒唐夜晚，即便年终工作繁忙，可只要一闲下来，他就控制不住的会想到纪明德。想那个面瘫脸不是还在工作，还是已经回家了？不过以那个人工作狂的个性，应该和他一样也在加班吧。自欺欺人的告诉自己会想他，只是因为两人之间发生过那种事，他心怀愧疚而已。更何况纪明德是个男人，他怎么会因为那一次就变了性，像喜欢上男人？至于那念念不忘的感觉，肯定是最近太忙没有疏解了，等过了这段时间找个女朋友就好了。可放了年假，他和朋友一起去酒吧放松，碰上一个按他以往的标准处处合眼缘的美女，对方对他也有那个意思。可那天最后关头，他脑子里全是那晚纪明德在他身下皱眉隐忍的刚毅面容，再看眼前的人，突然就觉得原来他眼里的美女现在看起来矫情又做作。冯文彬顿时没了兴致，自己一个人又开了一间房。浴室里，冯文彬对着淋浴闭目仰头，温热的水柱喷洒在脸上，水流顺着肌肉的线条由上自下，最终流到防滑地板上。脑子里想着纪明德的冯文彬，却竖起了对着隔壁房间的美女都没反应的旗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冯文彬一宿没睡，不愿意再欺瞒自己。冯文彬认真剖析了一晚上自己对纪明德的真实感觉。那个人虽然不像女孩子一样性格温柔体贴，但是个很负责任、很认真坚韧的一个人。而他自己也早就在那几天的相处中被他吸引了吧，只是不愿意正视而已。死面瘫，一点情趣都没有，他怎么会喜欢上一个这样的人？浑身硬邦邦的，摸起来都不舒服。那天是他喝醉了，才会觉得比女人抱起来舒服。不是有科学研究说大脑有时候会骗人吗？怎么就喜欢你了？冯文彬嫌弃的说着纪明德的缺点，说着说着突然笑了出来。那是突然想开了的释然，是不再费力欺瞒自己的放松，更是初恋般悸动，知道自己上喜欢一个人，一边羞于承认，一边怀揣着喜欢这种美好情绪，暗自欣喜。想着他哪里都好，却又不承认的，非要将他说的一无是处才好。冯文彬一向洒脱，不会纠结于性向的问题，秉承着喜欢就追的原则，冯文彬准备追求纪明德。可是纪明德那儿心里不是还有个求而不得的白月光吗？冯文彬哼了哼，心里酸不溜丢的。没事，反正据纪明德说白月光已经有主了，他们肯定是没可能了。再说凡事有好有坏，至少他不用费力气掰弯纪明德了不是。终于今天冯文彬借着拜年的机会来见见纪明德，没想到居然遇到了盛唐。纪明德心里的白月光不会是他表嫂吧？冯文彬觉得老天在玩他。看到盛唐和冯文彬一起进来，
坐在客厅沙发上和继父聊天的纪明德脸上冷漠疏离的表情出现裂痕，眼底显露出明显的惊愕神色。冯文斌一进门，目光就停留在纪明德身上，没有错过他脸上那持续了2秒的错愕表情。冯文斌心里很不是滋味，纪明德的表情无疑证实了他心里的那个人就是盛唐了。唐唐来了。季妈妈看到盛唐过来，高兴道，又看到落后盛唐一步的冯文斌，问道：“这位是？”纪明德敛去神色，站起身迎上两人，对着盛唐点了点头示意。盛唐对他喊了声大哥。盛唐和季家人中关系最生疏的就是纪明德了。和盛唐打了招呼，纪明德像介绍普通来客一样接待冯文斌。妈，这是丰和公司的冯文斌冯总，我和冯总在生意上有合作。冯先生，快坐，怎么还拿这么多东西？季妈妈客气的接过冯文斌手里的礼物。冯文斌谦恭道：“伯父伯母，晚辈叨扰了，您叫我名字就行。”纪明德道：“妈，我带冯总去我书房吧。”纪明德不是很想同时面对盛唐和冯文斌。好好，你们聊你们的。季妈妈不疑有他，想着他们可能是要谈事业上的事，和善的笑道：“堂堂过来坐。”干爸干妈过年好。盛唐坐在季妈妈，笑着跟长辈说祝福的话。季妈妈从果盘里给盛唐拿了个橘子，吃个橘子，前天刚空运过来的，挺甜的。纪明俊伸过头来问道：“盛唐，你跟刚刚那个冯总认识吗？怎么一块过来的？”“不是一块过来的，刚好在门口遇见。”盛唐一边剥橘子一边道：“不过倒是认识，他是袁泽家的表弟。”纪明俊眼神里带着调侃，点头拖着音调喊道。盛唐把剥下来的橘子皮对准了纪明俊张着的嘴扔过去：“让你哦！”啪！两人距离太近，纪明俊根本没来得及躲开，只是闭上了嘴，橘子皮准准的砸在了纪明俊嘴上。纪爸爸见两人奇奇怪怪的，问道：“你们两个说什么呢？”“没事没事。”纪明俊摆手。继母笑话继父道：“人家小年轻的秘密都不爱跟你个糟老头说，你还整天啥都想知道知道。”季爸爸哼道：“说的跟你不想知道一样，我不就是比你嘴快了一句吗？”一没有外人在，继父继母又日常斗起嘴来。纪明俊悄悄指着一脸得意的盛唐，压低声音道：“怎么了？你凭什么砸我？”楼上纪明德书房。不要告诉我这些书你都看过。冯文斌随口引了个话题。纪明德的书房不像大多数人一样只是在家工作的地方，他的书房是真称的上市书房，3个结实的木质书架上整齐摆放着各类书籍，基本都看过。谁料纪明德声线低沉中带着冷冽道：“你还是不是人？要不要这么变态？”冯文斌摸到一本大部头经济学书籍的手一顿，一脸的不可置信，半开玩笑道：“就是看着多而已，其实分配到20多年的这么多天，根本算不了什么。”纪明德被冯文斌丰沛的情绪带动，说话的语气不再像刚刚那么冷硬，甚至带了一丝笑意。那也很厉害了。冯文斌突然想起来一个说法：你要是想追一个人，就像他借本书，一借一还，就能有2次相处的机会。当时冯文斌不以为意的嗤笑，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信息时代，电子阅读越来越普及，虽然纸质书籍有其无可取代特殊的地位，但毕竟是少了，100家能有1家像纪明德这样拥有一个真正的书房的就不错了。再者说了，他就不是个爱看书的人，更没想过找一个书呆子当女朋友。没想到当年嗤之以鼻的套路，如今要被他用来追男朋友。冯文斌眼神在书架上大致扫了一遍，拿出上层的一本书问道：“这个你也看过？”那是一本《傲慢与偏见》。冯文斌学生时代看过，他一个俗人没品出什么大道理大感悟来，印象中这就是讲述了小女生爱看的爱情故事，没想到纪明德的书架上也有。看清书名，纪明德道：“很早之前看的了，能借我看一下吗？记得上学时听朋友推荐过，但一直没看过。”
冯文斌面不改色的找借口，书店里应该都有卖的。纪明德不想和冯文斌扯上太多关系，他们维持良好的商业伙伴关系就够了，不应该走太近。这大过年的书店都关门了吧？我也就年假有空看看书，看电子书对眼睛不好，你借我2天。冯文斌装作听不出纪明德委婉的拒绝，厚着脸皮要借。纪明德道：那送你吧，反正他应该不会再看了。冯文斌暗自撇撇嘴，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这让他还怎么借着还书再见纪明德呀？就这么不想跟他有牵扯？冯文斌不情愿道：好啊，想着哪天也送纪明德一本书当回礼，不过这个死人脸看过的书太多了，他还得好好想想送什么。不认为冯文斌有必要来他家拜年，更何况他们之间有过那种尴尬的过往，纵然装作没有发生过，可还是抹不去的。而冯文斌和盛唐一起过来，他是不是知道了他喜欢的人是盛唐？纪明德那晚喝醉了，跟冯文斌说过的话记得迷迷糊糊，不清楚冯文斌会不会猜到是盛唐。纪明德犹豫了一下，还是问道：怎么想起来我家还不是我家老爷子？没等纪明德问完，冯文斌就胡诌道：他嫌我在家不务正业，打发我出来给商业合作人拜年，拉近关系。冯文斌以前没觉得喜欢纪明德的时候，自然要跟他处理好那件事后的关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可现在他想通了对纪明德的感情，自然不能再对那件事装作若无其事。纪明德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他，想追他，在这个前提下，要是他一副毫不在意那件事，继续谈笑风生的和纪明德相处，那纪明德肯定觉得他脸皮得多厚才能这样，认为他是对那种一夜情习以为常的人。不想破坏自己在纪明德心中的形象，又觉得不能如此突兀的告诉纪明德自己喜欢他。冯文斌灵机一动，把事全都推到自己老子头上。不是我厚着脸皮还来找你，我是被逼的，我也很尴尬呀。在家喝茶的冯家老爹突然打了个喷嚏，手里的茶泼出去半杯。哦，叔叔也是用心良苦。纪明德道。追人还得循序渐进，怕话太多惹纪明德厌烦。没聊多久，冯文斌就告辞了。书我拿走了，改天也送你一本。临走时，冯文斌不忘拿走那本书。不用，我送你。纪明德语气淡淡的拒绝，送冯文斌下楼。冯文斌没应，心里琢磨着要送什么书才好。楼下看到两人下来的季妈妈，起身迎过去。冯文斌恭敬道：伯母再见。不留下来吃饭吗？不了，谢谢伯母，您不用送了。盛唐从季家待到半下午就回去了。郭曼给他挑了几个适合捧公司新人的剧本，让他看看，选一个喜欢的接。盛唐把古装剧都排除了，他想演一个都市剧，那样就可以在帝都拍摄，不用和原则家聚少离多了。最后5个剧本里面，盛唐选出2个，犹疑不定。一个是讲的2个自小就是邻居，性格、处事态度却截然不同的女生进入职场，分别经历不同人生，笑与泪结合的关于成长和爱情的故事。重心在2个女生身上，2个男主是陪衬。另一个剧本是商战题材，男女商业精英们之间较量，事业与感情的碰撞。这个男人的戏份偏重一些。盛唐纠结了一会儿，放下剧本给袁泽家发消息。盛唐2个剧本都想接，好难选。帅帅的袁先生，那2个都接。盛唐，你是不是想累死我换个男朋友？生气，袁泽家看着盛唐发的感叹号，就能想象出手机那边堂堂嘟嘴的可爱样子。袁泽家边笑边打字。盛唐正翻着手机里的表情包，想找那张气得鼓起来的河豚的表情，就见袁泽家发过来一条消息：帅帅的袁先生，先接一个，把另一个买下了，等你什么时候有空了再拍。盛唐当即换了一个小人跪下抱大腿的表情包发过去。盛唐豪气的袁爸爸抱大腿，盛唐还把袁泽家的备注改成了袁爸爸。盛唐，还是选一个吧，咱们有钱也不能这么任性。袁爸爸，用我帮你看看吗？在袁泽家旁边坐着打游戏的袁泽瑞，一偏头就看到了自家大哥面带笑意的看手机。
袁泽瑞朝厨房看了一眼，凑到袁泽家跟前小声的笑问：“哥，是不是跟嫂子聊天呢？”袁泽家单手把袁泽瑞伸过来，想看手机的头给扭过去：“玩你的去。”嘿嘿，还想再说什么？这时冯凌霜从厨房端着果盘出来，袁泽瑞顿时止住了话头：“妈，有猕猴桃吗？给我来块。”袁泽瑞看向果盘问道：“有，知道你爱吃，专门多切了2个，泽家也吃点水果。”冯凌霜把果盘放桌上。好。袁泽家应着，眼神还停留在手机上。这时盛唐又发过来消息了：“大宝贝，不用你看，2本剧本都不错，所以我才纠结的。妈你也吃。”袁泽家插了一个苹果块，就不再吃，回复盛唐：“袁泽家，剧本什么的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太累了。”和袁泽瑞一起吃着水果，看大儿子一直看手机，冯凌霜心里疑惑，以前没见儿子拿着手机不放过，这是和谁联系呢？还是说交女朋友了？想多了解，关心一下儿子，冯凌霜试探着问袁泽家道：“泽家还有工作呀？”啊！袁泽家抬头看冯凌霜看向他的手机，明白过来冯凌霜的意思。袁泽家故意又看了一眼手机，才道：“不是工作，一个朋友。”哦，怕儿子觉得自己过多地干涉他的生活，冯凌霜没再细问。不过看袁泽家刚刚看手机的眼神，却越发觉得儿子像是谈恋爱了。盛唐最后还是决定接第一个轻松搞笑风格的都市剧入职。剧里一个女主叫童婉，性格温婉，从小乖巧听话，学习认真，成绩出色，别人家的孩子类型。另一个是林白，性格强势，做事风风火火，坚毅果敢，御姐型的一个角色。性格截然相反的2个女生自小是邻居，小时候不懂事，林白还欺负过童婉，不过2人长大后关系一直很好，连大学都意外的考了同一个，毕业找工作也幸运的进入同一家公司。剧中的2个男主则都是事业上的成功人士，一个叫顾开，是女孩们入职的公司的策划总监，一个叫宋寒博，是公司总裁。童婉和林白入职的第2天，意外撞到了总裁宋寒柏前女友来找他求复合的尴尬场面，其实是一场误会。宋寒博平时看起来没个正形，是林白讨厌的富二代，纨绔子弟的类型。林白私下和童婉聊天的时候，就跟他说最看不起宋寒博这种全靠爹，自己一点本事没有的人了。童婉就提醒林白注意一点，不要在公司说总裁坏话。无巧不成书，他们的对话又被宋寒博和顾开给听到了。就这样，2方人都引起了对方的注意，开始了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有趣故事。这部剧有年轻人爱看的偶像剧成分，但并不是单纯的男女谈恋爱的故事，感情线没有浓墨重彩，倒是着重表现了年轻人的友情、现代的家庭关系、年轻人初入职场的迷茫，以及他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最终收获事业和爱情的故事。盛唐打电话给郭曼：“曼姐，我定了入职的宋寒柏。”“我就知道你会选这个。”郭曼笑道。盛唐惊奇道：“你怎么知道的？我可是纠结了好久的。”“哼！”郭曼哼道：“您老人家不是要忙着谈恋爱吗？我还不知道你，一猜你就会选这个戏份少的。”确实如郭曼所说，他想多点空闲的时间，才选了这个戏份少的。嘿嘿，盛唐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总让我们家袁先生独守空房多不好。行，这个也不错。郭曼道：“宋寒博这个角色有不少酷帅的镜头呢，到时候你的粉丝肯定开心到炸。”郭曼又道：“那我到时候把剧本给陶雪和安宁。这部剧就是专门用来带公司新人的，他们公司自己拉投资拍摄，用的主角都是自己人。”盛唐选这部女主戏也是郭曼比较中意的，能更好的捧公司的女演员。林白和童婉这2个角色也像是为安宁和陶雪2个人量身定做的一样，2人基本上本色出演就行了。盛唐道：“建新差不多还有1个月就能拍完，这段时间先选一下配角，到时候资金什么的到位，
入职就能开拍了。入职是盛唐工作室自己计划筹拍的第一部电视剧，虽然盛唐在电影圈的票房号召力大家都有目共睹，但这电视剧到时候收视率会怎么样可不敢保证。盛唐的名气摆在那，投资亏本的可能性很小，可还是会有投资商更乐于投资风险更小的电视剧。盛唐估摸着这第一次的投资拉势肯定能拉到，但也肯定不容易。与其陪那些投资商喝酒谈合作，他为什么不去抱他家袁爸爸的金大腿？说是抱大腿，其实盛唐心里有数，建新是部投资巨大的电视剧，到时候上映肯定能引起一阵热潮，而他就借此吸一批电视粉，正是由电影转战电视圈，紧接着这部入职上映，肯定稳赚不赔的。肥水不流外人田，有钱必须给自家袁爸爸挣。想到拉投资这个事，盛唐又给袁泽家发消息：盛唐，你家大宝贝，袁爸爸快给打钱。袁爸爸，红包。袁泽家没明白盛唐怎么突然要钱，还以为他又刷微博看到哪个明星秀恩爱受到刺激了。前一阵就是这样，一对公布恋了情的明星几乎天天秀恩爱，把他家堂堂刺激的不轻，喊着哪天出柜了一定要秀够本。袁泽家没犹豫的给他发过去一个 52.1 的红包，因为红包有金额上限的限制，袁泽家又给盛唐转账了1314。盛唐字还没打完字就收了袁泽家发的红包，盛唐一愣，随即笑了。盛唐干脆不打字了，拨通袁泽家的手机。见是盛唐的电话，袁泽家也不避着冯凌霜，直接在客厅接起来。喂，声音温和悦耳。不是要红包，是真的打钱。盛唐把想让袁泽家投资的事给袁泽家说了。好，袁泽家道。听袁泽家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盛唐道：你都不问问清楚，也不怕亏了吗？袁泽家笑着进了自己房间。冯凌霜越看越觉得儿子像是谈恋爱了，要不能打电话笑这么开心。袁泽家关上门道：咱们家的钱还算不少，应该不用怕。袁泽家又道：钱不着急用吧？不急的话，我明天把银行卡拿给你，你用的话取就行。盛唐这才明白袁泽家的咱们家的钱是什么意思。盛唐道：我不要你的钱，我只要你投资就行。袁泽家道：我不管，反正以后我的工资都上交给我们家大宝贝。盛唐，我以后就是一个富婆，富男了。怎么听起来怪怪的？见盛唐不说话，袁泽家道：宝贝，我们之间不用这么亲的。盛唐也是没想过用袁泽家的钱，第一反应就是拒绝。现在转念一想，他和袁泽家确实不用分得那么清楚，他们都不是玩弄感情的人，都是有着和对方过一辈子的打算的。而且退一万步讲，以他们两个的性格，就算以后真的分手，也不可能存在财产纠纷的问题。不过他们怎么会分开？盛唐想都不用想这个情况。想通了的盛唐立刻道：那我也不要，我才懒得管呢。你想别想免费找个给你管钱的会计，我才不傻呢。钱你自己收着，什么时候我要的时候你给就行。袁泽家笑道：好，小傻子。外面冯凌霜向小儿子打探消息：泽瑞，你哥是不是谈恋爱了？啊？袁泽瑞帮他哥瞒着他和盛唐的事，自然心里有鬼。听冯凌霜这么问，第一反应就是以为冯凌霜知道了什么，故意试探他。不确定冯凌霜是不是想诈他，袁泽瑞装傻道：有吗？我不知道啊。真不知道？谁啊？能让我哥动心？袁泽瑞装出一副好奇又八卦的样子。没事。见袁泽瑞好像真不知道，冯凌霜道：我猜的，就是刚刚看你哥打电话，那态度不像是对普通朋友，我还以为你知道点什么。袁泽瑞放下心来：是吗？我没注意。冯凌霜叹道：你哥这么大了，也该找个对象了。妈，你不用愁，只要你不介意性别问题，我哥分分钟能领回家一个对象。袁泽瑞心道：妈，你也别操心，我哥要是真有了对象，肯定自己会跟咱们说的。
袁泽瑞劝道。医院那边，袁立辉和于彤命是抢救了回来，但于彤的孩子没保住，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袁立辉则脊柱受到撞击损伤，最后检查结果是高位截瘫了。因为于彤是在见袁立辉的时候出的事，于光淼怨恨袁立辉害了他孙女，一辈子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的杜依林知道儿子以后就整个瘫痪在床了，崩溃的大骂于彤是扫把星，自己儿子是在他车上才受到牵累的。两家人狗咬狗撕扯了一场，但孩子已经成这样，再多的怨恨咒骂都无济于事。冯凌霜知道消息后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当初纵然袁庆良有错，他也有诸多没做好的地方，他早就和袁庆良断得彻底了，现在他们家的事和他没什么干系。以前的事就像大梦一场，梦醒了无悲亦无嗔。你皮尔斯叔叔约我去看电影，晚饭我就不在家吃了。冯凌霜在门口换着高跟鞋对袁泽家兄弟俩道。袁泽瑞道，那晚上终于能吃到我哥做的饭了。冯凌霜道，臭小子，嫌我做的饭难吃啊？哪能啊，这不是怕冯大美女累着吗？袁泽瑞贫嘴道，就让我哥带您受累吧。冯凌霜笑道，行了，我走了，晚饭你们看着吃。哥，能点菜不？在外面也是独当一面的袁泽瑞，在他大哥面前却永远都是个长不大的弟弟。我想吃那个，不能。袁泽瑞菜名还没报出来，袁泽家就很没兄弟情的拒绝了。我去喊你胜哥过来，问他想吃什么。袁泽家起身出门。袁泽瑞呆呆地望着自家大哥冷酷无情的背影，无语凝噎。盛唐过来后，袁泽瑞跟他告状，顺带着调侃两人，嫂子，我哥跟你谈恋爱之后都不管我的死活了，刚刚我跟他说我想吃什么，他直接说去问问你想吃什么，让我跟着吃点就行。第一次和袁泽瑞见面的时候被他喊了一声大嫂，盛唐还挺不好意思的，现在和他关系熟了，根本不在意袁泽瑞的对他称呼了。盛唐面不改色道，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袁泽瑞，什么？盛唐，说明你该找个对象了。盛唐说完，跟着袁泽家进了厨房，帮他系围裙。单身狗活着就这么艰难吗？盛唐明天就要回片场了，本来袁泽家是打算晚上再去盛唐那边的，结果今天冯凌霜正好不在家。吃完饭，袁泽家就跟着盛唐一起回了他那边。家里傻黑田和王子吃完了盛唐出门前给倒的狗粮猫粮正疯玩呢，一猫一狗在家里突突的疯跑，特别是王子上蹿下跳，跟玩跑酷一样。盛唐收拾着行李，袁泽家在一边提醒着他拿着拿呢，这个围巾也带着吧，在那边要注意保暖，跌打损伤的药也别忘了，万一有小伤什么的记得抹，不要嫌麻烦就不管，身体要是不舒服一定不能强撑着。一向话不多的袁泽家如今絮絮叨叨的，恨不得把家都让盛唐搬着，唯恐人受一点委屈。知道了知道了，都带着呢，袁爸爸放心。盛唐转身环住袁泽家的脖子，用吻堵上了袁泽家的嘴。本来只是想来一个清浅的吻，可两个血气方刚又出长情滋味的人吻着吻着就变了味道。深入的唇舌相触引起最原始的身体反应，又是分别在即，两人都难以克制的情动。客厅里跑累了的傻黑田和王子消停下来，趴到窝里一起休息。傻黑田凑上去给王子舔毛，大舌头舔的小猫头上一绺毛都粘在一起了，原本高傲的小白猫被弄得看起来蠢萌蠢萌的。王子嫌弃的用小白爪推着傻黑田的嘴，身子往后倾着不让他靠近。被洗的白白香香裹在被子里，盛唐伸手戳戳搂着他的袁泽家，你回去吧，要不然你妈回家该怀疑了。没事。袁泽家抓住盛唐的手指亲了一下，没有要离开的打算。还是回去吧，万一被伯母知道咱们的关系就不好了，伯母身体不好，不要让她受刺激了。盛唐知道冯凌霜曾经瘫痪过的事后，愈发不敢让他知道他和袁泽家的关系，唯恐让袁泽家的母亲受到打击和伤害。不是说了让伯母慢慢接受的吗？盛唐道，我还想在伯母心中留一个好印象呢，可不能就这么突然的让他知道他儿子被我拐跑了。
最终袁先生还是被自己老婆给赶出了家门。袁泽家回家一开门，就看到在客厅研究十字绣的冯凌霜。袁泽家一愣，没想到冯凌霜会这么早回来，不是出去吃饭加看电影了吗？听见开门声，冯凌霜抬头，喂，泽家，你大晚上的这是去哪儿了？袁泽瑞身子后仰在沙发上，在冯凌霜看不到的地方朝袁泽家摇头，用口型道：我不知道。袁泽家会意，明白冯凌霜问他的时候，袁泽瑞是说他不知道自己去哪了。袁泽家道：去对面盛堂家了。袁泽瑞心里一惊，以为大哥要出柜。盛堂明天要回剧组工作了，我刚刚去道了个别。袁泽家又道：还好还好。袁泽瑞虚惊一场，悄悄舒了口气。哦。冯凌霜正想着儿子和那个邻居盛堂关系比他想的还要好，就看到袁泽家没有全部扣上的衬衣领口处暴露出来的皮肤上有一块粉红色的印记，像是您不是和皮尔斯叔叔去看电影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啊！冯凌霜的思绪被袁泽家的问话打断，移开眼道：那个，我们在要进影院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偷趁春节看电影的人多，挤在人群里偷人钱包，皮尔斯冲上去要去抓住他，结果被那人拿水果刀划伤了手。冯凌霜没忍住，又往袁泽家脖子上扫过一眼，电影也没看成，陪皮尔斯去医院包扎了伤口就回来了。冯凌霜越看越觉得那就是一个吻痕，大冬天的总不能是蚊子咬的吧，而且儿子也没有什么过敏的东西，而且泽家的头发好像好有点潮湿的样子，无心在摆弄手里的十字绣。冯凌霜心情复杂的回了自己房间。一旦有了想法，那些以往没有注意的细节，现在回想起来都变得非常可疑。比如泽家的性子看起来温和，但对人一向疏离有度，什么时候和邻居凑一起吃饭过？想那天他看到的饭菜，一看就是精心准备的。还有最近儿子总是看手机，有时打电话时对电话那边的人不同于普通朋友的温和关心的声音。冯凌霜本就不是思想迂腐的人，又在国外生活多年，国外的同性恋环境比国内要好一些，冯凌霜也见过不少，对这些事的接受程度比袁泽家他们以为的要高。一旦想到了儿子是同性恋这一层，冯凌霜以往以为儿子是被自己糟糕的婚姻状况影响才不谈恋爱的思路就都拐了个弯。难不成儿子一直没有谈恋爱就是因为不喜欢女人，又怕他不同意他交男朋友？就是说哪有人都30了还没谈过恋爱的，说不定儿子以前也瞒着他谈过恋爱，而他没发现而已。一想到儿子为了怕自己伤心而一直隐瞒性向，冯凌霜就心疼儿子。这还真是冯凌霜想多了，袁泽家以前真就是没谈过恋爱，更没刻意隐瞒过性向。儿子没有感情方面的障碍，是有喜欢的人的，可这个人是个男人。冯凌霜一时不知是喜是悲。他接受同性恋这个群体，不代表他能毫无芥蒂的接受自己儿子是同性恋。以前看那些同性恋，嘴上能轻松的说出一句支持，是因为那是别人家的事情，无关自己痛痒。可真要是自己的孩子，冯凌霜心疼。这条路比迎合社会主流要难走得多，你要被许多人非议、误解，虽然有理解的人，但还是有很多人会投以厌恶的眼神。作为一个母亲，她还是更希望儿子能找一个合适的女孩子，娶妻生子，不必遭受社会舆论的压力。希望儿子能生活的轻松一些是一回事，但既然儿子是同性恋，他也不会去强硬的要求他去找女孩子结婚。同性恋的社会生存环境不乐观，作为家人，他更是应该去理解、支持儿子的选择。冯凌霜早就过了不惑之年，对很多事情都看淡了，也不是注重什么香火之类的人。他面色凝重的消化了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开始想着盛堂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天见面的时候，感觉挺干净帅气又懂礼貌的一人，接触的时间太短，印象也不是很深。冯凌霜看过袁泽瑞推荐的盛堂主演的电影，加上袁泽瑞在跟前见缝插针的时不时提2句这个演员的好话，潜移默化的让冯凌霜对盛堂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好感。单单当做一个演员来讲，冯凌霜是挺喜欢盛堂的，但作为儿媳妇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一点微弱的好感还不足以让冯凌霜立马认同一个不熟识的人。现在冯凌霜想起袁泽瑞给他推荐盛唐的作品，不得不怀疑小儿子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他哥和盛唐的事，兄弟两个连起手来就等着他上套呢。一对臭小子！冯凌霜心里笑骂。据说同性恋的圈子挺乱的，冯凌霜倒是不怀疑自己儿子的品性，可盛唐就不好说了。又是娱乐圈里的人，想到今天看到的袁泽家脖子上的吻痕，能让冷静自持的儿子跑去干偷香窃玉的事，冯凌霜越发觉得盛唐是个不简单的。待考察对象盛唐和袁泽家折腾完，在家睡得正香，还不知道她未来婆婆已经把她想象成了勾引她家成熟稳重的儿子的小妖精。冯文彬和纪明德他们两家的公司年后上班时间是同一天，年假结束的前一天，冯文彬约纪明德出来。纪明德在约定时间的前5分钟到达冯文彬说的那家餐厅。冯文彬早就到了，坐在一个显眼的位置，时不时抬眼看看门口，像是初次和喜欢的人约会一样，怀揣着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纪明德一进门就看到了冯文彬，正巧冯文彬也看向门口，两人四目相对，冯文彬朝纪明德一笑，纪明德大步朝他走过来。待纪明德落座，冯文彬把菜单递给他，先点餐吧，这家我来过几次，味道很不错。好，谢谢。纪明德点头道谢，点了一份黑椒牛排配意面和野菌蓉汤。纪明德接过菜单，递给服务员，我要一份和他一样的。好的，先生。服务员拿着菜单，礼貌的鞠了个躬离开。纪明德问冯文彬，你叫我来是不是说了要还你本书吗？昨天去书店遇到一本合适的。纪明德没想到竟然是为了这么点小事都说了不用。这本书你一定没看过，我挑了好久呢。冯文彬一脸得意又神秘，把手里深褐色带有暗金云纹的长方形锦盒放到纪明德手边。纪明德听了，怀疑的看了一眼冯文彬，又看向桌上精致的盒子，还真有点好奇了，想打开看看。冯文彬按住他伸向纸盒的手，先别打开，等你回家再看。纪明德的手被压在纸盒上，指腹清楚的感受到锦盒布料的细腻触感以及那精致的云纹凸起。哦，好。纪明德收回被冯文彬按压的手，冯文彬也把手收回，放到桌下，在存下的桌布遮挡的地方暗自摩挲了一下自己的指尖。吃过饭，冯文彬道，你下午有空吗？我想带你去个地方。纪明德不想和冯文彬接触太多，正想推拒掉冯文彬的邀请，可刚想好婉拒的说辞，还没说出口就被冯文彬截断了。冯文彬道，明天就要上班了，有什么工作明天再做吧，你得学会享受生活，要不然活着多累啊。冯文彬一句活着多累啊击中了纪明德的一根神经，他确实没觉得活得快活过。纪明德突然想了解一下冯文彬都是怎么生活的，他隐约中向往冯文彬那种肆意洒脱的做派，他好奇冯文彬想带他去啊，潜意识告诉他那是会让他感到畅快的地方。冯文彬今天依旧是开着一台跑车过来的，不过这次换了一台全黑色的。虽然是黑色，但跑车不同于其他车型，黑色丝毫不给人沉闷老气的感觉，泛着冷光的黑色线条看起来极其酷炫，有一股冷冷酷酷的味道，像是纪明德和冯文彬两个人性格的综合。冯文彬带着纪明德一路开到城郊的一处赛车场，一下车就有一堆人围上来，二木你这车不错呀。一人摸着冯文彬的新车双眼放光，我就想买来着，可惜没抢到，居然让你买到了。一个寸头的男人痛心道，二木兄弟，你得借我开几天。行，等过几天你来我家拿钥匙，不过可不能给我弄坏了。放心，我宝贝还来不及呢，这么好的车我也舍不得弄坏啊。行了吧，那是你舍不得弄坏你的。冯文彬笑骂道。纪明德也从车里下来，冯文彬介绍道，对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纪明德，我朋友，今天带他过来玩玩。怕这一群人嘴上没个把门的，说出什么让纪明德反感的话，冯文彬提前给他们打了声招呼，让他们别乱开玩笑。
纪明德转身又对纪明德道：“这些是我哥们，欢迎欢迎。”头一个跟冯文斌说话的人喊道：“赵辉，你个二傻子，可别在这丢二目的人了。”一个看起来斯文点的男人在那人肩上一拳，然后和纪明德打招呼：“明德你好。”其他人也跟着热情的打招呼。纪明德客气道：“你们好。”冯文斌看出纪明德不适应和这些人相处，于是道：“行了，别在这干聊了，咱们跑一圈吧。”“好好，赶紧来一圈，我要试试他们新进的一辆车。”“来来，在这儿赛车可以自己开车过来，也可以玩赛车场的车，开跑前都会有赛车场的工作人员检查一遍车辆，防止因为车辆故障出现意外。”几个人或是进了自己的车，或是上了租赛车场的车。冯文斌对纪明德道：“你没玩过这个，自己一个人开不安全，我带你跑几圈吧。”纪明德不是妄自尊大的人，很理智的接受了冯文斌的建议，坐回副驾驶。“他们为什么喊你二木？”纪明德问道。“我名字里的斌不是有2个木吗？”他们瞎起的外号。两人没再多交谈，比赛就开始了。包括冯文斌的跑车在内的一共4辆跑车，地在油门轰鸣声中如离弦的箭矢一般飞快的窜出。跑车快速将速度提上巅峰，冯文斌双眼目视前方赛道，和一辆红色的跑车并驾齐驱，很快将另2辆车甩开2个车距。很快到了一个转弯处，冯文斌车速不降反升，超越红色跑车半个车身，率先转入弯道。呲！车轮与跑道之间因为巨大的摩擦而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身体因为向心力被甩向弯道外，又被安全带紧紧箍住，不能脱离。极致的车速让人呼吸都像被抑制住一样，肾上腺激素飙增，心跳加速。冯文斌一马当先，后面的红色跑车紧追不舍。转入第4个弯道时，冯文斌没有再抢弯道，而是放慢了速度，任对方超了过去。虽然冯文斌精力都集中在车上，但还是感觉到了纪明德看向他的目光。冯文斌没有转头的解释道：“这个弯道太险，容易出意外，出来玩玩，不必这么拼命。”“小心一些好。”纪明德开口，却发现在这种车速下，张嘴说话都艰难许多。两人不再说话，一路疾驰，最终拿了个第2名的成绩。这个成绩对车上还带一个人的冯文斌来说已经很好了。既是他的车好，也是因为他们都是玩票性质的冯文斌才能胜了另2人。“还好吗？”停下车，冯文斌率先去看纪明德的情况。纪明德摇摇头：“没什么事。”冯文斌不带疑问的笑道：“是不是很爽？”“纪明德如实的承认。怪不得有人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挑战各种极限运动，就是因为那种只有真正参与的人才能体会到的让人沉沦着迷的无与伦比的快感啊！”又带纪明德跑了一圈，冯文斌送纪明德回去。“哎，等等！”冯文斌喊住下车的纪明德，把送他的书给他：“你忘了这个。”“哦，谢谢你。”纪明德回身接过书，真心的向冯文斌道谢。今天因为冯文斌，他过得很畅快，心情很好。看着纪明德的背影，冯文斌脑子里一直是他刚刚那个很浅淡的微笑，虽然只是略微的笑笑，但那可是纪明德那个死人脸啊！冯文斌觉得自己真是在纪明德身上栽地透透的，不怪古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现在他能让他们家这个死人脸笑一笑，都有莫大的成就感。回到家，纪明德打开盒子，雅致贵气的锦盒里赫然是一本笑话大全。纪明德看着夸张又幼稚的封面，嘴角掀起一抹弧度，无语又好笑的翻开这厚厚的一本笑话书。纪明德发现书的扉页夹着一张写了字的书签：“你该多笑笑。”冯文斌于2018年2月21号赠。这人也是够幼稚的。这么想着，那个幼稚的人就打来了电话。“喂，说你看了吗？”“看了。”纪明德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怎么了？没看出来你这么幼稚。”纪明德的声线比平常轻快许多，冯文斌能明显的听出他心情很好。
冯文斌突然无比认真道：“说真的，纪明德，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纪明德一愣：“什么怎么样？”不明白冯文斌怎么突然较真了。就是你对我有什么看法吗？在你眼里，你觉得我怎么样？纪明德认真考虑了一下，也认真的回答冯文斌：“挺好的，虽然看起来有点不靠谱，但实际上人很不错，有能力有责任心，还有爱心。我感觉挺好的。”纪明德中肯道。纪明德还犹豫的加了一个有爱心，他觉得冯文斌能如此上心的开解自己，这么一个对他来说不算很熟识的人，可以说是个很有爱心的人。如果他们之间没有发生那件事，或许还能成为关系不错的朋友吧。既然你觉得我不错，明明想了好几天才下的决定，可到了最后关头，冯文斌还是犹豫了，因为在乎，所以不敢冒险。什么？冯文斌咬了咬后牙槽，闭着眼道：“既然你觉得我挺好的，那你能和我交往吗？”谈话中断，陷入无声的沉寂中。冯文斌呼吸都放轻了，唯恐错过对方的回答。明知道对方会决绝，却执拗的等着最终的判决，妄想有奇迹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良久的沉默，这种时候1秒钟的等待也像放大了无数倍般的漫长。冯文斌平心聆听，感觉自己拿着手机的手在微微抖动，手机里传出的微弱呼吸音让他知道纪明德一直都还在。在冯文斌差点要忍不住求纪明德说说话的时候，纪明德声音低哑道：“这个玩笑不太好笑。”冯文斌不相信纪明德听不出自己是认真的，纪明德要是直言拒绝他，心里还能好受一点，但这样明知道自己喜欢他，却又假装不知道，你明知道我没有开玩笑。冯文斌嘴里发苦，却没打算退缩，执意要求一个结果：“我是真的喜欢你。”纪明德顿时觉得手里的书重于千斤，可是我不喜欢你。既然逃避不开，那就直言以对。简单的一句话，直白的冷漠又不近人情。冯文斌道：“你喜欢盛唐对吗？”你怎么知道？你喝醉了，自己透露了一些信息，再加上那天去你家刚好碰到盛唐，就猜到了。冯文斌道：“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们之间是不可能的。我想你也很清楚这一点。你现在这么禁锢压抑自己，有意思吗？”纪明德，你到底打算干什么？难道你以后就把自己变成一个工作机器？还是说你打算娶妻生子，在外人眼里模范般的生活一辈子？冯文斌越说声音越冷：“你就非得让你自己活得这么累吗？你就没想过换一种活法吗？”换一种活法，像是迟到了多年的叛逆终于爆发出来。此刻的纪明德像是想偷偷学坏学生吸烟的好学生一样，终于抑制不住内心深处的蠢蠢欲动。有幼芽在不知道的角落慢慢破土而出。纪明德道：“不管我以后怎么样，都和你没有关系。我和盛唐不会有可能，同你也不会有。”纪明德觉得很累，身体和精神上双重的疲乏。说完，纪明德没有挂电话，而是放任自己平躺在床上，手里握着手机放在耳边。“我喜欢你，怎么会和我没关系？”冯文斌道：“就算你现在不喜欢我，那你能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吗？”纪明德从冯文斌的声音里听出乞求和可怜巴巴的意味。“我说不，你会放弃吗？”“不会。”躺着让纪明德身体放松，感觉舒服了一些。“那你还问我干什么？”“让你知道我要追你了。”冯文斌的声音里带了一丝笑意。冯文斌就知道表白一定会被拒绝，但在此之后提出要追求纪明德，就不会让纪明德觉得突兀反感了。就像鲁迅说的，屋子太暗，要开一个窗，一定不被允许，但如果你要拆掉屋顶，那他们就愿意开窗了。本来冯文斌没想这么急着表白的，可那天从纪明德家走后，他发现他和纪明德的交集实在太少，除非他主动凑上去，要不他们8辈子也成不了。而作为普通朋友，他凑得太厉害，不是神经病吗？说不定还会被误会成对谁都好的中央空调，所以只有表白了，然后正大光明的追求。见纪明德一直没挂电话，冯文斌像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觉得纪明德的心门也不是那么难敲开的。
受到了激励的冯文彬继续给纪明德洗脑。你看《傲慢与偏见》里面的男女主人公，抛开傲慢和偏见，他们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而你抛下对自我的束缚和过去那段求而不得的感情，或许会收获更珍贵美好的东西。你就当给我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试着和我处处呗。冯文彬道，你别带着抗拒的心态，如果最后你还是不能喜欢上我，那我们就当朋友。喂，纪明德，你在听吗？一直不见纪明德说话，冯文彬心里原本的小喜悦渐渐消失，满怀忐忑道，你说句话吧。在听。纪明德坐起来，翻了翻手边的那本笑话大全，却没看进去一个字，脑子里一团乱，又默默的把书给合上。咚咚咚，大哥，吃饭了。纪明俊敲着纪明德的房门，喊他下来吃晚饭。知道了。纪明德应道。冯文彬也听见了手机那边的声音，于是道，那先挂了，你去吃饭吧。第二天年假结束，公司正式上班，头一天并不算很忙。纪明德还想着冯文彬会不会有什么动作，结果等到下班也没见那个说的信誓旦旦要追他的人露个面。意识到自己居然一直在惦记着冯文彬，纪明德不可思议的揉了揉眉心。都是冯文彬昨天洗脑的功效吧，今天没过来反倒让他觉得意外。袁泽家也要上班了，趁他不在家，冯凌霜旁敲侧击的假装试探袁泽瑞，看盛唐演的电影时假装无意的提起盛唐，问他袁泽瑞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在冯凌霜有了防备的情况下，袁泽瑞到底还是比不过人生阅历更丰富的冯凌霜。有了怀疑的冯凌霜在听袁泽瑞的说辞的时候就发现，小儿子绝对认识盛唐，并偏帮着他给他说好话。国外还有公司要管理，袁泽瑞没过2天就回了国外。袁泽瑞走后，冯凌霜对袁泽家道，这过了的年我都长胖了不少，我和皮尔斯打算来一趟短途旅行，出去走走。袁泽家不疑有他，道，出去玩玩挺好的，正好这个时候各个景区人都少，什么时候出发？明天就走。冯凌霜道，你们是要去哪玩？用我送你们吗？冯凌霜忙道，不用，我们不去很远的地方，就周边景区，预计2-3天就回来，你忙你的就行。盛哥有人找你。临近中午要收工的时候，有工作人员跑来对盛唐道，盛唐下午要拍的都是吊威亚的戏，要换造型，这会儿刚卸完妆。盛唐疑惑道，什么样的人？工作人员道，40-50岁挺有气质的一位女士。来人看着非富即贵，他猜着能来找盛影帝的人肯定是有身份的，所以匆匆过来告诉盛唐。40-50岁，盛唐身边熟识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太少了，只是一瞬间他就想到了袁泽家的母亲。不会吧？盛唐心里一紧，应该不会，他和袁泽家也没暴露啊。还没想完，就看到了本应和皮尔斯一起旅游的冯凌霜，此刻正侧身站在片场外。盛唐实在想不出，除了冯凌霜知道了他和袁泽家的事，还有什么能让他来找自己的，可是明明他们瞒得很好啊。盛唐心里哀鸣，想给袁泽家疯狂打电话。袁泽家，你妈来了，我要被吓成方糖了，现在转头回去还来得及吗？这时冯凌霜一偏头，看到了出来的盛唐，朝他招了招手，仿佛在微笑的告诉他来不及了。伯母好。盛唐朝冯凌霜勉强的笑道，伯母您来。盛唐不知道冯凌霜是不是真的确定了他和袁泽家的关系，还是目前处于猜测阶段。要是真的知道了，他在装傻，不就是摆明了继续糊弄冯凌霜吗？那冯凌霜肯定生气。冯凌霜道，小唐，我有事想和你谈谈，你中午有空吗？要不我们找个地方一起吃个饭？还有什么是比拜见她未来婆婆的事儿更大的呀？这个时候就算没空也得有空啊。盛唐忙道，有空。又对跟过来的善乐道，你回去吧，我和伯母出去吃个午饭。盛唐下午还有拍摄，但善乐能看得出眼前的这人对谁盛哥挺重要的，点点头，用眼神示意盛唐放心，
如果盛唐回来晚了，导演那边他会说的。选了一家不错的餐厅，服务员刚想带着两人就坐，冯凌霜道：“还是要一个封闭式的包间吧。”盛唐是个公众人物，接下来要谈的话，要是被外人听见，对盛唐的声誉不好。听冯凌霜这么说，盛唐更加确信了冯凌霜是知道了。被服务员领着去包间的路上，为表尊重，盛唐落后冯凌霜小半步，正好借着这点距离，想看看冯凌霜心里是怎么个想法。可冯凌霜面色如常，优雅大气，盛唐什么也看不出，不由得心里越发紧张，一路心慌慌。待点完菜，服务员出去，冯凌霜直截了当道：“小唐，你和泽家的事我都知道了。”冯凌霜的神色没有半点电视剧里恶婆婆的倨傲，反倒眉眼间全是慈母般的哀愁。伯母，冯凌霜来的突然，盛唐不知道该说什么。冯凌霜问道：“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泽家回国也没几个月啊，两个人就在一起了，这事儿做的不像是儿子稳重的风格啊。盛唐老老实实交代：“我们在一起3个多月了。”冯凌霜更惊讶了，甚至觉得有点不认识自己大儿子了，这岂不是两个人认识没2个月就在一起了？在冯凌霜看来，袁泽家就算谈恋爱也会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你和泽家是在他回国之前就认识了？冯凌霜觉得只要这个可能还说得通，两个人早就认识，只是最近才在一起。不是，也算是吧。见冯凌霜疑惑，盛唐紧接着把他和袁泽家7年前见过的事简单说了一下，又道：“泽家回国后，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认出我来了，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跟男朋友他妈说，你儿子对我一见钟情，非我不可，怎么感觉这么渐渐的呢？不会被伯母当成自恋狂吧？可这就是事实啊。”盛唐不自在的咳了一嗓子，继续道：“泽家对我挺好的，相处的过程中，我感觉他人很好，就慢慢喜欢上了他。后来他向我表白，我们就在一起了。”盛唐的话再一次刷新了冯凌霜对自己儿子的认知，冯凌霜倒不怎么怀疑盛唐说谎，毕竟儿子的表现自己都看在眼里。比如看手机的时间明显多了很多，打电话时声音眼神都是柔和的，还会说到一半回自己屋里关上门。冯凌霜只是更愧疚于没有好好关心儿子，以至于对儿子的性情并不如自己以为的那么了解，缺少及时的沟通，也让儿子不知道自己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比他以为的要高，谈恋爱了还刻意瞒着自己。你们瞒着我。冯凌霜还没说完，盛唐忙道：“伯母，是我们不对，泽家瞒着您是怕您知道了伤心，他也是担心您。”盛唐唯恐冯凌霜和袁泽家因为他而伤了母子间的情分，拼命的替袁泽家说好话。见盛唐一点不提自己，一心为了泽家说话，冯凌霜对盛唐的印象提升了一些。而大不由娘，自家那个怕是故意透露给他信息的，要不然以他严谨的行事风格，真要瞒着不让他发现，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冯凌霜道：“不也不用替他说好话了，我能看出来你们都是好孩子。”盛唐以为接下来就是一个但是了，没想到冯凌霜叹了口气道：“其实你们不用瞒着我，只要你们真心相爱，你们的事我不反对。这么容易就过关了？”盛唐瞪大眼睛，情绪外露的厉害，一脸的不可思议，心里狂喜。同性恋这条路不容易走，我作为一个母亲更要理解自己的孩子，又怎么会为难你们？冯凌霜道：“只是你作为公众人物，真的想好要和泽家一起走这么一条艰难的路吗？我知道这条路不好走，所以我打算把我工作室的新人带出来，就渐渐的退到幕后，以后我和泽家就算公开，也尽量少给泽家带来不好的影响。”冯凌霜是想着先同意，这样两个孩子在他面前也不用遮遮掩掩的了，日久见人心，到时候盛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自然就能看出来。而他要是上来就反对，到时候两个人同仇敌忾，把他当成了阶级敌人，就算盛唐人品不行，他说了肯定也不管用。再说了，要是盛唐是个好孩子，他还巴不得儿子和盛唐在一起呢，怎么会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反对？现在听盛唐把两人以后的人生都规划好了，可见这孩子对两个人关系的认真程度，
冯凌霜突然觉得自己对盛唐有点小人之心了，太恶意揣度他了。两人说的差不多了，也刚好上菜。现在盛唐吃什么都是香的。吃完饭后，冯凌霜道：“我能去看看你的工作环境吗？”意料之外的要求让盛唐愣了一下，不明白冯凌霜此举何意。伯母，片场挺冷的。您？冯凌霜道：“我就是有点好奇，你们是怎么拍电影电视剧的，不能看看吗？”见冯凌霜执意如此，盛唐点头道：“可以，我带您进去。”剧组里田苗苗一看到盛唐回来就着急道：“盛哥，您快点去化妆，下场戏马上就要开始了。”行，我知道了。盛唐硬着让冯凌霜在避风又不阻挡视线的地方坐下。伯母，您拿着这个暖手。盛唐把田苗苗给他准备的暖手宝让冯凌霜拿着。盛唐对田苗苗道：“苗苗，你在这陪伯母聊天。”有对冯凌霜道：“抱歉伯母，我失陪了。”冯凌霜道：“你忙你的，我就是来看看。”盛唐点点头，快步往化妆室走去。看着盛唐急匆匆的脚步，冯凌霜状似无意道：“干嘛这样着急？让他们等一会儿就行嘛。现在不少还有明星专门迟到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吗？”田苗苗不认识冯凌霜，听盛唐喊他伯母，也不知道是哪门子的伯母。见他这样说话，田苗苗忙道：“盛哥从来不那样的，盛哥说过，认真演戏是演员的职责本分，就不该有耍大牌一说。”冯凌霜没说话，心里满意地点点头。或许他应该相信自家儿子的眼光。大冷天的盛唐穿着单薄的戏服，被威亚吊起，在半空中做着各种动作，身子晃来晃去的。冯凌霜看着都心惊。看盛唐在片场这么努力工作，冯凌霜对他好感度又提升很多，至少能看出来不是好逸恶劳之辈，能在和泽家在一起后还这么拼命工作，也不会是贪图他们家钱财什么的。来之前，冯凌霜也查了盛唐的资料。现在的盛唐要钱有钱，要名气有名气，如果不是真的喜欢泽家，没必要背负着前途尽毁的危险，当一个不被社会主流认同的同性恋。到底心底接纳了盛唐几分，把盛唐当成自己家的孩子了。冯凌霜有些心疼盛唐。人走了，盛唐下了戏没看到冯凌霜，就问在那站着的田苗苗。刚走。田苗苗道：“伯母给你说什么了吗？”说了，让我告诉你，就算工作也要注意身体，别的就没有了。田苗苗一脸八卦，好奇的问道：“盛哥，那是谁啊？”盛唐心情愉悦，正想和人分享这令人高兴的事，田苗苗是为数不多知道他和袁泽家关系的人。盛唐道：“是袁泽家的妈妈。”哇！田苗苗瞪大眼，兴奋的喊出声，随即捂住嘴，小声嘿嘿笑。简直比盛唐这个当事人还要高兴。盛哥，你和袁总这是连父母都见过了呀？田苗苗道：“不行，我好激动啊！”田苗苗说着，原地蹦跶了2圈。盛哥和袁总这是真成了。盛唐也笑，打心底里的高兴怎么都掩不住。回到住处，盛唐迫不及待的给袁泽家开视频。喂，唐唐。手机里袁泽家温和的声音传来，一个很简单的称呼被袁泽家喊出来，却满是亲昵的味道。泽家，你知道吗？你妈妈今天来找我了。虽然距冯凌霜过来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了，但盛唐还是难掩内心的激动。袁泽家立刻紧张起来。我妈？她跟你说什么了？袁泽家怕冯凌霜对盛唐说出什么伤害他的话。冯凌霜瞒着他去找盛唐，也不怪袁泽家首先往不好的方面想。听出袁泽家紧张的语气，盛唐忙道：“你是不是不知道他过来啊？”“没事没事，你别担心，伯母今天找我说他不会反对咱们2个在一起的。”袁泽家，这是他没有料到的。一开始我看他来找我，我都吓死了，还以为他知道了我们的关系，来逼我和你分手呢。我都考虑着是不是哭诉一下我多么爱你，求他不要让我们分开了。顺利渡劫的盛唐开始瞎贫嘴，结果伯母直接就同意了，我演技都没发挥出来。知道了冯凌霜的态度，袁泽家心里的一块石头也放下了，笑道：“那给你个机会，说说你
有多爱我。你的脸皮什么时候这么厚了？盛唐哼道，要说也得说你非我不娶，哭着让我和你在一起。非你不娶。袁泽家带着笑意道。盛唐最受不了袁泽家带着笑意充满磁性的低沉声音了，听着半边身子都酥麻了。盛唐红着脸道，超级爱你。即便两人关系已经很亲密了，但这么直白的爱语，盛唐说出来还是觉得脸热，一把捞起枕头把脸埋住，手机倒扣在床上。袁泽家那边就看见视频里图像晃了一下，突然一片漆黑。袁泽家低笑出声，知道是他家堂堂难得的害羞了。袁泽家的笑声像小钩子一样勾着盛唐扑通扑通跳动的心脏，不好意思的埋着脸，却又想看看袁泽家。我也爱你，堂堂。袁泽家声音中要溢出屏幕的深情，让盛唐慢慢的又把头抬起来，枕头放在腿上抱着。盛唐把手机拾起来道，我想你了。虽然两人天天晚上要通视频电话，但依旧难解相思。袁泽家道，明天去看你。真的吗？盛唐激动道，既然他妈知道了，那就不用再处处小心了。傻黑田和王子在家还乖吗？盛唐问道。因为盛唐年后回剧组总共再要差不多1个月杀青，不想让傻黑田来回的在路上受罪，更何况王子太小，盛唐更不放心带他，干脆都交给袁泽家养着了。挺好的，就是有点闹腾，刚刚吃完饭睡着了。袁泽家和盛唐说着家里面的小事，小黑还好，我早上晨跑的时候带着他跑跑，发泄精力，在家就老实了。就是王子，别看他才那么点大，特别能闹腾了，带他出去溜溜，他走2步就瘫在地上死活不动了。哈哈，小猫都会皮一点的，等大了就好了，那时候就是一只大懒猫了，你想逗它，它都懒得动。盛唐小时候家里养过猫，记得清楚。哎，盛唐说着说着突然叹了口气。叹什么气？感觉像做梦一样。盛唐道，像做梦一样认识了你，和你走到了一起，现在又想做梦一样过了你妈妈这关，真的能和你共同拥有一个家了。一个期待了多年的愿望，在刚刚过去的1年里，做梦一样顺利又飞快的实现了，让他觉得幸福的有点不真实。盛唐对袁泽家道，你掐自己一下，看看疼不疼，要是疼我就没做梦。袁泽家笑道，不用掐我，明天我去帮你亲身证实一下。证实？怎么证实？袁泽家这一句话，盛唐听着却给想歪了，想到他们2个人第一次的时候，那个疼可比掐一下疼多了。小菊花都搭上了，怎么可能是做梦？第二天，盛唐从片场回到酒店的时候，袁泽家已经到了。等袁泽家关上门，盛唐就迫不及待的抱着人亲了一下。袁泽家顺势揽住盛唐的腰，却听见盛唐闷哼了一声。怎么了？袁泽家听出不对劲，拉开人问道。没事。盛唐眼神躲闪，但也知道瞒不过去，装作不甚在意的样子道，就是这几天吊威压的戏份比较多，勒得身上有点疼。我看看。袁泽家道，让你带的药酒还有没有？抹了吗？盛唐怕疼，勒疼的地方连碰都不敢碰，更没抹过药。盛唐按着袁泽家要撩他衣服的手，不让他看，心虚道，不严重，不用。刚刚他抱一下都疼得闷哼一声，能不严重吗？袁泽家不放心道，去床上躺着，脱了衣服，我看看，给你抹点药。见躲不过去，盛唐老老实实的把药酒拿出来给袁泽家，正要脱衣服，突然想到抹了药就不好洗澡了吧，那我先去洗个澡。说着拿了换的衣物进了浴室。洗着澡，盛唐自己看着腰间青紫的勒痕，一碰就一阵钝疼，他都不敢搓那儿。他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盛唐不想也知道，袁泽家看到肯定生气。匆匆洗完澡，盛唐老老实实趴在床上，把睡袍脱了扔一边，全身上下只穿着一件小内裤。盛唐被腰部的青紫在全身白皙的皮肤映衬对比下，
看着格外显眼，让人心疼。袁泽家脸黑的不行，沉默的把药酒倒了一些在手心，搓热了，再附到盛唐的腰间揉搓。哦，疼！盛唐一嗓子嚎出来，碰一下都疼，更不要说用揉了。现在知道疼了？袁泽家冷声道，手下力度不减的继续给他按揉。盛唐扭过头，可怜巴巴的望着袁泽家，咬着嘴唇，也不喊疼了。袁泽家的心一下子就软了，温声道：“乖，忍忍，要把淤血揉开了才能好得快。”盛唐这会儿乖的不像话，只是太疼了，一会儿吸气，一会儿咬牙的。袁泽家听着都替他疼。为什么不涂药？怕疼，背上死我自己也涂不好。盛唐忍痛道，既心疼又拿盛唐没办法，知道盛唐接了这部戏肯定就要拍好他，这种情况对演员来说挺寻常的，可袁泽家没法让自己释然，疼就不涂了。你不涂药也疼啊，还恢复得慢。还有没有其他地方？把上身能看到的地方都抹了药，袁泽家问道。有。盛唐不太好意思道，我自己来吧。哪儿？你自己又嫌疼下不了手。盛唐把盖着下身的被子掀开坐起来，叉开腿，指着腿根，还有这那个地方也是要被勒到的。袁泽家叹了口气，继续给他上药。虽然是这种隐秘的地方，但袁泽家却只顾得上心疼，什么起念都没有。大腿根的肉比腰背部的还要细嫩，自然更疼一些。听盛唐一直到吸气，想起昨天晚上两人通电话时说的话。袁泽家语气不怎么好道，现在知道是不是做梦了吧？知道了，可疼了，不是做梦。盛唐也想起来自己说的话，咬着牙忍疼，委委屈屈道，我这么疼你都不哄哄我，还凶。袁泽家抬头瞥一眼盛唐，哪儿凶了？你把自己浑身上下弄得没一处好地方，我还得夸夸你。哼，你就是把我骗回家，然后我在你心里的地位就由白月光变成大米粒了。盛唐没理也要占3分，哼哼着瞎扯。还哼，你还有理了？袁泽家被他的歪理气笑了。就哼！盛唐探着脖子往袁泽家跟前蹭，哼哼哼。越是有人哄着，越是有恃无恐的蹬鼻子上脸。本来还怕袁泽家看到他身上的伤生气呢，现在就变成自己委屈心疼自己了，还怪袁泽家不哄哄他。袁泽家捏住他的鼻子，还哼不哼了？盛唐很有骨气的憋了一会儿气，结果袁泽家一直不放手，盛唐的骨气1分钟没撑住就散了。盛唐憋不住气，开口呼气求饶，抓着袁泽家的手腕，瓮声瓮气道：“我错了，我错了，你快点松开手。”袁泽家松开手，手指上的药酒沾到了盛唐鼻子上，一股更加浓郁的药酒香味弥散在鼻尖。我拿毛巾给你擦擦。袁泽家笑着起身，到浴室把手洗干净，又把毛巾用温水打湿一角。袁泽家拿着给盛唐擦干净鼻子上的药酒，亲了亲盛唐被擦得有点泛红的鼻尖。袁泽家戳着他的额头道：“小没良心的，还大米粒，谁家的大米粒像你这么不让人省心的？”盛唐头抵到袁泽家怀里，像小孩一样左右转着脑袋跟他闹，后来干脆膝盖向后挪了2下，趴在侧坐在床边的袁泽家腿上，撒娇道：“你家的大米粒。”盛唐说完又半抬头，小眼神瞥向袁泽家，竟带了一丝媚意：“你尝过了，概不退货。”袁泽家愣了1秒，才反应过来盛唐的意思，摸着盛唐头发的手一顿。见聊到了袁泽家，盛唐顿时哈哈笑了起来。他家袁先生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候太正经了。盛唐现在最大的乐趣就是撩拨袁泽家，身上的药酒都被吸收了。盛唐翻身撤出袁泽家跟前，侧躺到床上，一手撑着头，又细又长的双腿一条伸直，一条微微曲起，摆出美人卧榻的姿势道：“大米粒就大米粒吧，任你吃。”虽然摆了个勾人的姿势，可躺下的这个过程中，因为身上肌肉酸痛，盛唐根本不敢大动作，慢腾腾的挪过去，
再轻轻的躺下，看起来傻乎乎的，除去最后成型的 pose， 哪里都看不出一点魅惑。袁泽家笑得不行，轻轻的在盛唐腰间亲自的拍了一下，都这样了还不老实。嗷嗷嗷！袁泽家手还没碰上呢，盛唐就一嗓子嚎出来。后面袁泽家碰到那儿了，虽然下手很轻，但还是有点疼。盛唐的呼嚎就变成真的了。行了，喊得跟怎么虐待你了一样。袁泽家笑道：“快老老实实躺好，我去洗澡了。”袁泽家说着进了浴室。盛唐一脸幽怨的看着袁泽家的背影，他都躺平了，还无动于衷，好气啊！盛唐抓过手机登录论坛，全世界最甜的糖，躺平了勾引，男朋友都无动于衷怎么办？在线等800里加急。1楼前排吃瓜。2楼这样的男朋友还不扔等着过年吗？盛唐看着手机心道，才不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等着接呢。3楼第三前排吃糖观众阿乌一口把楼主吃了，嘻嘻嘻。4楼小姐姐来找我吧，我不用你勾引。猥琐笑。5楼一定是楼主长得丑。盛唐，你才丑。盛唐看着回复，心里对，为什么没人重点在我有男朋友呢？盛唐气呼呼的盯着手机，恨不得给这些啥都吃的观众画重点。现实生活中不能秀，盛唐暗搓搓披个马甲，想在网上秀，结果根本没人在意。盛唐浓郁的怨气仿佛被人感应到了。盛唐看到艺人的回复有楼主有男朋友几个字，结果仔细一看，6楼不相信楼主有男朋友，抠鼻。原本想秀个隐形恩爱的盛唐怒退论坛。这时袁泽家从浴室出来，刚好看到盛唐一脸气愤的把手机扔到一边，问道：“怎么了？”没事。盛唐现场湖边慷慨激昂道，只是突然感慨于玩手机有害身心健康，凡事都要有度，经常玩确实不好。袁泽家很配合的接盛唐的话，走过来把盛唐随手扔在床上的手机拿起来放到床头柜上。盛唐自觉的往里面挪了挪，让袁泽家上床，抱着袁泽家的胳膊，盛唐满足的叹息了一声：“你也没想到你妈妈就这么轻易的同意咱俩在一起了吧？”袁泽家道：“看来我和我妈彼此之间好像都不太了解。”那天盛唐和袁泽家说了之后，袁泽家就给冯凌霜打了电话。两人停了几秒钟，袁泽家先道：“妈，谢你。”“谢什么？我是你妈。”冯凌霜叹道：“只要你觉得好，觉得和他在一起幸福，妈妈都支持你。你们就是缺乏沟通交流。”盛唐道：“我是没有妈妈了，你有伯母这么好的母亲，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别到时候子欲养而亲不待，就有你后悔的了。”一本正经的教育起袁泽家来。那天见了冯凌霜，听了他的那番话，又得了他的认可。盛唐觉得冯凌霜其实是个好母亲，但可能和袁泽家一样，都是内敛的个性，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才导致母子两人不能真正交心，有了疏离。其实普天下的父母和儿女多是这种情况，越是长大，越是难以说出一句母亲父亲我爱您。能真正和父母像朋友一样好的人少之又少。袁泽家更是在幼年时是没有被冯凌霜用心照顾，他又自小聪明沉稳，不是那种爱撒娇哭闹的小孩，因而和冯凌霜关系并不亲密，于常大于是这样。虽然冯凌霜现在想弥补，但袁泽家早已不是孩子了，在孩子最需要的年纪缺失的母爱，过了那个特定的时间点，就再也弥补不了了。袁泽家轻轻盛唐的额头，心疼于他的那句我是没有妈妈了。袁泽家道：“现在我妈也是你妈妈了。”盛唐轻笑着点头。你这边还要多久才能杀青？袁泽家问道。还有半个月。一想两人分开后还要半个月才能见面，袁泽家道：“那我在这陪你2天，不耽误你工作吗？”没事，公司有什么事用电脑就可以处理。公司上市的事忙完，袁泽家也能轻松一些了。
袁泽家想着盛唐身上的淤青，问道：“还有吊威亚的戏份吗？”“没了，没了。”盛唐忙摇头，剩下的戏基本都是室内的了，不辛苦的。袁泽家给盛唐的药酒很管用，虽然抹的时候疼了点，但盛唐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就觉得身上的轻快了很多，不那么酸疼了。半个月说快也快，眨眼间就过了。盛唐终于杀青回家了。袁泽家来机场接他，直接要把他带到家里去。盛唐在门口停住：“伯母在家呢吗？要不还是先回我那吧。”袁泽家笑他：“不喊妈了，腿还软吗？”盛唐平时和袁泽家打电话提到冯凌霜的时候，一口一个咱妈，喊得顺溜，真到了跟前了又怂了。盛唐可怜巴巴的看着袁泽家，还是有点软。袁泽家道：“我说去接你，咱妈知道你今天回来，特地在家给你做饭呢，你进不进？”盛唐忙道：“进。他还得在冯凌霜面前好好表现呢。既然冯凌霜已经知道他回来了，那他就不能躲着了。”袁泽家那天去看盛唐回来，又和冯凌霜深入的聊了聊，还向冯凌霜说了盛唐给他说的话。冯凌霜多了解盛唐一些，就对他的好感增加一点。现在仔细想想，儿子不是被感情冲昏头脑的人，他有正确的判断力，能喜欢盛唐，自然是盛唐是个值得他喜欢的人。儿子长大了，有自己的选择，即便他作为一个母亲，也不能干涉过多，这是袁泽家自己的人生。一想开了，冯凌霜就彻底接纳了盛唐。在电视上看到盛唐的广告，感觉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亲近了好多。这是我们家儿媳妇啊，看看多精神多帅气的小伙。和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满意差不多。冯凌霜对盛唐是满意的不行，在网上查盛唐的信息都没看到和人传绯闻的什么的。贾静雯那次也被证实是假的，以前蹭盛唐热度的明星顶多发个微博说说什么的，连个图都没有，冯凌霜自然能分辨得出来。除却那些唯一的绯闻且有图的，就是盛唐和袁泽家的那次了。作为艺人，能洁身自好到盛唐这个地步也是难得，冯凌霜都觉得便宜了自家的小子了。一顿饭盛唐吃的受宠若惊。吃完饭过了一会儿，冯凌霜说要回去，袁泽家就去送他。盛唐还疑惑道：“伯母您不住这儿吗？”冯凌霜笑道：“你们年轻人谈恋爱，我在这儿不招人烦吗？”听冯凌霜这么说，盛唐又急着喊了声伯母。冯凌霜道：“前段时间我是以为泽家还是自己一个人呢，才想着过来照顾他，现在有你给他作伴了，我就不在这了。好孩子，你们好好过日子就行。”袁泽家把冯凌霜送到楼下，皮尔斯已经开车来接了。皮尔斯打算在国内定居下来，前阵子刚买了一栋房子，离袁泽家这儿不远。刚好前几天，皮尔斯又向冯凌霜表白了一次，冯凌霜觉得可以和他处处，正好知道盛唐和袁泽家在谈恋爱，他打算要搬出去，便买了和皮尔斯相邻的房子，两个人继续做邻居。儿子有自己的生活，他也有自己的生活。送完冯凌霜回到家，盛唐就抱着袁泽家的脖子傻笑。傻丫儿，笑什么呢？袁泽家笑意温和，嘿嘿嘿，开心，得到了你家人的接纳和祝福。盛唐笑得跟喝了假酒似的。新戏工作室那边在筹备，盛唐有空休息几天了。盛唐天天在家就看看新戏的剧本，每天被还要上班的袁泽家一天三餐的精心照顾，盛唐自己都不好意。每次看袁泽家做饭，盛唐都觉得有愧冯凌霜的认可，人家是想让儿子有个人照顾，他可倒好，不但没照顾人，反倒是被照顾的妥妥帖帖的那个。等袁泽家吃完早饭去上班，盛唐翻出这2天在微博上看到的他认为好吃又简单易学的菜谱，打算在家大干一场。等袁泽家回家看到一桌子丰盛的美食，给他一个惊喜。看了看厨房和冰箱里的食材，又在手机上选了半天，盛唐决定做一个盐酥鸡和醋溜白菜丝，再弄一个莲藕排骨汤。冰箱里有昨天买的鸡腿，盛唐拿出来看，第一步是把鸡腿肉去骨切块。在冰箱里
冻得硬邦邦的鸡腿，别说去骨了，盛唐切都切不动。还好他还是有一点生活常识的，把鸡腿先放到温水里化冻。家里也没有排骨，这个时间正好可以去买排骨。盛唐自己嘴里念叨着，换衣服去楼下超市买排骨。等回来发现鸡腿才软了一点表层，盛唐打算先弄别的，盐酥鸡留到最后做。娃娃菜切丝儿，干辣椒、葱姜、白糖、米醋。盛唐念着手机上的内容，把做醋溜白菜丝的材料准备好。洗了娃娃菜准备切丝。袁泽家做饭的时候，盛唐在旁边看过，回想着袁泽家的动作，盛唐照着葫芦画瓢，先把根部切掉，然后从中间横切一刀，把娃娃菜切成2半，然后拿着其中一半纵切一刀，让断面朝下，这样在切丝的时候就不会因为菜的滚动切到手。盛唐倒是没有切到手，只是菜丝切的宽窄不齐，还切得极慢，等切完2个娃娃菜都累得腰疼了，用手背捶了捶腰。盛唐感慨自己和袁泽家怎么就差这么多啊，要是袁泽家切菜，那咚咚咚根本不停歇的刀工1分钟就能给切好了，而他费了快半小时。热锅倒油，这些有少点吧？再倒点儿，好像多了，算了就这样吧。该放葱姜蒜和辣椒了。姜呢？盛唐把切好的葱和辣椒扔到锅里，突然意识到没有切姜丝。刚才姜块被放切好的娃娃菜的盘子挡住了，盛唐给忘了。匆忙切了2片姜扔到锅里，油已经热得冒烟了，锅里原本清白的葱花已经被炸黑了。盛唐又匆忙娃娃菜倒进锅里，娃娃菜上带着水珠，一碰到热油立刻噼里啪啦的爆开。盛唐倒的油又多，油滴飞溅，有一滴迸溅到了盛唐手上。盛唐被烫了一下，锅铲直接扔地上了。顾不得手上，盛唐慌忙捡起锅铲，拿到水龙头，那冲洗干净，甩了甩水，就冲向菜锅。他已经闻到糊味了。盛唐一手抓着锅盖挡在胸前，一手拿着锅铲小心翼翼的翻炒，底层有一部分已经糊了，但上面的还好。娃娃菜渐渐的软了，锅里油也不崩了。盛唐缓了口气，放下锅盖，用手背擦了擦头上的汗。大冬天的做个饭，硬是给他逼出汗了。一样样的按菜谱把材料加进去，最后成品出锅。看着图片上黄白相间、颜色亮丽的成品，再看看手里带着焦糊的菜，简直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鲜明对比。盛唐尝了尝，味道还可以，就是油多了点，醋倒多了，酸了点，酸点开胃，第一次做还是不错的。盛唐自我鼓励安慰，要不然接下来都没动力了。解冻鸡腿的水已经冰凉了，但按鸡腿里面还是硬的，说明里面还没化冻。盛唐又换了温水，继续泡着，准备禁军莲藕排骨汤。说是禁军一点都不夸张，盛唐做个饭像打仗一样，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的。汤对盛唐来说还好做一点，排骨是买的时候超市里给剁好的，不用他再切块了。先把莲藕削皮切片，藕片切的薄厚不均，盛唐也不在意，能吃就行。现在他已经不在意外观了，能把味道做好就不容易了。又把排骨用开水囤了一下去血水，然后煲里注入清水，水开后把要用到的食材都丢进去，大火煲着。菜谱上说要大火煲开，然后改中火半小时。怕忘了时间，盛唐专门定了个闹钟。定闹钟的时候，盛唐发现已经快11点了。怎么这么快？我还没弄什么呢。盛唐哀嚎一声，浑然不知已经磨蹭过了一上午。匆忙捞出已经化冻的鸡腿，去骨切块，猛然发现还要腌制半小时。因为盛唐在家，袁泽家中午差不多11点半就回家。要是腌制半小时，盛唐根本来不及在袁泽家回来之前做完。盛唐灵机一动，决定把要腌制鸡块的材料都多放一些，那样少腌一会儿也没事吧。这么想着，盛唐就付诸行动了。15分钟后，盛唐匆忙把鸡块在淀粉里滚了一圈，就下锅炸。看着差不多了，关火捞出，刚盛盘撒上椒盐和孜然粉，
就听到开门声，时间刚刚好。看着金黄的盐酥鸡，盛唐满意的笑了。袁泽家一进门就闻到了油烟味，走进厨房就被盛唐一手端着一盘菜，笑脸相迎。袁泽家伸出一只手，盛唐还以为他要帮忙端菜，结果袁泽家的手越过盛唐，按开了他身后墙上挂着的吸油烟机开关。听到吸油烟机呼呼的工作声，盛唐一脸懵逼的转头，发现自己从始至终都忘了开，怪不得一直觉得呛呢。快出来！袁泽家伸出的手没有收回，直接揽在盛唐身后，把他带出油烟弥散的厨房。等盛唐把2盘菜放到餐桌上，袁泽家看到盛唐原本亮晶晶满是期待的眼神暗淡下去，袁泽家忙给面子夸道：这么厉害，什么时候学的做饭？盛唐的眼神瞬间亮起来，没有学，这是一次做。他小时候虽然家里不富裕，但也是被家里人宠大的，根本没做过饭。后来出道，更是没时间自己做饭。盛唐语气里带着股小骄傲：你看我第一次做饭就这么厉害。叮铃铃，叮铃铃，盛唐的手机闹钟声响起来。啊，汤好了。盛唐想起来厨房还煲着莲藕排骨汤呢，他也不管袁泽家了，直接冲到厨房去关火。盛唐跑到厨房关火开锅，等氤氲的热气散开，一看汤水都熬得不剩多少了，都没有汤了。盛唐转身苦着脸对跟进来的袁泽家道：我明明放了好多水的。袁泽家看了看，毫无原则的哄着：没事，浓缩的都是精华，你这一碗汤相当于我做的2碗的营养价值了。好了，别郁闷了，盛饭，我们吃饭。盛唐瞪大眼，一脸震惊的望着袁泽家。袁泽家有种不好的预感，忘了煮饭了。忘了。现在还不晚。袁泽家麻利的淘米下锅。盛唐跟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心情低落的跟在袁泽家身后。走，先去外面，这儿还有油烟，一会饭就好了。袁泽家添水和上电饭煲，又把盛唐煲的莲藕排骨汤保温着，拉着盛唐出去。盛唐想起还有一道菜没尝过，盐酥鸡刚做好，袁泽家就回来了，他还没来得及尝尝呢，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顺手带了一双筷子出来，盛唐到餐桌前夹了一块盐酥鸡递到袁泽家嘴边。啊，张嘴。袁泽家目光审视了片刻盛唐送到嘴边的食物，慢慢的张口。好吃吗？盛唐满怀希冀的看着袁泽家，这不是普通的盐酥鸡，这可是承载着他最后希望的盐酥鸡啊。袁泽家嘴里嚼了2下，忽而停住，神色一变。袁泽家开始觉得盲目的鼓励称赞唐或许不是好事，要是点燃了他做饭的热情，以后还继续做饭。袁泽家细微的表情变化被一直盯着他看的盛唐捕捉到，盛唐转身夹了一块到嘴里。呸呸！盛唐嚼了2下就跑开，吐到了垃圾桶里。盛唐跑回到对袁泽家道：你也快吐了吧，怎么这么难吃？表层酷咸，还一股腌制用的五香粉味，再加上盛唐急匆匆的油没热就下锅了，挂的糊都脱了，导致肉汁没锁住，本应外酥里嫩的盐酥鸡，结果吃起来又干又柴。出师未捷，原本昂扬的斗志都消磨干净了。盛唐郁闷的一头撞到袁泽家肩膀处，靠在他身上要死不活道：就没一样好的。第一次有失误很正常。袁泽家抚摸着盛唐的后颈哄道：那你第一次做饭出错了吗？怎么想起来做饭了？袁泽家转移话题。哼，就知道。盛唐一下子就听出袁泽家根本没像他这么失败过，抬头羡慕嫉妒的哼了一声，又萎靡道：你天天工作这么辛苦，回家还要做饭，我也想做饭给你吃啊，可是没想到会这么失败，明明看起来很简单啊。盛唐没说出的话，袁泽家都能看出来，唐这是心疼他了。袁泽家柔声道：不是早就给你说过了吗？咱们家有一个会做饭的就行。有些人天生就在做饭方面不擅长，你不用刻意为难自己。他还是早点打消盛唐做饭的念头为好。
你会吃就行，我再去炒个菜。盛唐做的都没法吃，袁泽家还要再做一份。我觉得我还能再抢救一下，你觉得呢？盛唐一脸认真的看着袁泽家，我就是缺乏经验，没尝试过，你教教我，肯定就会了。盛唐自信的拽着袁泽家的手臂往厨房走，让袁泽家教他做饭。熟能生巧，我就是不熟，只要你教我，作为袁大厨的关门弟子，我一定能做出好菜的。盛唐觉得自己一定是因为第一次没经验才失败的。师傅受徒儿一拜。盛唐抱拳鞠躬，也不等袁泽家说什么，就直起身催着他做菜。袁泽家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其实是他看盛唐满眼的期待，不想打击他，要是变得跟刚才一样蔫兮兮的，心疼的还是他自己。哎，自己老婆想折腾，能怎么办？继续宠着呗。袁泽家认命的摇摇头，切菜。切菜的时候，按着菜的手指要往里扣，用指节挡住刀背，刀刃轻微向外倾斜，这样不容易切到手指。袁泽家一点点地说的详细，别的都好说，安全最重要。说到这儿，袁泽家忙问盛唐道：“对了，你做饭的时候没受伤吧？”没有。盛唐摇头，自嘲道：“我2颗娃娃菜切了半个小时，要是再切到手，那我都没脸活着了，笨死得了。”袁泽家笑道：“刚开始慢点没事，注意安全是对的。”还没等袁大厨正式开始授课，盛唐的手机响了，掏出一看是郭曼打来的。袁泽家要开始炒菜了，厨房噪音大，盛唐只好去客厅打电话。喂，曼姐，潘子墨和陶雪一起来找我，说他们俩谈恋爱了，想公布恋情。郭曼满是火气道：“你说说，这不是胡闹吗？”你说谁？盛唐不可置信道：“潘子墨和陶雪。”对，就是他俩，你也想不到吧？郭曼道：“平时看起来最稳妥的2个人，没想到最不靠谱。潘子墨是个处事圆滑的人，能看得出他一心想往上爬，而陶雪是个挺内向听话的姑娘。他俩谈恋爱我倒不奇怪，可要公布恋情，这怕是真爱了。”盛唐分析道：“这是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了呀。真不真爱我管不着，可他们俩都是崭露头角，走偶像明星路子的新人，刚有了点名气，正是乘胜追击的关键时候，怎么能公布恋情啊？一旦公布了恋情，对他们这种没有作品傍身，全靠脸的小明星来说，那基本就是断了前程了。他们自毁前程不说，也白费了这段时间盛唐工作室对他们的培养。说句不好听的，他们现在就是粉丝拿钱养着的一个完美人设，粉丝希望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得怎么样。一旦他们的人设不再符合喜欢他们的粉丝的期待和幻想，那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了。”盛唐问道：“他们说为什么执意要公布恋情了吗？”“不能地下。”郭曼道：“能有什么理由？就是不想藏着掖着，明明是恋人，见面却要装不熟，有时还得和别的人搞暧昧。”郭曼这话说到盛唐心里了，他和袁泽家也差不多是这个状况。盛唐很能潘子墨和陶雪2个人的感受了。盛唐沉默了片刻道：“曼姐，前几天你是不是说恋歌节目组邀请安宁参加，让你给拒绝了？那你看能不能让潘子墨和陶雪上？恋歌是一档明星恋爱类真人秀节目，本来是邀请了安宁和百里叶，但2人都有档期，再加上这种节目容易使男女双方的粉丝互撕，郭曼就没答应。”郭曼被盛唐一提醒就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让他俩假装在节目中假戏真做，最后节目播出完再公布恋情？对，让他们在节目里怎么恩爱都行，但现实生活中先不能暴露恋情，要吊观众的胃口，让观众恨不得他们2个真的在一起，那样到时候他们公布恋情，才会祝福的人比不接受他们在一起的人多。这种恋爱类节目播不好的话，别说他们是一个公司的演员，就算是一个组合的，都可能被对方的粉丝撕。可这个节目爆点也多，还是挺适合潘子墨和陶雪这样的小明星的。而且
他们和其他参加的明星不同，人家是做戏，在节目里兼加情深，节目一完各奔东西，这点容易让 CP 粉伤心，也容易遭骂。而他俩到时候可是要公布恋情的，吵一吵因戏生情，既满足了 CP 粉，也让他们的男友粉、女友粉好接受一些。这个办法倒是可行。郭曼道：可是入职不是要快开拍了吗？陶雪在这里面有戏份，到时候两个撞在一起，那没办法，只能让陶雪辛苦一点，两边跑了。盛唐道：路是他自己选的，再难也要他自己走。也是，年轻人辛苦点不算什么，为了趁早出名，一次接2、3个剧本，闸戏的人多了。郭曼道：那我就再厚着脸皮找人家节目组商量商量，看看最好能让时间错开一点，两边都不耽误，让他拍摄状态也好一些。现在的小明星啊，一个个的真不让人省心。他俩还算好的了，还知道给你说说，要是真脑子一热，就在微博上公布恋情，咱们拦都拦不住。盛唐劝道：要是碰上梁然那样任性的艺人，才是真的让人头疼呢。现在想想你当初多听话啊。郭曼笑道：就是时不时给我制造点想都想不到的小麻烦。盛唐不要脸道：我那是训练你的职业素养，要不你也不能成为金牌经纪人啊。其实盛唐也不是全吹，当初郭曼接手盛唐时算是能力不错的经纪人，但绝对还达不到金牌经纪人的高度。那个时候纪明德还没喜欢上他，即便有纪明俊的面子，盛唐的咖位也不足以让向来公事公办的纪明德给他安排一个顶级的经纪人。这么些年，郭曼尽心给盛唐拉资源，盛唐尽力演好每一个角色，一起走到今天这个高度，两个人也算是互相成就了对方。郭曼笑道：你可要点脸吧，你这样你们家袁总知道吗？嘿嘿，泽家做饭呢。盛唐逮到机会就疯狂秀恩爱。不和你说了，我赶紧设饭去找练哥节目组谈谈这事。潘子墨、陶雪两人从他办公室走后，郭曼中午饭都没吃，就急匆匆的给打给了盛唐。嘟嘟嘟，电话被挂断，盛唐到嘴边的话硬生生止住，他还想夸夸袁泽家做饭好吃呢。和郭曼商谈了半天，盛唐再返回厨房，袁泽家菜都出锅盛盘了。吃饭。袁泽家把盘子递给盛唐，让他端出去。哦。盛唐接过来，往外走了2步，嘴里嘟囔着，感觉我好像忘了点什么。背对着盛唐盛米饭的袁泽家听了偷笑，小笨蛋，刚刚还信心满满的要学做菜呢，这转身就给忘了。第二天等袁泽家去上班了，在家无所事事的盛唐才想起昨天忘了什么。没有袁泽家的指导教授，盛唐不是很敢再尝试一遍昨天的黑暗料理。工作时盼着休息，真休息了袁泽家不在家，他一个人又觉得有点无聊，突然想到终于好像是昨天巡回演唱会结束。这么想着，盛唐拿出手机打给他：喂，钟宇，你在哪儿？我在家呢。那我去找你玩。盛唐边打电话边换鞋。好啊，你过来吧，我这段时间都在家休息。可能是演唱会用嗓过度，钟宇的声音有点弱。20几分钟后，盛唐把车驶入钟宇家楼下的地下停车库，正找车位的时候，看见前面2个人正撕扯着。一人穿着一身黑色羽绒服，戴着黑色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盛唐看不清他的样貌。而另一个穿着一身白色线衣的男人，盛唐一看身形就认出是钟宇。来不及把车停到停车位，盛唐当即停下车，要过去帮钟宇解围。可有人比盛唐动作还快，盛唐解安全带的功夫，钟宇身后一根半米多宽的方形柱子后面冲出一人，眨眼间跑到钟宇身边，带着冲劲的一拳将穿黑色羽绒服的男人猛地打倒在地。钟宇。盛唐落后一步赶到，虽然没弄清怎么回事，但首先把钟宇拉着离他们远一些。你没事吧？没事。钟宇被盛唐拉着，眼神却是看向那2人。刚刚盛唐喊了一声钟宇，打人的那个回过头，盛唐一看，居然是梁然。倒在地上的男人趁梁然回头，爬起来，嘴里不干净的骂着一拳挥向梁然。
梁然小心！钟宇紧张的喊道。梁然警觉的回头，拦着他的拳头和他打起来。那人明显不是梁然的对手，被梁然几下打倒在地上。梁然不解恨的又踹了他两脚，让他只能哀嚎呼痛，才返回到钟宇身边。钟哥，你怎么样？梁然抓着钟宇的手臂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见他身上没什么伤才放心。钟宇面色发白，看着梁然道：你都听到了？我就听到了2句。梁然道：他过来这边是来找一个朋友的，停车的时候看到一人弯着腰在后备箱里拿东西，那人看起来很像钟宇，他就悄悄地下了车，躲在柱子后，想等钟宇转身的时候假装和他偶遇。没1分钟，那个男的就过来抓住了钟宇的胳膊。他还以为那人是钟宇的熟人，就没出去，结果就听见那个男人向钟宇要钱，要是钟宇不给他，就以钟宇前男友的身份向媒体曝光钟宇是同性恋，还为了出名被许多人睡过。梁然没想到会是这样，他虽然不相信那个男人说的，但实在愤怒，又看见钟宇努力想摆脱那个人的钳制，梁然也忘了顾及钟宇的面子，愤而冲出去将那人打倒在地。梁然恶狠狠地盯着地上那人问道：钟哥，你真和那个人渣谈恋爱？本来看得云里雾里的盛唐突然明白过来，这是当年那个坑了钟宇的渣男啊！那人见钟宇有梁然和盛唐护着，形势对他很不利，爬起来要跑。盛唐一向好脾气都被那个渣男惹出火了，跑过去朝他后心踹了一脚。那人刚才被梁然打得浑身疼，步伐不稳，盛唐轻松将他踹在地上，捡着又疼又不会出事的地方狠狠的踢，边踢边骂。盛唐还不会骂人，气呼呼的喊：渣男，我踹死你！当年是钟宇心善放过了你，你居然还有脸来找钟宇麻烦！我给你说，你再敢找钟宇，我见你一次打一次！啊！别打了，别打了，我再也不敢了！那个渣男抱着头求饶，心底却恶狠狠的想着：妈的，钟宇敢让人打老子，老子到时候让你跪着向老子求饶！钟宇看盛唐下手挺狠的，怕盛唐盛怒之下把赵丽打死，上前拉着盛唐让他停手。盛唐，别打了，我们不用搭理这种人渣。盛唐看见赵丽的眼神，意识到如果就这么让这人跑了，那他极有可能跑去曝光钟宇的性向，甚至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绯闻，破坏钟宇的形象。盛唐冷静下来，脑子一转，挥开钟宇拉他的手，踩着赵丽的手，一字一顿阴狠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要是敢背地里找钟宇的麻烦，我就让人挖了你的舌头卖到国外去，你当初对钟宇做了什么都一笔一笔，不都千百倍的还回来。别以为我是吓唬你，要是不信你只管试试。盛唐演技全开，整个人都阴恻恻的，语气也极为骇人。赵丽吓得哆哆嗦嗦，虽然知道盛唐只是一个演员，但这一刻他还是真真实实的感到恐惧，觉得盛唐真的能做到。赵丽也曾在娱乐圈里混过，里面肮脏的事见得多了，自然把人都往恶的方面想，于是更加害怕。盛唐又轻柔道：像你这么个渣子，就算某一天突然消失了，应该都不会有人知道吧？语气不复刚才的满腔气愤，满是漫不经心，却让赵丽更加心惊，感觉这个人就像一个随时能拿出一把刀了结他的疯子。盛唐拿开脚踢了一下赵丽的手，冷声道：滚吧！赵丽却被吓得腿都软了，爬了半天才爬起来，踉踉跄跄的跑了。唐，钟宇都被冷脸的盛唐吓到了，他认识盛唐这么多年，还没见盛唐这样过，拉了拉他的袖子，喊他。盛唐发现了道：是不是吓到你了？我怕他对你不利，刚刚是故意吓他的。盛唐虽然后面是演出来的，但也是真被气得不行，对着钟宇神色缓和了一下：我们上去吧。钟宇脸色很差的点头：见盛唐和钟宇一人一句的说着要上电梯，完全把他无视了。梁然忙凑到钟宇旁边，委屈的喊道：钟哥，嗨！梁然故意弯腰，左手捂着肚子，右手握拳挡在嘴边，露出刚刚和赵丽打架时搓破了皮的掌指关节。
你受伤了？原本有些出神的钟宇立刻一脸紧张的看向梁然，是不是伤到了内脏？我们去医院。一看装的有点过了，梁然忙直起一点身子，摆手道：没事没事，就是有点疼。看出两个人之间的不对劲，加上今天梁然也知道了这事，盛唐道：你也跟我们上去。过来，我给你上药。钟宇拿过家庭药箱，喊梁然。梁然乖乖坐下，伸出手上的手，让钟宇给他上药。虽然伤口不大，但酒精抹在伤口处，刺激性的疼痛让梁然皱起眉头，死咬着牙。忍忍，马上就好。钟宇给他用酒精消了消毒，抹上一层消炎药，小心的用绷带缠起来。盛唐看他们两个人上个药，一会你抬头看看我，一会我低头看看你的眼神交汇，再看不出什么，那他就是真傻了。盛唐牙酸道：伤口不大，用个创可贴就行吧。钟宇道：不行，创可贴他一握拳就粘不住了。盛唐默默咽下了嘴里那句，其实都用不着包。包完伤口，钟宇抬头看着梁然，纠结了半分钟后道：回去吧。梁然哪里会走，这眼看着他就要把人追到了，怎么能让男神因为今天的事又缩回去？而且今天的这事他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怎么能这么糊里糊涂的就走了？梁然用受伤的手抓住钟宇的手，执拗的盯着他：我不走，你说过会给我答复的。钟宇被他那专注又坚定的眼神看得低下头，想把手抽回来，却被梁然死死的抓着，他一使劲，梁然就嘶嘶的喊疼，钟宇也不敢动了。钟宇勉强的扯了扯嘴角，苦笑道：我有什么好的，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你还年轻，以后会遇上更好的人。他等了2天，钟宇居然是这么个答复，梁然不能接受。想到刚刚听到的那个人说的话，梁然还以为钟宇是因为心里还惦记着那个人渣才拒绝自己。梁然气得想骂人，那个人渣都这么对你了，你居然还想着他。可看钟宇脸色惨白，低着头像个没人要的孩子似的，那可怜的样子实在让梁然不舍得对他怎么样，别说骂2句了，甚至都怕语气不好，声音太大而吓到他，只能气闷道：这个答案不对，重来。你……钟宇拇指掐着食指道：这就是我的答复，你看着我再说一遍。梁然声音里满是压抑着的愤怒和伤心。钟宇听了心里更加难受，艰难的抬头。可梁然没给他开口的机会，就率先开口道：钟哥，我知道你嫌我年纪小不成熟，虽然我没你大，可我还不至于连喜欢谁都弄错，我就是喜欢你，就算以后有更好的人，那也不是你，我只喜欢你。虽然我没你成熟，但我一定会对你好的。那天演唱会结束后，我对你的承诺都会一辈子记得的。钟哥，你忘了那个渣男和我在一起吧，他才是不值得你爱的人。你会后悔的。钟宇简直要被梁然那深沉的眼眸蛊惑了，要答应，可一听梁然提起赵丽，他立马浑身一冷，偏头避开钟宇的直视。发现钟宇听到赵丽时的剧烈反应，梁然更加认为钟宇是为了那个渣男才拒绝自己的，顿时止不住怒气了。钟宇，你要是真不喜欢我拒绝我，我认了，可明明对我也有好感的，那个渣男都那么对你了，你为什么还想着他？因为他拒绝我。梁然不是气愤于钟宇拒绝他，而是气恼钟宇放不下那个伤害他的渣男，这不是让他自己难受吗？完全被忽视了的盛唐在一边免费观看了一场虐恋情深的大戏，实在忍不住了。你们两个够了呀！一个没弄清事情的原委就胡乱给自己找虐，一个明明很出色非要下自卑。盛唐拉着钟宇的胳膊把他拽起来，怒气不争：不是我说，你瞎自卑什么？你看看你上的音乐厅，下的厨房，你知道你的成就是多少人做梦都达不到的吗？这么优秀，哪里配不上那个臭小子了？盛唐瞪着眼，像模像样的训斥道：要是为了当年的事，更不应该轮到你自卑，你又没做错什么，真要说有什么错的，就是当初一时眼瞎和那么一个渣男谈恋爱，咱们就当交学费了。你要是用别人的过错来难为自己，
那就是真傻了。我当初也白救你了。盛唐知道钟宇因为当年的事心里还是有道坎，必须得让他跨过去。听盛唐这么说，梁然发现事情好像和自己认为的有出入，有些疑惑的看着他们两个。盛唐看看梁然，又看看钟宇，不确定钟宇是不是想让梁然知道当年的事，于是拉着钟宇朝卧室走去，边对梁然道：我一会再跟你说。咔嗒，盛唐把门关上，和钟宇坐在床上，问钟宇道：抛开其他一切不谈，你就说你是不是喜欢梁然？钟宇低着头，脑子里全是前段时间他开演唱会的时候，有一天梁然突然来后台找他，说是一拍完见心里自己的戏份，就跑来听他的巡回演唱会了，他是自己的铁粉。那天以后，他演唱会开到哪儿，梁然就跟到哪儿，想着他和梁然也是熟人了，到后半段的时候，他干脆让梁然跟着他们团队了。梁然一路上对钟宇处处照顾的周全，最后演唱会圆满结束那天，梁然替钟宇高兴，一激动就亲了钟宇，随后两个陷入尴尬。到底还是年轻，梁然一时冲动就向钟宇告白了。钟宇对梁然是有好感的，但梁然突如其来的告白让钟宇很懵，看着当时梁然满眼的期待和隐隐的忐忑不安，钟宇没能狠心拒绝，说要考虑考虑。钟宇想了很多，半晌点头，那你还拒绝他，你是不是傻？盛唐耐心的劝他，当初那件事最后也没有怎么样，你不能一直这样，钟宇，放过你自己，这不是你的该承受的。盛唐虽然觉得梁然有时确实太不成熟，但人还是挺不错的，这么些年钟宇都没再喜欢过什么人，现在梁然或许真能带钟宇跨过心里的坎。感情的事，当事人觉得对就对了，那我们去告诉梁然，要是他真的嫌弃你，那你也能彻底的拒绝他。盛唐见钟宇钻牛角尖里出不来，想着那就换个方向，让梁然来带他出来。盛唐主要是觉得既然两个人想要在一起，那还是说开了的好，要不然以后梁然再从哪里道听途说两句，两人起了不必要的误会就不好了。好，钟宇坐直身子，深呼吸，他真的该踏出这一步了。盛唐和他一起走出去，和梁然简单明了的解释了一番当年赵丽那个混蛋对钟宇做的混账事。钟宇不是还放不下那个渣男，他是放不下自己的过去，心里有心结。梁然只以为那个人渣是钟宇的前男友，现在为了钱来找钟宇的麻烦，没想到他以前还干过那么伤害钟宇的事。砰！梁然愤怒的一拳砸到靠着的墙上，钟宇被他吓了一跳，身子一抖。钟哥！梁然忙收敛了一点情绪，还是恨恨道：那个混蛋，刚才就不该那么轻松就放他走。梁然明白了症结所在，重新对钟宇展架攻势。盛唐看着他不适合再待下去了，而且快中午了，他都没告诉袁泽家去哪了，于是和钟宇到了别宫城申退。晚上盛唐正美滋滋的靠着袁泽家边看电视边吃餐后水果呢，就接到了梁然的母亲赵颖后的电话。盛唐一惊，吓得水果都掉到盘子里了，这是刚把他儿子带弯了，当妈的就找上门了。赵姐啊，您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唐唐啊，没打扰你吧？赵方知爽朗的笑道。听到赵方知如常的笑声，盛唐的心放到肚子里了一些。没有，您的电话什么时候都不能叫打扰啊。你最会说话了。赵方知笑得更开心了。是这样，前段时间小然和你一起拍戏，多亏了你照顾他，明天你有空吗？我想带他去谢谢你。这小子不懂事，拍完戏就跑去看什么演唱会了，昨天才回来。盛唐忙道：赵姐，不用，真不用，都是举手之劳，再说我也没帮他多少，还是他自己努力。自己儿子什么样我自己清楚，那个混小子肯定没少给你添麻烦，就这么说好了，我明天带他去你那儿。哎，赵方知没给盛唐拒绝的机会，就挂了电话。盛唐琢磨着有点不对劲，赵方知过来肯定不是单单道谢这么点小事，要不然也不会看起来匆匆忙忙的挂了电话，不让他拒绝。想什么呢？看盛唐出神，
袁泽家插了一块苹果送到他嘴边，张嘴。盛唐咔嚓咔嚓吃完苹果道：“今天我不是给你说我朋友钟宇和梁然的事儿吗？刚刚给我打电话的是梁然他妈，说是要来感谢我在剧组对梁然的照顾，可我怎么感觉不对呢？”可听他的语气又不像是知道了梁然和钟宇的事。袁泽家又喂给他一个草莓，怕什么？他们两个本来就互相喜欢，你只是让他们少走了点弯路，又不是你硬按着他们在一起的，就算他知道了也怪不到你头上。这倒也是。因为赵方之要来，盛唐等袁泽家上班走了就回了自己家，还把袁泽家那里的水果茶什么都搬了过去。盛唐把家里收拾的差不多了，门铃也响了。盛唐打开门：“赵姐，梁然，你们进来，这位是……”过来的除了赵方之和梁然，还有一个看起来30多岁的女人。“这是我妹妹赵方兰，知道我今天过来找你，就跟着过来了。”盛唐虽然有疑惑，但知道一会赵方之肯定会说，于是笑道：“赵姐，您还有个妹妹啊，你们快坐。”娱乐圈里年龄40、50的女星小辈都是喊姐的，但梁然听着盛唐喊她妈姐，心里就不得劲了。这样她和钟宇那就不是差几岁了，这是直接差了1倍啊！赵方之来找盛唐，果然还有别的事，但不是盛唐想的那样。梁然和盛唐说了几句客套话，就在一边坐着不说话了。赵方知道，唐唐姐今天来找你，还有一件事。赵方之拍了拍他妹妹的肩膀道：“方兰是编剧，她有个剧本想找你演。”原来这才是重头戏。盛唐看要赵方之出面，还以为是质量不太好的剧，为难道：“姐，这个你得找我经纪人啊。”“找了，可是他说你没有档期，也不打算接大型古装剧了。”郭曼估摸着盛唐排满的档期结束后就要宣布他和袁泽家的事情出柜了，看他憋了这么久了，没敢再给他接剧，而且盛唐也说了以后太累的古装剧就不接了。“是，我确实是都排满了。”赵方兰忙拿出剧本道：“盛先生，我不急，可以等您有档期再拍的，你能不能看看剧本再下决定？”赵方之也帮腔道：“唐唐你看看剧本吧，我也是看了剧本后才带他来找你的，这是方兰准备了好几年，到处拜访历史方面的专家教授写成的一本剧，你要是看了还是不喜欢不想接，也不用顾忌我，你看看剧本就是给姐最大的面子了。”赵方之知道现在盛唐当老板了，有自己决定的权利了，又是妹妹哀求，才带着他过来试试。那好。盛唐翻开剧本，大体看了看，却发现不是他想的要靠人情的浅薄剧本。这是讲述了历史上的大盛王朝一代明主惠明帝的传奇一生。盛唐是知道这个君主的，这个朝代刚好和他的姓氏相同，他上学的时候还特地注意了一下。惠明帝是以为文治武功都有卓越功绩的一代传奇帝王，但一直没有人将他故事改编成影视，也是因为他太传奇了。他在史书上留下的印记并不多，但所有关于他的记载都是相当的了不起，没有歌功颂德，只是简要的记载了他干了什么，比如某某年干了什么立名的大事，某某年又征战了哪里，战绩如何。简而言之，是个特别牛逼的传奇人物，牛逼到几近成了传说般的存在。半小时后，盛唐合上剧本问道：“这里面的内容你是自己想的，还是根据史料编写？”他有些心动，虽然只看了一小部分，但不难看出这是一本用心准备的好剧。赵方兰道：“是这样，惠明帝在史书上的记载不多，有一些也太过传奇，我拜访了很多历史专家教授，向他们求证真伪，结果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基本都说那些事迹是真的，还拿出他们这么些年的一些考古发现向我证实。”赵方兰拢了一下头发，不大好意思的笑道：“不怕你笑话，其实我一开始只想写一个赚钱的商业剧本，历史上不是记载惠明帝是少有的只有一个妻子的帝王吗？我就是被这一点吸引，一代雄韬伟略的君主又独爱一人，多好的看点啊！最初我是这么想的，可随着我对惠明帝的了解越深入，越被这个君主的魅力所吸引，想着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啊，就越想把他传奇的一生展现出来，不再是浮于表面，而是真正的以史为骨，构建一个完整的鲜活的历史人物。所以我一准备就准备了7年，今年才正式定稿。
里面的故事情节只要有史书记载的，全部没用胡乱改动，有一部分则是我按照查到的只言片语进行合理推断写成的。盛唐确实是暂时不打算再接剧的，可现在看到一个难得的好剧本，又很是心痒。记得刚刚赵芳兰说可以等他有档期了，盛唐不禁问道：“我能问问你为什么执意要找我吗？”赵芳兰直言道：“惠明帝20岁登基，却是天妒英才，40岁便英年早逝。我不是很想让两人演不同年龄，因为中途换人，可能惠明帝给人的感觉就整个变了。这个年龄段要是用资历老一些的演员，虽然现在的化妆技术不错，但真年轻和化妆出来的还是有差异的。20几岁的那部分，他们不能充分显现出年轻帝王的卓越风姿，而是要用年轻一辈的演员。说句得罪人的话，娱乐圈里像盛先生这样年轻又有演技的明星真是不好找。我看郭宁以前演的《一代天骄》，虽然那时候您的演技还有些青涩，但我一眼就看中了您在剧里表现出来的那种天子贵气，用一个词来说就是天皇贵胄。那种由内而外的气质气场是许多演员演不出的，这也是我认准了您的主要原因。而且您的演技也是无可挑剔的，在我看来，您就是惠明帝这个角色最好的人选。赵芳兰语气真挚，有什么说什么。盛唐有些惋惜道：“剧本我挺看好的，可是我接下来的1年都没时间了。”没事，盛先生，您要是真想接，我可以等您1年。赵芳兰道：“为了这部剧，我都等了7年了，也不差加1年，凑个吉利数了。正好这1年，我也可以在人物的服装造型上再琢磨琢磨。”盛唐略作思索道：“能不能把剧本留下，让我考虑几天再给你答复？”这剧本是没有对外公布过的。赵芳兰犹豫了一下：“堂堂我熟悉他的为人，你不用担心。”赵芳芝见状道：“他在娱乐圈里多年，看人的本事还是有一些的。盛唐的品性确实难得，不用担心。”那行吧。赵芳兰道：“反正他认准了盛唐，要不是盛唐来演惠明帝，那他肯定会留有遗憾的。”盛唐道：“谢谢您的信任，3天后我给您答复。”送走了3人，盛唐就在家看起剧本来，都忘了回袁泽家那边了，导致中午袁泽家回到家，意外的看到家里居然没人。堂堂，袁泽家喊了2声没见人音，疑惑的打电话给盛唐。盛唐接到电话，才发现已经中午了，赶紧又端着果盘什么的回去。怎么还在那边？他找你是为什么？谈了这么久。袁泽家一看盛唐手里的东西就明白了，他刚刚是在对面呢。没谈多久，我刚刚是在家看剧本，看得忘了时间。盛唐没忘了他和袁泽家说过以后不接太累人的剧了，边说边看袁泽家的眼色。这个历史剧写的特别棒，故事情节自然顺畅又跌宕起伏，人物形象塑造的也灵活生动。袁泽家哪里看不出盛唐那试探的小模样，犹疑不动的眼神看起来像干了坏事的猫似的。袁泽家心里一动，亲了亲他的眼角，问道：“又接剧了？”盛唐眼角的几根眼睫毛被压下，扫到眼周的皮肤，痒痒的。盛唐笑着往袁泽家怀里钻，抱着他的腰道：“没有，还没定呢，要征求袁爸爸的意见，你是家长。”袁泽家捏了捏盛唐的耳垂：“站好，家长要先给你这个馋猫做饭去。盛唐这个娇贵的胃得每天按时吃饭，好好养着。”木马。盛唐响亮的在袁泽家脸上亲了一口：“放开他，去吧，我给王子喂食去。”傻黑田，你怎么又跑这儿来躺着了？盛唐一见傻黑田又跑到给王子买的猫爬架上去了，整个身子把那一层塞得满满的。盛唐指着他的狗头：“你自己多重心里没点数吗？猫爬架早晚让你压它了。”傻黑田还以为盛唐要和他玩，抬着2只爪子扒着盛唐的手往嘴边送，伸着舌头要舔。盛唐收回手，摸了摸躺在猫爬架最上层悠闲的晃着小尾巴的王子：“王子，吃饭了。”王子已经听得懂自己的名字了，一听见盛唐唤他，前爪向前趴，弓着身子伸了个懒腰，转头喵喵叫了2声，
脑袋在盛唐掌心蹭了2下，灵活的窜到地上，跑到自己的银色小饭盆前蹲着，见盛唐走路慢悠悠的，不耐烦的朝他喵喵叫，仿佛在说：“铲屎的，快点给震过来。”傻黑田一看盛唐拿出狗粮袋子，知道要吃饭了，立马翻身爬起来，后腿一蹬，跳到地上跑过来，猫爬架都被他蹬得晃了2晃。盛唐先给王子倒了猫粮，又给傻黑田倒狗粮，可还没倒完狗粮，王子就跟抢饭一样，扔下他的猫粮不吃，冲过来挤开傻黑田，霸占着狗粮盆吃狗粮。傻黑田不和他争，有些委屈的蹲在地上看着小白猫吃。王子吃了2口就不吃了，伸出舌头在嘴边舔了舔，又慢悠悠的迈着优雅的小猫步到自己那吃猫粮去了，仿佛刚刚冲过去抢食的不是他一样。傻黑田看着王子慢条斯理的吃猫粮，等了一会儿，确定他真的不过来吃了，才大口大口的吃起盆里的狗粮。天天这样，什么臭毛病？盛唐笑骂道。每天都是先抢人家傻黑田的狗粮吃几口，好像是要确认一下还是自己的好吃一样。你也是一个狗怂成这个样，跟个受气小媳妇一样。盛唐看傻黑田那个没出息的样就好笑，说他受了王子欺负吧，他还每天上赶着找王子玩。吃完饭，盛唐给袁泽家好好说了一下剧本的事儿。听盛唐说可以以后空闲了拍，不会像以前一样为了赶进度作息不定。袁泽家大致的翻了翻道：“我知道你心里有分寸，你觉得合适接就行。我只是不想让你太辛苦，不是要处处约束你，成为你的束缚。我知道啊，知道你都是为我好，我也是想让你放心才把这些都跟你说啊。”本来歪歪斜斜躺在沙发上的盛唐翻动了几下，跪坐在沙发上，眼睛里带着笑意看着袁泽家，瞬间乖巧的宛如乖巧本人。我是不是特别贴心？袁泽家把他揽到怀里，笑着亲他：“我们家大宝贝最贴心了。”得到了袁泽家的应允，盛唐更是在家肆无忌惮的看剧本。盛唐本就喜欢看小说，再加上这个剧本故事情节确实很有意思，剧情紧凑，勾着人不断的想往下看。晚上临睡前，袁泽家洗完澡回到卧室，就看见盛唐坐在床上还看着剧本。袁泽家皱了皱眉，走过去抽走盛唐手里的剧本道：“别看了，你是不是都在家看1天了？要注意休息眼睛。”哎，再看2分钟，我要弄明白惠明帝是怎么设局的。盛唐扒着袁泽家的手央求：“我不看完这一段肯定会一直想，然后就会睡不着觉。”就2分钟。袁泽家松开手。盛唐猛点头，抓过剧本开始翻看。5分钟后，袁泽家：“唐唐啊！”再1分钟，1分钟，3分钟后，袁泽家：“唐唐睡觉了。”又没忍住，继续往下看到一个新节点的盛唐：“马上。”1分钟后，咚，剧本被扔在了床头柜上。某堂被压在了床上。一向都是盛唐先拨撩袁泽家，袁泽家为了盛唐的身体考虑，从不肯多做，这还是头一次这么主动。盛唐被亲了2下，就把剧本丢到脑后，环着袁泽家的脖子索要更多。1小时后，没有看完那一章的某堂，没有像他说的那样想剧情想的睡不着，反而睡得雷打不动，第2天还赖床了。没用3天，第2天下午一脸艳足的盛唐就决定要接这部剧了，按赵芳兰留下的名片上的手机号给他打了过去，双方初步签订了合同。半个月后入职开拍，因为剧组里的主角都是盛唐工作室的，所以剧组里的氛围很是和谐融洽。拍摄场地离住处不是很远，没有意外情况，盛唐每天晚上都是回家的，有时候袁泽家会来探班，给盛唐带午饭。2个人大大方方的，看起来像很铁的哥们儿一样。盛唐有时还拍照发微博，2个人越是这样摆到明面上，越让人没什么说的。盛唐 V 袁总的厨艺又精进了，感觉这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总裁。盛唐晒了一张美食图，另一张是袁泽家半边身子没露脸，而盛唐拿手指指向他：“露西西米露，好想吃。”
袁总真不打算开家餐厅吗？糖果屋，陛下和袁总好难选，我到底该给谁生猴子？兰贵人，曾主想多了，哪个都不是你的，因为斜眼笑，村头的吃货，会做饭的男人最有魅力了。袁董娶我，看脸二代，陛下敢不敢晒袁董正脸？卖汤圆优，陛下内心才不给你们看。纤不胖，虽然没看到脸，但手控光看袁总放在桌上的手就满足了。陛下的手也很好看，手指好细。祈求暴富，以后一定要找一个像袁董一样的男朋友。哎，这个要求好像有点高，那最起码像袁董一样会做饭的男朋友吧。6月份潘子墨和陶雪参加的那一期恋歌播出，因为两个人其实是真的恋人，所以在一些小细节方面比其他逢场作戏的嘉宾更有默契，看起来也更甜蜜，所以反响很不错。他们两个被粉丝称为蟠桃 CP， 是同期的5对荧幕恋人里热度最高的一对。紧接着剑心在暑期档强势上映，作为年轻人喜爱的剧种，剑心一播出就以精良的制作抓住了观众的眼球，再加上前期宣传得当，播出第一天便拿下当日收视率冠军，远超第2名好几个点的收视率。正逢暑假，观众们每天晚上按时守在电视机前看首播，有的人看完一遍不过瘾，专门去网上开通会员再看一遍，弹幕量也是激增。良心制作呀，画面太精美了，只看片头就大爱啊！进来看一看的，我被后期圈粉了。啊呀，陛下出场了！哈哈，陛下纨绔子弟的造型看起来好贱兮兮的呀！陛下哭戏太震撼了吧！看哭了，看哭了！这就完了？45分钟怎么这么快啊？我要再倒回去看一遍。剑心每晚2集连播，2个小时很快过去，2集播完，大家纷纷刷不够看，期待明天的更新。赵鑫是一个公司的小白领，平常吃饭的时候就会和同事们聊聊化妆品、衣服什么的，可最近同事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有点插不上话了。他不大爱看电视剧，可最近同事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正在播出的剑心了。哎，星星，昨天播的剑心你看了吗？主角假装受伤，匪怀特别紧张的抱起他就往药炉跑，这一段好激啊！同事柳云正说的兴奋，却发现赵鑫一脸的茫然。柳云话头一顿，忘了你没看了。旁边的另一个同事和柳云一样的激动，我看了。是吧？柳云转头和那个同事聊起天来，看着同事们聊得眉飞色舞的，插不上嘴的赵鑫心里不是滋味，想着今晚回去也要看看那个电视剧了。昨天下午在水果摊买水果的时候，都听卖水果的大妈和隔壁卖煎饼的大妈聊这个剧来着。一个暑假，剑心爆火，盛唐又收获了一大批电视粉，剑心里的其他演员也都红了一波。连潘子墨演的反派大师兄魏世民也有很多人喜欢，他也算一个有些悲情的角色，一辈子求而不得，他喜欢的女人还喜欢别人，嫉妒和不甘让他变得扭曲。最后魏世民为了救心爱的人而丧命，临死前有煽情的回忆杀。最初拜入师门的意气风发，高台上站在师傅左右的卓尔不群，观众们看着一开始那个站在高处衣袂翻飞，正气浩然，面容俊朗的迎接入门师弟的大师兄，一步步被自己的妒忌蒙蔽了内心，走向毁灭。过往种种一帧一帧的回放出来，惹得不少观众泪目。后期潘子墨饰演的魏世民彻底黑化，造型师给他设计了狭长的眼线。潘子墨还专门发了微博，潘子墨 V 极度让我有了眼线小名，我大师兄刚出场的时候超级帅的，没想到后来会黑化的这么厉害。蟠桃，是啊，一开始那么正气凛然。二哥，大师兄死的这一段看得我眼睛都哭肿了。盘表白子墨男神演技炸裂。剧里潘子墨喜欢的人正好就是陶雪饰演的，两人在工作室的授意下，挑在剧里魏世民领盒饭的时候公布恋情。潘子墨 V 抱得美人归陶雪，陶雪 V 眼线不洗干净，别说是我男朋友啊潘子墨。两人前脚发微博互相艾特，后脚工作室的公关团队
给两人制造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因戏生情的噱头，圆了许多喜欢剧里虽然坏但痴情的魏世民的观众希望给魏世民一个好点的结局的心愿，和两人的蟠桃 CP 粉们共同带起了祝福的节奏。暑假过去了，建新也接近尾声，入职正好接档上演，盛唐继续霸屏。盛唐的粉丝简直要开心死，又有一大波粮可以吃了。男神的古装剧看完，再来一部现代剧，简直不能更完美。男神什么造型都360度无死角的帅啊！天天舔屏舔不够。盛唐粉友情提示，要买一个防水手机哦。安宁和陶雪在入职里扮演的不同性格的女孩，得到了不同受众的喜爱，两人也火了一把。随后安宁自己的一部大女主剧播出，本来就有实力，但就差一个机遇的安宁，终于等到了自己春天，一跃成为一线女演员。盛唐工作室的其他演员也陆续有代表作上演。这后半年，盛唐工作室大获丰收。10月份的时候，有一档叫《基友记》的真人秀节目来找盛唐当第一季的嘉宾。你们还邀请了谁当嘉宾？盛唐看了看他们的策划书，问道。这个节目顾名思义就是邀请几个固定嘉宾，然后每期邀请这些嘉宾在娱乐圈的朋友，共同按剧本录制节目，主题是友情。有歌手郑明、著名笑星李佩、演员叶蓉、主持人王佳，还有您。首期我们打算邀请你们5个人。节目组是想一炮打响这个节目，所以第一期请的嘉宾分量都不低。本来盛唐是不打算接的，他这还欠着一部剧呢。可一听节目组说他们邀请的其他嘉宾里有叶蓉时，盛唐改变了主意。叶蓉也参加了。盛唐脸上添了几分笑意，我还挺喜欢他演的剧呢。节目组的人一看有戏，忙道：对啊，他也参加，我们昨天合同都签好了，除了李佩我们还没去找，其他3位都已经签了合同了。盛唐看了一眼也在旁边的郭曼，对节目组的人道：抱歉，我能和我的经纪人商量一下吗？好好，您请便。盛唐和郭曼一起进了另一个房间。怎么？你打算接？郭曼没料到盛唐会感兴趣。想。盛唐点点头。郭曼道：你现在不缺曝光度，没必要啊，真人秀有时候也挺招骂的，还不如拍戏呢。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有叶蓉。盛唐道：叶蓉？咱们和他不熟啊。是不熟，可他不是后台硬吗？盛唐低声道：他参加的节目怕是没人敢竞播吧。叶蓉家里是军政世家，爷爷是大将，父亲和哥哥军衔都不低，娱乐圈里稍稍知道他身份的都没人敢得罪他。不清楚他家世的也隐约知道是个惹不得的人物。即便叶蓉本人并没摆过什么架子，资源也都是靠能力自己争取，但潜规则在哪放着呢？谁也不敢试图打压他。那和咱们也没什么关系啊。郭曼还是没想到能有什么关联。盛唐道：我如果在真人秀播出期间出柜呢？郭曼一愣，你是说？盛唐打算在节目播出期间出柜，到时候肯定会被娱乐记者轰炸的。他本人可以先销声匿迹一段时间，避一避风头，但这期间不能一点作品没有，那样肯定有人说他退圈什么的。而且他一旦出柜，就算不会遭到封杀，那也会有绝大部分投资商、广告商不敢找他了。而那个时候播出的真人秀，只要不被禁播，就变相的说明他好好的。现在公众对同性恋这方面的认知在提升，接受度也在提高，更何况就算他出柜了，会关注了解的也多是思想开放的年轻人，盛唐相信他们不会抵制自己的。一旦借着真人秀抗过了这段风口浪尖，让投资商们看到他依然有足够的商业价值，那以后也不会再有什么波折了。盛唐和郭曼详细的说了一下他的打算，郭曼拍手道：这么一来，到时候我们会省去不少麻烦，而且你不是在节目中出柜，真人秀播出周期长，你出柜的时间和播出时间撞上很正常，叶蓉也不会察觉出你利用了他。郭曼越想越觉得可行，这可解决了他的一个大难题啊！这下好了，再也不用愁盛唐出柜后的善后事宜了，
郭曼轻松的笑道：“这下咱们公司的公关费都能省不少呢，省下来的钱到时候都给你们发年终奖。”盛唐难得不抠门，豪气道。两人商量好了出门，为了不显出自己的目的，郭曼还装出一副不大乐意盛唐接的态度。盛唐脸上有些不耐烦，郭曼则拉着盛唐的手臂小声争执道：“你再考虑考虑，还是接那个古装剧吧，都说了我不想拍古装剧了。”随着离节目组的人越近，两人声音越小，最后止住话头，笑着和来人点头。节目组的人坐正身子，听到了也当没听到，脸上挂着笑问看起来更有意向的盛唐：“盛先生，您考虑的怎么样了？我感觉你们这个节目还不错，这些年一直忙工作，闲下来和圈里的朋友聚聚的时间都少，在你们这个节目里能和一些关系好的朋友聚一聚，挺不错的。”节目组的人忙过话头：“对对，就是这样，您能和好友在里面留下一些影像记录，以后年龄大了再看也是一段挺好的回忆。”盛唐又转头看向郭曼，郭曼不大乐意，点点头：“你想接那就接吧。”两人一唱一和的把合同给签了下来，没透露给节目组半点真实信息。那人还真以为是盛唐不愿意接经纪人给安排的古装剧，才让他们有机会请到人。真人秀不同于其他影视节目一次性拍完在后期制作播放，这个是先拍摄一部分，然后边拍后面的边把之前的母带传回去，让后期剪辑处理。12月初的时候，第1集就开播了。这个节目总体的风格是挺温情的，偶尔有戳人泪点的地方，盛唐拍摄的过程中也没有吃苦。因为这第1季请的5人咖位都不小，连这第1集的邀请的嘉宾也都没有低流量的，所以第1集播出收视率就刷新了近几年真人秀节目的几率。盛唐的粉丝还发现了盛唐偶尔呆萌的新属性，觉得人家的偶像都是越来越成熟，怎么自家陛下出道11年，越长心理年龄越年轻呢？以前我成熟高冷的陛下去哪了？12月末盛唐拍最后一期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大惊喜。那天他按计划和剧组的另4位固定嘉宾一起飞往一个南方的古城，第2天一大早被工作人员叫醒。其实前一天晚上工作人员就让他们早早的休息了，说今天会特别早的叫他们起床，所以被叫醒的时候盛唐早就毫无睡意了，但还是要做出一副睡眼朦胧的样子让节目组拍到。盛唐揉揉自己睡得凌乱的头发，起床洗漱。15分钟后，5个人站在当地的一个很宽敞的院子里，等待着节目组的任务。有工作人员拿出5个信封道：“给你们每人1000元的经费，你们去菜市场采购食材，哪个组在中午12点之前做的饭菜最好最多，哪组获胜。”不是吧，1000？节目组这么大方了？郑明瞪大眼不敢相信，说着就要拆信封。不行，我不信，我得拆开看看。我们这一期的好基友呢？王家满脸疑惑的问工作人员：“难道我们当光杆司令，自己一个人一组？”是啊。朕的小伙伴呢？盛唐也很是疑惑。以往的每一期都是嘉宾和他们一起过来，或者前后脚的赶到，这回他们都住了一晚上，也没见到嘉宾的影，不知道这一期节目组要搞什么事情。哇，真是1000！叶荣把信封里的钱抽出来，都不用一张张的数，把薄薄的一沓像扇形一样旋开，一眼就能看出是10张。1000块对这些明星来说简直不值一提，可在节目里，这可是节目组给过他们的经费里是最多的一次了。咦，还有一个纸条。李佩一股脑把信封里的钱倒出来，却发现还要一个纸条，他没数钱，好奇的先打开折叠的纸条，念出纸上的内容。你是不是傻？这是什么鬼啊？你才傻！李佩喊道。糖糖，你看你的有没有？哎，我也有，不过和你写的不一样。盛唐拆开，这位美人愿意跟朕回宫当皇，加烧菜的吗？噗！盛唐还以为是回宫当皇后，看到一半第一反应就是他要对不起他家独守空房的原皇后了，结果后面是当皇家烧菜的。其他人也都看了看自己的，各不相同。这都什么意思啊？等这些人你一句
我一句的说完，工作人员才拍了拍手道：“你们这一期的好基友就在菜市场等着你们找到他们。不过你们也可能遇到的是别人的好基友，所以具体是哪个要对暗号，就是你们手里的那个。如果对方牵了你们的手，就证明接头成功，然后你们共同完成任务。”听工作人员说明完，大家安静了1秒，然后除了叶蓉，其他人突然都笑了。因为叶蓉的暗号最简单也搞笑，他的是客官来嘛，上面还打印了一个波浪号。大家想象着叶蓉这么正派的一个人，在大街上拉着人喊客官来嘛噗，简直太搞笑了。为了拍摄效果，盛唐几人到了集市就分开行动了。一进入集市，耳边就充斥着各色杂乱的声音，人也挺多的，挤来挤去闹哄哄的，看起来找人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这么找吗？盛唐道，也没点提示。盛唐又掏出那张纸条看了一遍，没发现什么玄机。盛唐打算先找到人再买菜，所以一路瞎逛，到处看人。这集市其实就是在道路边上摆的摊位，摊位后面是一些店铺。盛唐他们没吃早饭就出来了，盛唐逛了一会，觉得有点饿。侯记早餐铺。盛唐抬头念出店铺上挂的牌子，对着摄像头道：“先去吃个早饭吧。”这家店铺是2层小楼，不过设计的像是古装剧里临街的酒楼一样，在2楼靠窗的地方就能看到下面的情况。盛唐上了2楼，点了一份猪肉鸡蛋肠粉和西红柿鸡蛋汤。盛唐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等上餐的时候就一直往窗外看着，看能不能看到要找的人。您的肠粉。店主把做好的肠粉端上了，盛唐正要有些失望的收回目光，却意外的看到了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盛唐瞪大眼，目不转睛的看着外面。袁泽家。遮挡的路人走过去，盛唐看清了那人的全貌，是袁泽家没错。他身上的那件灰色长款风衣还是他给他选的呢。他怎么会在这？盛唐脑子里灵光一现，节目组太会搞事情了。怕是节目组看他和袁泽家在微博上互动频繁，这一期就把他请来了。也顾不得吃了，盛唐飞快的冲下去，摄影师也扛着摄像机在后面飞跑。盛唐在店门口减了减速，在人群里仔细搜索了一遍，再次锁定住袁泽家，朝他飞奔了过去。盛唐灵活的在一群买菜的人中穿梭而过，袁泽家在盛唐离他还有2-3米的时候看见了他，见他速度飞快，袁泽家站在原地，习惯性的张开手要给他一个拥抱。谁知盛唐却在一个急刹车，堪堪停在离他20公分的地方。盛唐脸上的震惊已经消失了，偏着身子，一脸玩世不恭的笑意，伸出一根手指挑着袁泽家的下巴。这位美人愿意跟朕回宫当皇家？哈哈，烧菜的吗？说到最后，盛唐看着袁泽家的脸笑场了。袁泽家笑着伸手抓住盛唐挑他下巴的手，牵在手里。好，难得他们能在这么公开场合下牵手，盛唐心里高兴的不行，抬起袁泽家和他牵着手，对着摄像头得意道：“牵手成功，真没想到是你啊！”盛唐满脸笑意，他不是装出来的。节目组为了营造惊喜感，邀请嘉宾都是指提前和盛唐的经纪人简单商定，确保那嘉宾和艺人间没有他们不知道的局语，所以盛唐根本不知道袁泽家会来。我们要做什么？袁泽家从没参加过这种节目，这次还真是节目组敢想敢做。袁泽家接到邀请时也很是意外，不过却答应了下来。买菜做饭。盛唐信心满满道：“有了你这个队友，我们一定能赢。”袁泽家道：“我第一次上节目就是来买菜做饭的吗？感觉我被骗了，他们说是来玩的，我才答应的。他们可坏了。”盛唐和袁泽家一起说节目组的坏话。没事，你就当来体验生活了吗？两人边慢慢走边说话。盛唐突然想起来他的肠粉啊，忘了。什么？泽家，你吃早饭了没？没呢。袁泽家道：“不会连早饭都要自己做吧？”不用，走，我带你去吃饭。盛唐拉着他去刚刚那家店，很快又上了一份肠粉，
银白的粉皮上撒了一层葱碎和芝麻，边上还有2根切成段的生菜，白绿搭配的简单色泽，看着就清爽有食欲。粉皮软滑淡口，外面沾着咸甜的汤汁，里面包裹着薄薄的肉馅，鸡蛋也嫩嫩的，口感特别棒，超级好吃，你快尝尝。盛唐咬了一口，双眼放光的对袁泽家道。袁泽家要的是鲜虾鸡蛋的，虾仁味道也很鲜嫩，吃一口就知道食材很新鲜。袁泽家尝过后点头表示认同。虽然自己的很好吃，但总觉得人家的更香。盛唐看看袁泽家盘子里粉白莹润的虾仁，然后眼巴巴的看着袁泽家，想吃。袁泽家看向他时，一眼就看出盛唐明晃晃显露在外的情绪。想吃虾仁，给你。袁泽家拿勺子舀了一段肠粉送到盛唐的盘子里，看盛唐吃的一脸满足，袁泽家也笑着低下头继续吃。吃早点并不费时间，两人吃完集市上的人还很多。在盛唐再一次和袁泽家被一个拎着大包小包的人挤开后，袁泽家牵住了他的手，小心点，人太多了。盛唐嘴里抱怨着，心里却乐得开花，牢牢的牵着袁泽家的手。两人中途遇到了郑明和他的好基友，双方打完招呼，郑明看着盛唐和袁泽家手牵手离开的背影，疑惑道：要一直牵着手吗？那我们也牵着吧。两个人哈哈笑着十指相扣，大幅度甩着手，像两个二傻子一样继续去下一个摊位。郑明在这一期的伙伴是一个发福的中年男艺人，两个牵手的画风蜜汁辣眼睛。把食材买好，两人回去时，叶蓉他们那组已经开始准备做菜了。我们也要快点。盛唐催促道：我来帮忙。盛唐在家里帮袁泽家打下手早就习惯了，但却故意帮倒忙添乱，强行装作两人没那么亲密默契。袁泽家无奈道：堂堂你一边安静的待着就是最大的帮助了。我看也是。盛唐握拳道：大佬加油，我在精神上支持你。盛唐在袁泽家身后的木桌前坐下，手肘撑在木桌上，双手托着脸，痴痴的看着忙碌的袁泽家，然后突然像发神经一样动起来，手指比 V， 两手在自己眼睛和袁泽家之间来回移动比划，大声道：向大佬发射精神支持光波。袁泽家闻声回头，被盛唐逗笑了。盛唐停下来，继续安静的拖着下巴，等袁泽家转回头继续做饭。盛唐忽然偏头对着摄像头悄咪咪道：袁总回眸一笑百媚生，太帅了。说完又恢复脱下巴坐姿，双眼放光的看着袁泽家的背影。不一会儿又忍不住对着摄像头说起话来：袁总做饭可好吃了，你们看我以前发的微博就知道了，我经常去他家蹭饭。盛唐又问摄像机后的摄影师：哎，咱们导演是不是看我发的微博看得馋了，想吃袁总做的饭了，才邀请他过来的？摄像不能说话，只是憋笑。盛唐也没真让他说什么，接着一脸了然道：肯定是，要不任务怎么是做饭，还要多做，肯定是怕我们吃光没他的份。导演假公济私，太奸诈了。袁泽家在那边做饭，盛唐就在这边实力吹拂，倒是谁都不闲着。这一期节目组请的嘉宾都是会做饭的，人家都是两个人互相合作，就盛唐闲着，时不时去人家这边捣个乱，那边搞个鬼，拖延人家的进度。盛唐！李佩怒吼：你走你走！张家护着自己的食材，到后来盛唐所到之处，人人喊打。堂堂别捣乱了，过来！袁泽家看不下去了，像家长喊自家不听话，到处捣蛋的小孩一样把盛唐喊过来。干嘛？盛唐跑到袁泽家跟前，手背在身后，只差在脸上写上乖巧二字了。尝尝这个怎么样？袁泽家夹了一个炸出来的丸子喂给盛唐。盛唐张口接住，丸子还有点热，盛唐口齿不清道：好吃，在这待着，别到处捣乱了。好，乖巧到不行。大家看着袁泽家一个丸子轻易的把盛唐收服了，
纷纷一脸佩服的看着袁泽家。结果袁泽家接下来一句：“你不捣乱，我们也肯定能赢。”把他们噎得死死的。这两人是专门组队来气人的吗？盛唐要是知道他们的想法的话，肯定会说：“不，我们是来秀恩爱的。”我也想尝尝袁总做的菜了。张家很没立场的吞了吞口水道：“想吃吗？想吃吗？”盛唐夹了一个丸子，在张家眼前晃来晃去，最后丢进自己嘴里，贱兮兮道：“不给。”其实这个节目竞争精神一点也不强，大家快到中午的时候基本上完成了，把做好食物摆到外面院子里一个超级大桌子上。这时突然10几个从门口涌了进来。哇！你们没想到吧？你们太不够意思了，让我们几个人做好饭了才出现。哈哈，有什么好吃的？大家纷纷迎上去。原来节目组把前面邀请过的盛唐5人共同的好友，只要有档期的都邀请来了，简直是群星大荟萃，节目组也是大手笔了。这收官的最后一期，要的就是一个热闹，大家聚在一起像过年一样，聊着天喝着酒，一顿饭吃了好几小时。但这一段剪辑下来肯定用不了太久，所以还有其他项目。晚上当地有篝火晚会，大家纷纷换上节目组给准备的当地民族服饰。篝火在一大片空地上升起，大家和当地居民一起手牵手围成一个大圈。先是有当地人唱了民歌，声音高昂，富有穿透力，欢唱的歌声带动的气氛更加热烈欢快。不同于其他普通游客的拘谨，过来的这些明星哪个不是能歌善舞的，一个个毫不怯场的唱歌表演，欢歌热舞好不热闹。冬日的寒冷完全被驱散干净，这一刻大家忘记了烦恼焦躁，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单纯的欢笑。盛唐和袁泽家牵着手，两人时不时看向对方，火光映照在脸上，神情看不真切，但也不需更多的言语和目光，脸上那毫不掩饰的笑容足以显示出此刻两人欢乐的心绪。篝火不远处有烧烤和当地特色美食，还有当地人酿的酒。看盛唐有些出汗，袁泽家怕他一会吹风会感冒，于是道：“我们去那边休息一会儿吧。”盛唐大声问他：“什么？”周围声音太大，盛唐没听清袁泽家说什么。袁泽家贴着他的耳朵，又指着身后说了一遍：“哦，好啊。”盛唐和袁泽家拉着手出了圈子，走到烧烤架那边。食物是要自己烤着吃的，盛唐还没试过亲手烧烤，看袁泽家拿肉串，新鲜的也想要尝试一番，我和你一起烤。好，你想吃什么自己拿。袁泽家等着他。盛唐拿了几串羊肉串和2串鸡翅，还要再拿别的。袁泽家道：“先别拿太多了，要不然放凉吃不好。”那就这些吧。盛唐拿着手里的串和袁泽家一起放到烧烤架上，翻动着手里的肉串，盛唐问道：“这个你总不会了吧？”盛唐不信袁泽家连这种街边的烤肉都会。果然袁泽家道：“这个不会，烧烤不健康，一会儿你也得少吃点。”烤肉的香味已经散发出来，盛唐的食欲被勾起，还想着大吃一顿呢，也是央求道：“就这一次没关系的吗？”袁泽家道：“就这一次，下不为例。”像今天这样的机会实在难得，也不想扫了盛唐的兴致。给肉串刷了一层特制的酱料，又翻转着烤了一会，估摸着差不多了。袁泽家在肉串上撒上孜然粉，放到盘子里。盛唐见袁泽家的好了，也把自己手里的撒了一点辣椒粉和孜然，两人端着盘子，盘腿坐到地上铺着的毯子上。袁泽家先尝了尝，觉得熟好了，才放到盛唐那边。还可以，你尝尝。我要先尝尝我的。盛唐吹了吹热气，咬下一口肉来。盛唐高兴道：“我烤的也好吃，看来我也不是一点厨艺天赋都没有吗？”袁泽家没揭穿他那是一步步都跟着自己学的，自己什么时候翻面他就什么时候翻面，要是这样都弄不好，那也是奇怪了。不想让盛唐吃太多烧烤的食物，袁泽家又给他拿过来一些特色小点心。我记得有酒是不是？
我去拿。袁泽家刚回来，盛唐又跑去拿酒了。袁泽家想拦都拦不住，算了，反正有他看着呢，喝一点也没事。当地居民自酿的酒度数不是很高，盛唐和袁泽家两人一会聊聊天，一会吃点东西喝点酒，一会看向不远处载歌载舞的人群。纵然周围热烈喧闹，抬头看着静谧深暗的天空，却又萌生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歌舞渐渐停歇，人群散去，篝火熄灭，最后一期的拍摄也宣告结束。有几个嘉宾行程紧张，录制结束就连夜赶飞机走了。剩下的人节目组给安排了旅馆，准备第二天再走。晚上的节目组安排的活动让不少来录制的明星意犹未尽，选择和好友住一间房继续畅谈。这么一来，盛唐和袁泽家住一起也就很寻常了。洗漱完，躺在床上缓解一天的疲惫，盛唐想起来和袁泽家算账了。你瞒得可真紧，我出发前收拾行李的时候，你还在一旁念叨着让我拿着带那的，没想到你回来参加这一期节目，真是演得比谁都像，我都被你骗了。袁泽家笑道，节目组让保密，我也想给你一个惊喜，只是没告诉你，不算骗你。第一眼看到你，我想着你怎么会来这里，还以为这里有个和你长得很像的人呢。盛唐道，不过第二眼就确定是你了，当时还真是特别惊喜。想到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盛唐越发觉得自己上这个节目上值了。两人第二天没有和剧组其他人一起回去，他们又逗留了一天。这个远离大城市喧嚣的小城虽然没什么名胜古迹，但胜在安宁静谧，是个放松心情的好地方。临近傍晚，两人在街边的小店解决完晚饭，从店里出来，袁泽家指着东南方道，我刚刚看店里的旅游手册里说，那边有个地方看夜景特别棒。那边？盛唐就着袁泽家的手指的放下看过去，被房屋遮挡，看不出什么。你确定？去看看也没什么，就当饭后散步了。袁泽家牵着盛唐的手，两人慢慢走。走了十几分钟，经过一个小石桥，转过一个弯，一大片旷野在渐黑的天色中显露在两人面前。盛唐嘴角一抽，你是不是走错路了？袁泽家站在盛唐身后，捂住他的眼睛，在他耳边道，闭上眼睛。你要干什么？盛唐闭上眼睛，他隐约猜到了什么，又觉得可能不是他想的那样，毕竟谁会在这种地方。袁泽家拿出手机，按了2下，然后把手机放到口袋里，掏出另一样东西。好了，睁开眼吧。砰砰砰！盛唐的话被不远处腾空而起的亮光打断，光束在高空砰砰炸开，绚烂的烟花绽放在已经完全黑暗下来的天际。大量的金色烟花如流水如瀑布，在最高处炸裂开来，向四周落下，流光溢彩，美不胜收。接连升起的烟花让天空中持续不断开着烟火盛宴，各色的烟火持续了好久才停歇。就在盛唐以为袁泽家给他的惊喜就是这场烟花时，再次出现烟花的炸响声，天空中绽开一朵朵粉色的心形烟花。两人几米外的地上突然照出一排柔和的粉色灯光，光束最终照射在他们脚下，聚合成一个心形。到了这个时候，盛唐知道他刚刚的猜测应验了，还真有人要在野地里求婚了。他家总裁还真是不按套路出牌，真是的，就差2天，还是让袁泽家抢先了一步。站在这旷野中，盛唐脑子里突然蹦出野河2个字。什么鬼啊！盛唐差点被自己逗笑了。不行不行，要绷住了，严肃点。两人站在光影中间，袁泽家单膝下跪，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打开是一枚款式简约的男士戒指，戒面上的钻石在灯光的照射下流光溢彩。唐唐，我爱你，嫁给我好吗？盛唐被戒指晃了一下眼，什么也不想了，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嫁，快给我戴上。袁泽家拿出戒指，郑重地戴在盛唐左手的中指上，站起吻了吻他的额头。盛唐还没来得及仔细看一看手上的戒指，灯光就熄灭了，远处的烟火再一次绽放在夜空中。袁泽家揽着盛唐道，记得去年过年的时候，
你说你好久没看过烟花了，现在陪你看。盛唐没想到他随便一说的事情，袁泽家还特意记着。不过他现在哪还有心思看烟花，注意力全在左手那个刚刚好套在中指上的戒指上，那里有淡淡的束缚的感觉。你的呢？我也要给你戴上。盛唐在袁泽家怀里摸着他的口袋问。左边。袁泽家提示道。盛唐摸出来，摸黑套在袁泽家的手上，扣紧他的腰道，现在你也是我的了。早就是你的呀。袁泽家笑道。现在应该来一个亲亲。盛唐说完，抬眼看袁泽家。袁泽家吻上盛唐的唇瓣，温柔的覆盖轻咬，彼此唇齿相触交缠。不知过了多久，天空的烟花散尽，袁泽家才放开失神的盛唐。我们回去吧。盛唐晕晕乎乎的被袁泽家牵着往回走。走到小桥时，盛唐突然笑了出来，扒着袁泽家的肩膀，不好好走路，谁家总裁想你这样跑到野地里求婚啊？盛唐家的。袁泽家也笑，现在后悔也晚了。不后悔啊。盛唐嘿嘿笑着，我们的家的就我们家的吧。袁泽家道，其实准备上月在你生日那天求婚的，可怕给你带来不必要的困扰，正好接到了你们节目组的邀请，就想给你一个有烟花的求婚。盛唐知道袁泽家说的是怕被媒体拍到对自己会有影响，其实他已经打算算了，还是先不告诉袁泽家了，也给他一个惊喜。在这里求婚也不错，没有其他人，什么也不用担心，只有最简单的幸福快乐，可以毫不避讳的牵着对方的手。盛唐压制不住喜悦的情绪，笑着跑到袁泽家左边道，我要牵你的左手。那只手戴着戒指，满意的感受到戒指的压触感，盛唐笑得更开心。正值月底，月亮只剩一个弯弯的月牙，满天星光显露光芒。盛唐不用看路，靠着袁泽家就可以一直放下大胆的跟着他走。抬头看着夜空，满天繁星入眼，回想着刚刚的烟花，心里充盈无比。真好。盛唐突然蹦出一句。是啊，真好。袁泽家和盛唐的心情是一样的，自然的接到。盛唐后天晚上还有一个电视剧颁奖典礼要参加，所以两人没再逗留，第二天一早就飞回了帝都。赶赴颁奖典礼前，盛唐被郭曼接到工作室化妆做造型，要换西装时，盛唐道：等等，穿那一套吧。盛唐指着一套黑色更显沉稳的西装，袁泽家有一套那个牌子的同款。也行。造型师自然不知道，看那一套黑色的穿着也合适，便答应了。半个小时后，盛唐工作室几个艺人全部抵达颁奖典礼现场。按照指定的座位坐好，盛唐和邻座认识的演员打了招呼，掏出手机看时间，估摸着袁泽家要下班到家了，快速的给他发了一个短信过去，然后收起了手机。刚打开家门的袁泽家就听到了给盛唐设的专属手机消息提示音。老婆，到家了吗？吃完饭看飞花奖颁奖典礼的直播。备注是那天袁泽家告白完。两人进行了某项剧烈运动过后，依旧精神亢奋，毫无睡意的盛唐拿袁泽家的手机给改的。袁泽家看到备注就忍不住笑了一下，简单吃了晚饭，听盛唐的话看直播。颁奖已经过半了，前面的小奖项已经颁完，盛唐工作室的艺人均有获奖或提名。有镜头扫过盛唐，正好盛唐为台上领奖的演员鼓掌，抬起的左手中指上银色的戒指在现场灯光的照射下反射出光芒，格外的显眼。不光袁泽家看到了，无数观看直播的盛唐的粉丝也注意到了。苦瓜糖，刚刚是不是看错了？南瓜糖，陛下戴着戒指。西瓜糖，一定是食指吧？姜丝糖，好像是中指，这是代表订婚。红枣糖，失去语言功能。神算小仙，隐约有一种预感。路易100，预感加一村头翠花，加一，评论被加一刷屏，偶尔冒出一条其他粉丝的评论。接下来的颁奖，粉丝们屏息以待，
连厕所都不敢去了，唯恐错过什么重大消息。很快，大荧幕上播放出最佳男演员的入围人员及其作品。一段 VCR 结束，主持人上台道：10年间，他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电影角色，多个影帝加身。如今由电影到电视剧，他又带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惊喜。由他参演的电视剧《剑心》获得了年度电视剧收视第1的好成绩，他是演艺界当之无愧的王者，他就是我们最佳男演员的获得者盛唐。不出意外的，盛唐以《剑心》里的出色演技拿下该奖项。主持人看向盛唐的方向笑道：“下面有请我们的陛下盛唐上台领奖。”盛唐起身理了理西装，阔步上台接过奖杯，而后站在话筒前道：“谢谢飞花奖组委会对我的认可，谢谢观众对我的喜欢，谢谢我的团队们在工作上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最后要谢谢我的爱人在生活上对我的照顾、包容和爱护。谢谢你们。”盛唐鞠躬感谢。盛唐右手托着奖杯底座，左手握住奖杯的细颈部，手上的戒指和奖杯一起暴露在摄像头前，再加上他的获奖感言，是宣布恋情无疑了。跳跳糖，果然。玫瑰糖，到底是哪个小妖精抢走了我男人？巧克力糖，我失恋了。话梅糖，让我缓缓。盛唐只是公布恋情，但并没有出柜，主持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忙道：“哇，我们陛下有爱人了，不知道谁这么幸福，能成为我们的皇后娘娘？陛下方便透露一下吗？”这个怕吓到你们，就先不说了。盛唐笑了笑道：“他不想影响接下来的颁奖，只是透露了恋情，打算一会在微博中正式公布。”主持人不肯放过这个爆点，追问道：“给我们透露一点吧，比如什么类型的？”他对我很温柔体贴，还会做饭，事业上也很成功。盛唐笑着说话，对着镜头，因为知道袁泽嘉在看着他，所以弯弯的眼睛里满满的都是爱意。在我眼里，他就是最完美的。因为接下来还有奖项要颁发，主持人也没有继续问盛唐问题，只是说了祝福的话，便放他下去了。袁泽嘉看到盛唐手上戴着戒指的时候，就猜到了他要做什么，可真的听到盛唐在公众面前承认恋情，他还是难以保持镇定。他用的还是当初第一次看盛唐直播时注册的账号，因为平时不用，所以也没有改名。看到盛唐对他表白，虽然知道盛唐看不到，但还是发了一条评论：“我是你粉丝，在我眼里，你也是最完美的。”盛唐的老婆粉们评论潮退了一点，一直深藏在底下的汤圆 CP 粉内心翻腾起惊涛骇浪，颤抖着手不敢打下那几乎已经笃定了的猜测。孟汉是一名女大学生，今年夏天刚通过剑心粉的盛唐也是汤圆 CP 粉，现在正是对盛唐很狂热的时候。听说盛唐会参加飞花奖的颁奖典礼，今晚就一直守着电脑看直播，每次镜头扫到盛唐，室友都能听到他激动的喊：“陛下好帅好帅！陛下好像戴了戒指！”就说最佳男主一定是陛下，陛下要上台领奖了。男神太谦虚有礼貌了。男神孟汉有些聒噪的声音戛然而止，宿舍里空气突然安静，有些不适应的舍友们奇怪的看向孟汉。只见孟汉一脸呆滞的看着电脑屏幕，和他对床的李玲问道：“怎么了？”盛唐公布恋情了。孟汉呆呆道：“啊？和谁啊？”舍友们纷纷围拢到孟汉电脑前。年轻的女孩们没事总会八卦各种明星，更何况他们也都是盛唐的路人粉。不知道。看到后面盛唐说的他爱人的类型，孟汉是汤圆 CP 粉，所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袁泽嘉，于是脱口道：“不会是袁总吧？”“怎么可能？你魔怔了吧？他们两个要真的在一起，肯定会各种瞒着的，盛唐怎么会公布？”“就是，你看娱乐圈有那个艺人出柜的。”舍友们纷纷否定，孟汉也觉得不可能了。就像公布彩票100万大奖中奖号码，你前面的都对上了，就差最后一个号时的那种心情，既隐隐兴奋，又觉得怎么可能，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不可能啦！可心底又有一个很微弱的声音在说，就是这样。没错。
颁奖结束，盛唐坐到车里，登录微博，把自己编辑了好久的一条存稿又看了一遍，然后发出。盛唐 V， 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收获了很多，连王子都有小不点儿变成了大白猪，都要抱不住了。这一年里一直忙于工作，接下来要停一停，陪陪家人了。感恩这一年能和你相知、相熟、相爱，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原则家。图片里是盛唐抱着王子看镜头，歪着头做鬼脸，而原则家揽着他的腰，宠溺的看着他。傻黑田蹲在前面，像极了一张全家福。看完直播怅然若失的孟汉打开微博，想要看看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是怎么评论的，却意外的发现盛唐更薄了，还是出柜。真的如同100万大奖砸在了头上，孟汉懵了一秒，然后地尖叫出来，差一点把宿管阿姨给招来。盛唐出轨？不，是出柜了。孟汉激动的语无伦次，真的是原则家啊？真的假的？室友们纷纷登录微博，盛唐太帅了吧，真的敢出柜啊！孟汉情绪激荡的发出祝福的评论，既羡慕于盛唐和原则家令人向往的美好爱情，又钦佩于盛唐能这么坦然出柜的勇气，还有萌的 CP 成真的过分激动，多种情绪糅杂，一时间眼里竟有了泪花。粉丝们在盛唐微博底下激动完，又摸到了原则家微博下，只见最新一条微博是2分钟前发布的。原则家 V， 快点回家吃宵夜盛唐。虽然也偶有不和谐的声音，但很快被粉丝们可爱的评论压了下去，并在出门买宵夜前给顺手举报了。盛唐看到原则家的微博后，打电话给他，一会儿就到家了。你准备了什么夜宵啊？你昨天说想吃的小馄饨。原则家自从知道盛唐出席晚会前为了保持完美的体型只吃少量的晚饭后，只要盛唐在家，他就会给他准备好宵夜，让他回来填填肚子。小馄饨？盛唐开心道，是香菇肉馅的吗？原则家听盛唐很开心，他自己的语气也不由得更轻快了。你最喜欢的。马上就到家了。盛唐道，不过那不是我最喜欢的。水开了原则家正要下馄饨的手，带着疑问了一声。盛唐抬眼看了看坐在他旁边的郭曼，郭曼扭头看向窗外，假装听不到。盛唐小声道，最喜欢的是你。说完就挂了电话。看到玻璃上倒映出的郭曼的笑脸，盛唐假装不在意道，曼姐，你想笑就笑呗。哈哈。郭曼转过头面对盛唐笑道，你们这些小年轻啊，弄得这么有情趣。虽然盛唐年龄也不小了，但在郭曼眼里一直是孩子。郭曼也替盛唐开心，像是了一桩心事一样，出柜了，开心了，满意了。盛唐脸上也是绷不住的笑意，曼姐，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公司里还要麻烦你多费心了。我以前也没少费心。郭曼道，放心吧。很快车子开到了楼下，盛唐和郭曼道别，快步进了电梯，想要早一点看到原则家。一进门，盛唐就顺着香味摸到了厨房。回来了。原则家在锅里添了一点凉水，盖好锅盖，看向盛唐。回来了。盛唐上前在原则家身后环住原则家的腰，还没好吗？都闻到香味了。原则家握住盛唐环绕过来放在他腰前的手，再等1分钟。可是我饿了。盛唐含住原则家的耳垂，使坏的舔了一下，而且更想吃你。原则家身子僵了一下，偏过头亲了亲他，带着低沉的笑意道，先吃饭，乖，去洗手。盛唐回亲了一口，满足的去洗手。见原则家只盛了一碗馄饨，盛唐道，你不吃吗？我不饿，你吃就行。盛唐晚上吃了那么一点东西，早就没了，现在真是饿了，拿瓷勺舀了一个肚圆滚滚的小馄饨，吹了吹热气，迫不及待的咬了一口。香菇丁带着点弹韧劲，剁成肉泥的猪肉也很鲜嫩，味道特别棒。盛唐2个下肚，解了点馋才道，还是那么好吃。
袁泽家给他做过一次，他就爱上了。又咬了一个，盛唐吹了吹，勺子送到袁泽家嘴边，你也吃一个。袁泽家笑着张嘴接了，看盛唐又要喂他，道：别给我了，你吃吧，我不饿。盛唐一碗吃完，还有些意犹未尽的看向袁泽家。袁泽家会意道：没有了，就下了这么多，可是没吃够，太晚了，吃太饱不好。袁泽家揉揉盛唐的脑袋，起身把碗收走，去刷牙洗澡。想到接下来要做羞羞的事情，盛唐立马把馄饨抛在了脑后，快速拿了浴袍进了浴室。认认真真刷完牙的盛唐把水关上，隐约听到家里另一间浴室有水声，估计是袁泽家用另一间洗澡了。盛唐有点郁闷，这种情况下不应该一起过来洗个鸳鸯浴什么的吗？他家袁先生老是这么正经。把衣服脱了，裹上浴袍，盛唐果断的去敲袁泽家用的浴室的门。怎么了，唐唐？袁泽家刚冲射身上，听到敲门声，拿过浴巾在腰上裹了一下，去开门。那个浴室的热水器好像坏了，我和你一起洗。盛唐说着钻进来，随意的把浴袍一脱，搭在衣架上，走到淋浴头底下放水淋浴。袁泽家轻笑了一下，没有戳穿盛唐的小心思，他是怕自己会忍不住，才没和盛唐在一个浴室的。结果算了，忍不住就不忍了。袁泽家解下浴巾，把浴霸打开，虽然有地暖，但还是更暖和一点好。你给我抹沐浴露。盛唐把浴球给袁泽家，手撑着浴室墙壁，把后背留给袁泽家，背上我不好弄。袁泽家接过来，有着怔愣的看着盛唐故意他下去的细腰，因为盛唐的这个姿势，他的屁股显得更加挺翘。袁泽家的手附到盛唐的背上，掌心下那温热白皙的皮肤对袁泽家来说无疑是不可抵挡的诱惑。偏偏盛唐还在袁泽家的手滑到他腰间，准备上移的时候，故意装着天真的样子道：袁爸爸，屁屁上也要抹呀。眼神澄澈无比，却说着无比勾人的话。袁泽家忍不住在他那翘臀上打了一下，声音低沉道：唐唐，别闹。袁泽家打在盛唐屁股上的一巴掌，啪地一声，在封闭良好的浴室里显得格外响亮。已经豁出去的盛唐突然羞耻心爆棚，转身抱住袁泽家，把脸埋在他颈肩处，委屈道：你打我。两人身体紧密相贴，温热的水浇在两人身上，袁泽家强忍的欲望顿时爆发出来，像是被蘸满了油的干柴堆里突然扔进了火种，烈火轰然腾起，再也掩盖不住。2个小时后，盛唐待被海浪般冲刷的余韵过后，睁开眼，抱住袁泽家，轻声道：再来一次。已经2次了，你身体会受不了的。袁泽家道：乖，去洗澡睡觉了。虽然盛唐已经满足了，但袁泽家就释放了一次。盛唐觉得袁泽家和他在一起好像都没有尽兴过，知道袁泽家是过分的在意自己，盛唐既开心又想让袁泽家也舒服。再来一次。盛唐不依道：走了，去洗澡。袁泽家说着要抱起盛唐去洗澡，盛唐却打了一个滚，让袁泽家抱了个空。盛唐滚到一边，拿被子把自己裹住，像一个大型蚕蛹一样背对着袁泽家，气呼呼道：不洗。大型蚕宝宝伸出一只白嫩的手臂，抓过床头的手机，按了2下，然后把手机扔给袁泽家。袁泽家拿起手机，看到上面的内容，脸瞬间黑了。男科医院关爱男性，我们是专业的，帮您重振雄风，你好他也好。盛唐。袁泽家咬牙喊出2个字。盛唐身子一抖，他是不是做的有点过了？自从2人确定关系后，袁泽家都是叫他唐唐的，极少喊他的全名。盛唐颤着打回头：干嘛？你！袁泽家猛地把他身上的被子扯开。老公，我错了。盛唐觉得势头不对，大叫着求饶：袁爸爸，求求你了。盛唐软软的喊老公，眼泪都出来也没管用，到最后只能有气无力的哼哼。当晚盛影帝成功达成了哭着叫爸爸，被蹂躏成破布娃娃等多项成就，第2天嗓子哑成破锣。
中午才睡醒的圣影帝靠在床上，喝着他男人喂的粥，扯着破锣嗓无理取闹：“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想让我精尽人亡，然后换个人？乖，张嘴！”袁泽家一心一意喂粥，燕族的男人十分好脾气，昨天也是，他太过分了。盛唐咽下去一口粥，刚想说话，又被喂了一勺，嗓子都这样了，少说话。袁泽家心疼道。盛唐气愤道：“那怪谁？虽然是他自己惹的，但被做得这么狠，盛唐觉得丢了面子，于是恼羞成怒：“怪我，怪我！”袁泽家知道盛唐是因为被做到下不了床，觉得没面子，心里憋着气要撒，任他发着脾气。喂完一碗，问道：“还喝吗？”盛唐道：“再来一碗。昨晚运动量太大了，要多喝一碗才能饱。”接下来的一星期，盛唐都没想过再勾引他家袁先生。第3天才能揉着老腰下床，顺当走路的盛唐，迈着还有点酸软的双腿，在书房找到了袁泽家。“你写什么呢？”盛唐一进来就看见一堆红色的本子，像是喜帖。袁泽家不抬头的认真写完一个唐字。“喜帖！”盛唐音量陡增，走近了一看，印着大大喜字的红色帖子，可不是结婚请帖吗？袁泽家手里正写的那份，盛唐一眼就看到显眼的2行：新郎袁泽家，新郎盛唐。你……盛唐一时语塞，他只是想着这样和袁泽家在一起就好了，没想到袁泽家会这样正式的写请帖，邀请亲朋和他举办一个婚礼。“唐唐，我们结婚吧。”袁泽家把呆愣的小傻子拽到了怀里，亲吻着他的耳根，温柔道。盛唐失神的坐在袁泽家的腿上，半晌才点点头：“你都写了这么多了，也没法退货了，那就结吧，不结婚就都浪费了。”袁泽家带着浓浓的笑意道：“是啊，一张喜帖可贵了，还没法退。那你快继续写。”盛唐坐在袁泽家怀里道：“我在这监工。”“好。”袁泽家亲亲盛唐的耳朵，搂着他继续一笔一画的书写。看着笔下显露出的刚毅工整的字迹，盛唐想起他还收藏着袁泽家第一次写给他的一张便签。盛唐想到这儿，偏头看了一眼袁泽家，为自己的痴汉行为感到一些害羞。袁泽家问道：“怎么了？”两人这么亲密的姿势，哪怕对方很轻微的动作都能感知到。“没事。”盛唐偏过头，字很好看，能不能多写一份？我想收藏起来。盛唐不好意思道。好。盛唐出柜后沉寂了1个月，有人在网上发照片说在机场看到了汤圆夫妇。汤圆夫妇现身机场，十指相扣，爱意满满。照片里两人没有刻意遮掩，袁泽家一手拖着行李箱，一手牵着盛唐，盛唐空余的一手拿着像是护照的东西，两人大步走着，不知道在说什么，皆是满脸笑意。虽然是偷拍的，照片的角度并不好，但两人之间满满的幸福感几乎要溢出屏幕。给各种挖两人以前微博互动，自己产粮的 CP 粉们又喂了一大盆新鲜的狗粮，吃到不能更满足。国外某个景色宜人的小岛上，微风吹拂，长长的红毯尽头，一对新人正在交换戒指。看起来穿黑色西装、成熟稳重的男人先为爱人戴上了戒指，而后穿白西服的帅气男人有些慌忙的给他也戴上，看起来有点迫不及待，又有些紧张。站得近的来宾能看到穿黑色西服、面带微笑的男人注视着对面爱人的眼睛里是浓浓的化不开的缱绻爱意。虽然他们和一般的情侣有些不同，但两个帅气的男人站在一起丝毫违和，一黑一白，相得益彰，养眼极了。盛唐手微微颤抖着，把戒指顺利的戴在袁泽家左手的无名指上，随后两人的手放下，但盛唐却一直把袁泽家的那只手握在手里。亲一个，亲一个！亲友来宾们善意的哄笑道。袁泽家空余的右手长臂一伸，将盛唐揽在怀里，轻轻的和他的嘴唇贴合。原本有些紧张的盛唐安定下来，
微微张开唇瓣，迎合着袁泽嘉，轻轻的碾压、吮吸、描摹，把一颗心都给了对方。不远处，作为袁泽嘉那边伴郎的冯文斌找了一圈，看到受邀前来，此刻正站在人少的地方吹风的纪明德。冯文斌端了2杯酒，走到纪明德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纪明德回头，冯文斌把1杯酒递给他，两人一起靠着身后的栏杆，看着那边以新人为中心热闹的人群。冯文斌一手晃着酒杯，一手手肘轻轻的捣了一下身边的纪明德。说实话，看着盛唐结婚，你现在什么感觉？纪明德抿了一口酒，半眯着眼没说话。冯文斌有点慌了，后悔问出这个问题，可又真的想真的纪明德怎么想的，于是没有转移话题，看着纪明德的脸等他的答案。半晌，纪明德像是终于知道该怎么表达了，语气淡淡道：明明才过去短短的1年，却觉得像是过了很久一样。久到现在的我和曾经喜欢过他的我像是隔了一沙，又像是隔了一条雾气氤氲的河流。虽然还记得喜欢他的感觉，但觉得很不真实了，就像做了一个记忆深刻的梦。冯文斌知道纪明德说的1年不是知道盛唐和袁泽嘉在一起的时间，而是他跟他表白到现在快1年了。冯文斌开心了，现在梦醒了。醒了。纪明德低头微微笑了一下。冯文斌看清了他那个笑，那是为他笑的吧？肯定是。冯文斌后仰弯腰，凑到纪明德眼皮子底下，非要让纪明德看到他的脸。那你什么时候也给我一个名分？纪明德躲不开的看着他那张放大的脸，笑意加深。你想什么时候？我要。纪明德问完，突然下压亲了冯文斌一下。冯文斌本来就是后仰着的，纪明德突然亲他，他条件反射的更加向后仰，因为昨晚两人刚进行了某项深入交流，冯文斌这么一动作，差点把腰给闪了。还好两人手里的酒都喝完了，酒杯是空的，没有洒到身上。纪明德及时揽住了他的腰，让冯文斌稳住了身形。不过两人此刻的姿势看起来很像舞会时的某个动作。纪明德也发现了这一点，低声笑了起来。冯文斌站好，恼羞成怒，不许笑了。难得看冯文斌出这样的丑，纪明德笑声更大了。笑就笑吧，你笑起来能让我瞬间就硬了。冯文斌贴着纪明德耳朵调戏道。这真不是他胡说，纪明德一向死人脸，见他笑的时候屈指可数。每次冯文斌看他家死人脸，因为他解冻，都有一股莫大的满足和成就感。纪明德的笑声止住，眼神往冯文斌那儿瞥了一眼，然后偏过头不看他，隐忍着笑意。这是有病吧？冯文斌一梗，随即翘着兰花指往纪明德跟前一戳，语气娇羞的嗔道：死人。以前不喜欢的时候，冯文斌给纪明德起的绰号就是死人脸，现在直接变成无比娇羞的死人了，时不时就故意喊一声逗纪明德。纪明德被他喊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想掐死这货的心都有了，怎么就喜欢上这个神经病了？婚礼的第2天，盛唐和袁泽嘉两人就按照之前在家定好的计划开始蜜月旅行去了。置身于异国他乡，没有繁杂的工作，也没有身份名声的负累。他们在海岸骑着双人自行车，放声大笑，累了就靠在一起，拿出准备好的面包喂飞来飞去的海鸥。他们手牵手站在高耸的教堂前，拜托其他游客给他们拍照。回头对在他们身后笑嘻嘻悄悄议论的2个姑娘报以微笑，年轻的姑娘不好意思跑开。在著名的许愿池前抛下1枚硬币，闭着眼睛默默许下一个愿望。两人蜜月旅行的最后一站是他们第一次遇见的那个中央公园。因为是当地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所以这么多年了，那个公园一直没怎么变。就是这里。袁泽嘉抬头看着长得更高了的树冠，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的你。缘分真是个神奇的东西。盛唐抚摸着凹凸不平的树干感叹道。7、8年前的一次萍水相逢，萍水相逢都算不上吧，只是一面之缘，竟让他们两人在多年后牵生出如此深刻的感情羁绊。兜兜转转经历了许多，最后又回到这个地方，身体里有一种完成了某项仪式般的不可言说的奇妙感觉。时光有一瞬间的重合，感觉这么些年就是疏忽间的事儿，
可脑子里一件件满满的回忆，又是那么充实，告诉自己确实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喵！一只黄白相间的野猫从灌木丛中走出来，张大嘴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后，甩甩身上的草叶碎片，叫了一声。因为附近有些居民过来这边散步时，经常会喂养这些流浪猫，所以猫并不怕人，甚至在看到两人后，走到盛唐脚边蹭了蹭脑袋。盛唐趴下跑他，慢慢的蹲下，试着摸了摸他蓬松的毛毛。猫儿乖乖的让盛唐摸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盛唐，又叫了一声，等了2秒，见盛唐没时腰动作，就不让他摸了，翘着尾巴高傲的走了。盛唐转头看向袁泽家，他刚刚是什么意思？袁泽家笑道，估计是嫌弃你没有吃的。盛唐有点想家里的2个小家伙了，咱们回家吧。回家。已经订好了当天下午的飞机票，还有不到1星期就过年了，两人加上袁泽瑞一起飞回了国内。刚好两人回国的那天，基友记的最后一期播出，节目组艺高人胆大，袁泽家和盛唐有爱互动的镜头一点没减，全部播了出来。当天的节目收视率一路飙升，隐隐有超过以前几期的势头。节目组后期还专门把两人剪辑的十分温馨有爱。盛唐从楼上看到袁泽家的那一刻，后期给加上了一句，即便人海茫茫，我还是能第一眼就看到你。随后盛唐朝袁泽家飞奔而去，更是给了慢镜头，配上煽情的音乐，看起来既搞笑又有爱。因为节目播出前每一期的嘉宾都是保密的，宣传的时候也是把嘉宾的脸 P 上可爱的图片，只说是谁让陛下飞奔相迎。众人惊叹为哪般，这样吊观众胃口，所以观众并不知道袁泽家会上这期节目。等到袁泽家出场的时候，大家简直惊呆了，意外又无比惊喜。2-3分钟后，节目收视率暴涨。盛唐和袁泽家遇到郑明两人时，郑明两人的视线被后期弄成一个箭头，指向盛唐和袁泽家牵着的手。郑明两人对视一眼，也牵起手，像小孩一样甩着手离开。镜头在他们两组的背影之间转移了一下，盛唐和袁泽家身后一个大大的和谐，还给 P 了一圈粉红的心。郑明两人后脑勺上则印上了智障2个大字。观众哄笑。可是更多的狗粮还在后面，看到盛唐乖乖拖着下巴看着袁泽家做菜时，弹幕简直把整个屏幕都盖住了。盛唐和摄像大哥吐槽导演是想吃袁泽家做的饭才邀请他来录节目那段，给加了导演一脸委屈的照片。导演，我委屈。节目播出完，这一期收视率不负众望的破了纪录。新年前的最后一期节目，让汤圆 CP 粉们这个年过得相当开心加满足。盛唐这边不同于去年和袁泽家2个人做贼一样的偷偷摸摸，今年冯凌霜过来和他们一起过年，还带了皮尔斯一起。袁泽瑞也交了一个女朋友，今年带回来给冯凌霜看。女孩是个金发碧眼的米国人，性格开朗热情，会说简单的中文，现在一直致力于学会使用成语，但总是词不达意，笑料百出，给大家添了不少欢乐。不过家里有一个成员很是不开心，那就是躺在猫窝里喵喵叫的王子。因为盛唐和袁泽家去度蜜月，就把王子和傻黑甜交给冯凌霜看着。等他们回家一看，真不愧是奶奶带的孩子，这哪里还是猫啊，猪都比他苗条。为了王子的健康着想，盛唐开始控制他的食量，所以吃不饱的王子很不开心，完全是一头废猫了。饺子来了。8点多，春节联欢晚会开始，年夜饭也上桌，王子的猫粮发放了，开心的喵喵喵。一大家子人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一家人挤在一起看春晚吃年夜饭，这是很多家庭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可袁泽家和盛唐两人却是多年没有体验过这种温暖的热闹了。不过从今以后，他们都不再孤单。